好饿啊！谁能给我送点吃的？我可不想就这么栽在这里。都是因为大长老故意害我，使我行踪败露，遭到妖族偷袭，身受重伤。必须想办法尽快恢复修为，否则我这辈子别说回地球，连这仇都没法报。可我现在修为全失，连大山都出不去，根本就是自身难保。但愿那妖怪可别追到这儿来。人类修仙者，你躲啊！你继续躲啊！该死，这头赤炎虎妖还是追到了我。灵根受损，灵力溃散，你也有今天啊！现在你和普通人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吧？我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吧？我还是个单身狗，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呀！此岛宿主遇到妖怪，危险系数极高，开启无敌剑域系统，以庄园为中心，无敌剑域覆盖整座庄园，覆盖范围之内剑道无敌，可裂天地。无敌剑域之内，任何宝剑、灵剑，哪怕是神剑，都要臣服于宿主。3年，整整3年了。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有这么厉害的系统，你咋不早点出？无视我！接下来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不可能！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我要拆了你！此世之界被撕裂了，这怎么可能？仙剑裂空，居然是传说中的剑之制斗！天哪，天被人劈破了！啊，这怎么可能？有东西掉下来了！快，把所有门下弟子全部派出去，挖地3尺也要找到！凌霄仙帝留下用于隔绝此事的最后一道保护，如今也被毁了。可此方世界真的做好准备了吗？啊！我的天啊！我把天劈开了！宿主消灭3节虎妖，获得400点剑域值，并获得新手大礼包1份。剑域值？所谓剑域值，就是用来扩张无敌剑域笼罩范围的能量点。每消耗100点剑域值，无敌剑域就增加1米范围。哦，原来如此！斩了3节虎妖，无敌剑域范围就增加到14米了。啊，可惜覆盖范围太小了。使用新手大礼包。恭喜宿主，无敌剑域覆盖范围直径提升10米，目前覆盖范围为24米。无敌剑域提升到1级。开启万物化剑能力，万物化剑，好奇妙的感觉，似乎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可以成为我的剑，先试试看。厉害！无敌剑域，万物化剑，果然牛批！哎，不过系统，天上那个裂缝到底是什么情况？恭喜宿主摊上大事了，隔绝此世界的9天神鼎被毁。此方世界已暴露于3000世界中，如今外域仙魔皆可穿越裂缝降临此世。你是说，我破坏了我们世界的保护罩？那现在该怎么办？这裂缝能修吗？此方世界天道会自行修复裂隙，但已经无法阻挡域外仙魔的进入，望宿主好自为之。好自为之？你让我一修为全失的人怎么好自为之？罢了，现在想这么多也没用，先看看剑域带来的效果吧。好，现在来试一下。快！完成！厉害！不光威力惊人，就连精密度也如此高。
哎，系统，剑域是固定的吗？为什么我感觉剑域好像无法移动？初始剑域固定在系统开启点，不可变更，无法移动。宿主可以通过争取剑域值扩大剑域范围和提升等级。若擅自离开剑域范围，宿主将会失去所有增幅，望宿主好自为之。就是说，只要我踏出庄园一步，立即变回弱鸡了。而且1000点剑域值才增加10米覆盖范围，这得要看多少妖怪啊！算了，肚子饿了，只能先去附近采点蘑菇，先垫垫饥了。追上去，别让他跑了！这些仙门的小兔崽子，你们还真的起劲了是吧？都已经追打我10多里，没完了！我堂堂暗夜妖王，要不是被那口从天而降的破鼎砸成重伤，我非得一口一个吞了你们不可。前面那是没有灵气波动，是个普通人。半天就采了几个破蘑菇，要是有肉就好了。正好吃了这个厨子，补补体力。人类，借你小命一样。没有灵气波动，是个普通人。半天就采了几个破蘑菇，要是有肉就好了。正好吃了这个厨子，补补体力。人类，借你小命一样。等等，他这眼神怎么？肉！什么？他用的什么东西砸我？好像山一样。这厨子竟有这等法宝，汤勺！我堂堂暗夜妖王，居然被一把汤勺砸晕！妖孽，看你往哪里逃！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是何人？敢抢我们的猎物？不好，对，万物化剑，居然是万物化剑！这怎么可能？他到底是什么人啊？难道这是一尊在此隐居的绝世高人？段师兄，这是怎么回事？他刚才施展的是绝世神术万物化剑，那是即便圣界仙门实力最强的几个长老也领悟不到的境界。幸好没撒完。话说这群人一惊一乍，在干什么呢？你们是这条狗子派来的救兵吗？我们是追这条狗子过来的，它是一只强大的妖兽，不然可能从我们手下逃脱。这些人的身上都流动着一缕淡淡的剑气，看上去都是剑修，只是不知道这几人的身份来历。那你们是何人？圣界仙门段修文见过公子。啊，这2位是我师妹。圣剑仙门弟子慕容木兰，见过公子。这位是台思雨。多有冒犯，还请公子不要见怪。刚才情急之下冲撞公子，实在不应该，还望海涵。这么快就道歉了？剑修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那这狗子自然归前辈所有。今日冒昧打扰，我等就此告辞，改天再登门拜访前辈。此人实力实在是太吓人了，得赶紧离开这儿，回去禀告师尊。快走快走，赶紧溜！慢着，没你们追这条狗，它也不会来我这儿。我不白拿人东西，这个，送给你们了。那就多谢前辈了。那慢走不送，上好的狗肉可不能浪费了。落入凡间的神器，还是落入我天蓬妖皇的手里。等我炼化这尊神鼎之后，整个修仙界都要在我的脚下颤抖。那不是暗夜妖王吗？他这是混账！区区凡人居然敢宰妖王！啊！人类拿命来！生死啊！天上有动静。这什么情况？天降大雨，喝一口锅。
击败7阶妖皇，获得4万点剑域值，无敌剑域提升至2级，覆盖范围提升至424米。啊，这头大鸟居然是7阶妖皇，真是鹏之大，一个锅放不下。看来这家伙是自己一头撞进了剑域里，还触发了剑域的防御机制。唉，一代妖皇磨得这么不明不白，无敌剑域真是恐怖。不过我喜欢，正好还给我送了口锅，今天就不吃烤全狗了，吃大鸟炖蘑菇。哦，头好痛，我刚才好像被人敲昏了过去。对了，是那个臭厨子，我一定要把他给天蓬妖皇殿下，钉子们在呀，这是这怎么可能？天蓬妖皇殿下居然被人宰了炖汤啊！还有，这不是那尊从天而降，几乎要了我命的神鼎吗？这家伙居然拿来当炖汤的大锅使！完了，这家伙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个恐怖的隐修，一个绝世强者。等等，该不会这家伙等吃完天蓬妖皇之后，还要宰了我炖汤吧？怎么办？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避过这一劫？这狗应该也是什么妖兽吧？怎么醒过来也是一脸傻样？啊，只要味道不差就行。这山庄外到处都是妖兽，我又出不去，这么大只肉狗可不能错过。你不要过来呀！我的肉不好吃。别逼我同归于尽！别吃我，我还有心愿未了。是在求饶吗？罢了，正好我缺一条看家护院的狗子，你就留下来给我看家护院吧。我堂妖王居然成了人类的看家狗。既然留你下来，自然不能让你饿着。来，这可是妖皇的骨头，便宜你这傻狗了。还要我吃妖皇殿下的骨头？欺妖太甚！还要我吃妖皇殿下的骨头？欺妖太甚！罢了，看家狗就看家狗吧，总比丢了小命强。天蓬妖皇殿下，我对不起你。真香。师尊，修文、木兰、思雨，你们怎么回来了？弟子奉命前去10万大山寻找神器，虽然没找到，但我们遇到了一位领悟了万物化剑的绝世强者，或许他能帮我们镇压血魔。啊！万物化剑，这怎么可能？胡说八道！10万荒山妖怪盘踞，凶险万分，怎么可能有绝世高人隐居？就算真的有绝世高人在那种地方隐居，我堂堂出窍期剑修，难道还会察觉不到吗？弟子不敢欺瞒师尊，句句属实，请师尊明察。唉，修文，你可知我圣剑仙门传承数万年，至今也仅仅出过3名化神境，修出剑意的剑修强者。至于万物化剑，那是即使初代掌门也不曾达到的境界。师尊，可是我们确实是感受到了那位阁下的通天剑意。胡闹！你们3人不过淬体境界，自然是看什么都觉得厉害。剑意可不是大白菜。还有这么容易参悟出来？你们3人连真正的剑意都没见过，定是被对方的装神弄鬼之术骗了。世上若有能掌握万物化剑的强者，怎么可能至今默默无闻？可是，你们和其他弟子一样，离开宗门吧。
走了就别再回来了。那血魔的封印越来越弱，假以时日，我们也无法维持封印了。你们还年轻，别成了我们这些老骨头的陪葬品。什么？师尊，那你们……等那血魔彻底脱困，我会和众长老与他同归于尽。赌上我们的性命，也绝不能让那魔头重返世间。赌上我们的性命？不好，那魔头怎么会这么快？15万年前，你们的先祖为了镇压本座，就连自己的道体都毁灭了。15万年后，就凭你们这些垃圾，也想阻挡本座？众长老听令，圣剑阵起！小小计！15万年前我就玩剩下的。不好！就凭你们，还想跟我对抗？师尊，这……快走，把血魔脱困的消息带出去！想逃？小剑族的杂碎，一个都逃不了！这是大罗剑域，这怎么可能？我饶了一遍！血魔被消灭了。从今天开始，这尊木雕就是我们圣剑仙门的镇宗之宝。圣剑仙门所有弟子都需要供奉和叩拜，以及参悟上面的建议。自当如此。天不枉我圣剑仙门呐！多亏了这件宝物。你们给师门送回至宝，镇压血魔，为师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不过现在还是赶紧和我说说，你们在10万荒山遇到的前辈到底是怎么回事？师尊，是这样的，那天我们3人追一只妖兽，然后追到……这木雕完完全全只是随处可得的普通木材，仅仅是上面残留的剑意，就能歼灭血魔。可怕，太可怕了！那位绝世高人真正的实力恐怖到了何等程度啊！渡劫期，甚至莫非是大成期？掌门，如今世间灵气不比以往，已经很难有人修炼到渡劫期了。至于大成期，这更是难以置信。到底是什么，还得等我去拜访过后才能确定。木兰，去将赤金神剑和神息壤拿出来，跟我去造访这位高人。赤金神剑，师尊，那可是圣剑仙门的镇宗之宝呀！掌门，连镇宗之宝都送出去，这是不是？还有那神息壤，那可是先祖从成仙地带回来的神土啊！你们懂什么？单凭这尊木雕，已经是绝世罕有的至宝了。我们去拜访高人，岂能空手而去？说不定我们所谓的镇宗之宝，在高人眼中简直不值一提。老实干活，永远斗不过溜须拍马屁呀！会抱大腿才是真王道。哼，更何况，若是能讨得高人欢心，传授我们一招半式，修出剑意，就足以让圣剑仙门万世不朽啊！不愧是师尊，能将溜须拍马说得这么光明正大。这份心思果然缜密，难怪这家伙能成为掌门。好啊！留你一条狗命让你看家护院，你居然还敢偷懒啊！本座是妖王，妖王懂不懂？本座是妖王，妖王懂不懂？想当年本座纵横天下，何其威风，如今却要被当作土狗，屈于这家伙的淫威之下，太憋屈了！我去，这什么品种的狗，还会刨地？正好，既然你喜欢刨地，过来帮我忙吧。我正打算在院子里种点什么，你过来给我松土。谁来救救我这落难的妖王啊！
灵力消耗太大，这样下去会被追上的。啊！10万大山里居然有庄园，太诡异了吧？但事到如今，不管那里有什么，我的下场总比被那家伙抓到的好。有人，太好了！敢在10万荒山隐居的，绝对不是普通人。前辈，救命啊！啊，这莫非是传说中的剑意？感觉我只要稍微向前走出一步，就会被一击毙命。哎，又有人来了！这10万大山里这么热闹的吗？喂！总算又有憨货闯进来了，赶紧来个人转移那个大魔王的注意力，好让本王解脱。刚刚跑过去的那是……此人看上去好年轻，而且气息上完全就像是个普通人。啊，不对，能修出剑意的绝对是绝世强者。听说有的老妖怪就喜欢扮嫩，玩什么扮猪吃虎。晚辈擅闯阁下的府邸，实在是迫不得已，还请前辈宽恕我。就来，一个个的都喊我前辈，我看上去有那么老吗？啊哈哈哈！我没打算怪你，只不过你来这是……前辈，广陵仙门跟妖族勾结，欲抓我送给妖王当小妾。我父亲不允，却没想到广陵仙门屠戮了我孙家满门，只有我逃了出来，还请前辈救我一命。广陵仙门，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名门正派，会干出如此歹毒的事情？修仙世界充满人这么大，事情也不能全听这个女子的一面之词。虽然我只要在庄园里就是无敌的，但我可不想被人当枪使。前辈，你若不救我，我必亡。莫怕，只要我想，这个世界没人能强行带走你。姑且看看这些人的态度吧。诸位来寒舍，所谓何事啊？师兄，那小娘皮灵力耗尽了，我们还不赶紧把她抓了？在这儿犹豫什么？蠢货啊！能在这10万大山修一个庄园的，会是普通人？修仙界卧虎藏龙，说不定那人就是个高人。我们几个区区筑基的水平，得罪了他，怎么挂掉的都不知道。可是，这儿可是妖族和修仙界的交界处，真有人会在这儿隐居？那小子看起来也不像是什么高人呢。对，倒是边上那条傻狗，看着倒不像是普通的狗。不怕1万，就怕万一。出门在外，小心无大错。阁下，我们乃广陵仙门弟子，正在捉拿我们的叛徒，还请阁下不要听信了他的谎言。这个妖女修炼邪功，献祭了她自己整个家族，还伤了好几位前去抓捕的同门弟子。如今又想骗你，不论她装得多像，还请阁下看清那女人的真面目啊！雨师兄演技可真好。哎呀，搞这么麻烦干嘛？直接上啊！血口喷人，明明是你们广陵仙门勾结妖魔，还想要将我送给妖王。我父亲想要揭露你们，你们就灭我孙家满门。居然还有妖王喜好人类女子，这两边看着都不像是说假话，这怎么办？搞什么你们？人不是逮着了吗？为什么还在这里磨蹭？有人在磨磨唧唧，因为一个凡人就耽误大王的婚事，人族修士果然都是废物。师兄也罢，这几头畜生也有妖将的实力，正好交给他们打头阵。妖魔族的强者可不是好惹的，这家伙最好是跟他拼个2败俱伤，说不定我们除了那小牛皮，还能收获几颗妖丹。好家伙，这下不演了是吧？那几个牛妖可是妖将啊，加上那几个筑基，前辈
应该没问题吧？哼，没想到广陵仙门居然真的和妖族的畜生有勾结啊！这下有好戏看了。既然如此，你们一起上吧，别浪费时间。你找打！既然如此，你们一起上吧，别浪费时间。你找打！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手法。居然用一根树枝就解决了一头妖将，好可怕的剑意啊！前辈的实力至少也有元婴期，甚至是化神期。如果是这样，我的仇说不定能……一群自不量力的家伙，现在知道我当初的感受了吧？击杀普通妖将，获得800点剑域值。才800点，聊胜于无吧？那接下来……不会吧？这家伙居然真是在扮猪吃虎，竟然是头绝世猛虎！前辈，误会啊！快跑！是鸡狗大王！想跑？哎，你刚才说什么误会来着？我没听清。我上路吧。等等，如果就这么把这家伙干掉，广陵仙门和那上面妖王岂不是不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不就没法找上门来报仇了吗？那我岂不是少了一大笔经验值？干掉他！嘿嘿，干掉他！骗这家伙，让他带更多人来才行，我的剑域还能升级呢。今日我饶你一命，去告诉你们宗主和那什么妖王，孙玉莲我保上。前辈，我还活着1日，你们就别想伤他分毫。我活下来了！还不快滚！是，这就滚！前辈，你怎么样了？无妨，只是一点小伤，你先扶我进去。哇，你在装什么？这演技还能再浮夸点吗？那家伙，莫非刚才其实是强弩之末？也对，能使出那种剑意的人，怎么会是无名之辈？这里面定有古怪。赶紧去告诉师尊，可恶的家伙，我今日所受屈辱，日后定加倍奉还。还有那个孙玉莲，给我等着吧！我没事了。啊，前辈，钓鱼执法，厚颜无耻啊！这家伙。前辈，你真的没事吗？我真的没事，你别瞎担心了。前辈，这次放虎归山，我担心广陵仙门绝不会善罢甘休啊！要的就是他们不善罢甘休。可传闻广陵仙门的几位长老至少有元婴期，甚至出窍期，还有那妖王。前辈对我有救命之恩，若因为我而给前辈带来危险，我岂不是……好了，你放心，只要你待在这个庄园里，我保证在我倒下前，天下无人能伤得了你。前辈大恩，晚辈无以为报，不知前辈可愿收我为徒？若愿意，今后弟子愿侍奉前辈左右。啊，这虽然在这个监狱内我天下无敌，但我现在修为全无，如何教你啊？抱歉，我这人从不收徒。你检测到剑道体，随机任务开启，将剑道体收归门下，可获得特殊奖励。这也对，我与前辈相差有如云泥，他凭何要收我为徒？我从不收徒，但你是个例外。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徒弟了。
前辈，这是收我了？还叫什么前辈呀？该改口了。前辈莫非是想收我做那种徒弟啊？可是这罢了，前辈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已经是难以回报的大恩。更何况，若是能报我孙家的血海深仇，就算是又何妨？弟子孙玉莲拜见师尊。剑道体，先天身体，世所罕见。从出生开始，体内就孕育着庚金之气。收其为徒后，可得到特殊奖励。好。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奖励技能剑意点化，可通过灌注剑气将生灵点化进阶。灌注剑气，可在领域内，我的剑气不就是无穷无尽吗？试试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这怎么可能？这老枯树居然……好浓厚的生命精气！我的伤势都在快速恢复。这等近乎仙术手段，普天之下闻所未闻。这家伙绝对是仙人！这等近乎仙术手段，普天之下闻所未闻。这家伙绝对是仙人！看来光灌注剑气也只能这样了。这片区域的养分太稀薄，能长成这样已经是极限了。不过反正剑气不要钱，我全都要了。玉莲，你可知我为何收你为徒吗？弟子愚钝，不知道师尊的深意。但师尊若想要，弟子也不是不愿意。只是会不会太快了？我还没……我这好不容易收个弟子，没什么大毛病吧？天云大陆幅员辽阔，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天之骄子。他们要么有着强大的体质和血脉，要么有着奇遇和机缘，使得修仙界群星璀璨，强者频出。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我能被师尊收为弟子，自然是第二种。错，你两者都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女娃子还有特殊体质不成？这不应该呀！若真的是特殊体质，以我妖王的实力，怎么看不出来？师尊，您是说我也有强大的特殊体质吗？没错，你的确有特殊体质，这或许也是你被妖王盯上的原因。师尊，那我是什么体质呀？厉不厉害？当然厉害，你的体质乃剑道体，最适合剑修。不可能吧？体质可以分为废体、凡体、灵体、特异体、异荒体、神体以及道体。我堂堂妖皇也不过是特异体，这个小丫头居然是最高的道体。剑道体，这就是我被广陵仙门和妖王盯上的原因吗？区妖王和广陵仙门应该也没完全看透，否则他们就不会派几只妖将来抓你了。可是，师父，我从小就资质平平，而那些天之骄子都是从小就崭露头角。剑道体不同于普通的体质，觉醒之后才能呈现出绝世资质。不然，别说广陵仙门了，就是天云八大仙门，恐怕都坐不住，会来出手争夺你。如果我有力量，当初我的家人也不会。恳请师尊教我，如何才能觉醒剑道体？弟子想要报仇。
那么，就从感受我的剑意开始吧。师尊，就是那座庄园。看着好像很普通的，没想到居然有高人会隐居在这种地方。这是好浓郁的生命精气。上次我们来的时候还没有啊。从未感觉过如此充沛的灵气，好像根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样。仿佛身处灵气海洋之中，被无穷无尽的生命精气包裹着，每一寸肌肤，每一缕秀发，甚至连呼吸也……有人！哎，师尊，这就是我们追的那头傻狗。看来他被那位前辈收养了。啊，傻狗！切克闹！怎么会有妖王在这里？而且已经发现我们了，好像随时要扑上来一样啊！看来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嘛，知道本大爷的厉害。好，本大爷就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人类，还不快下来给本大爷！太烦了！玉莲刚在感悟剑意，你可是瞎叫唤什么呢？啊？哦，原来是你们啊！这边这位大爷是……竟然把相当于分神期的妖王当看门狗一样教训，这得是多强的神力啊！至少也是渡劫起步。世间竟有如此默默无闻的强者。前辈，这是我们的师尊，也是圣剑仙门的当代尊主。我们是来感谢前辈你送的木雕的。哦，原来是圣剑尊主，我……老朽见过前辈，不请自来，还请恕罪呀。这就好了，一个老头都喊我前辈，明明我的岁数连你的零头都不到啊！客气了，那进来吧。好，那老朽就叨扰前辈了。这趟赌对了，这可是一条至少渡劫期的大腿，要是能抱上……不过以我的修为，居然前辈身上一丝灵力波动都感知不到，难道是修为高的太多了，才令我无从察觉？没想到前辈修为竟如此高深，莫非已经修炼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以我的修为，居然前辈身上一丝灵力波动都感知不到，难道是修为高的太多了，才令我无从察觉？没想到前辈修为竟如此高深，莫非已经修炼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也许吧。我那哪是什么返璞归真，我是压根儿就没有。我徒弟正在感悟我的剑意，咱们就不过去打扰他了，这边走。前辈的这座庄园，简直堪比那些洞天福地啊！恐怕只有那些远古洞府能营造出如此异象。差不多吧，可惜这儿的土壤实在是贫瘠啊，我用剑气灌注也只能这样了。前辈啊，上次赠予我徒儿的雕像，解我仙门困境。今日老朽来拜访，还请前辈收下这点谢礼。这土，还有这把剑是？此土乃神息壤，是我先祖从成仙地带回来的神土，传闻可以用来培养神药。至于剑，则是我们圣剑仙门的镇宗之宝——赤金神剑。这老头突然送我这么珍贵的宝物，不会想我罩着他吧？可我现在根本没法离开庄园呀。莫非是前辈看不上我这点宝物？可这已经是我能拿出的最好的了，还请前辈千万不要嫌弃啊！感情这不就是复合肥吗？那这些神土就献与前辈了。既然如此，我就收下了，用来种菜肯定好用。不愧是高人呐，神息壤居然用来种菜。不过这也是件好事，
高人能收下我的礼物才好巴结。哦，先前我宰了几头牛腰，正在炖，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啊，老朽叨扰了，有门啊！这时候牛肉应该炖得差不多了。木兰姑娘，麻烦你帮忙将炖锅端过来。还是我去端吧。啊，香气扑鼻，看来就是这个了。居然纹丝不动。等等，这锅不对，这鼎，莫非是此前从天而降的神器？无数门派都在找他，可堂堂天降神器，居然被高人当成了一口炖锅。这么大一锅牛肉，让老人家端过来，着实为难了。还是让我来吧。啊，师尊，你这是怎么了？木兰，你注意到他的炖锅了没有？那炖锅就是不久前坠入凡间的神器。什么？那师尊，我们恐怕不久前的天破事件也和高人有关系，但这已经不是我们可以参与的了。啊，那师尊，你说前辈的修为得有多高呀？不清楚，但最低也是地仙境，难怪自始至终我都看不透前辈的真正修为。地仙，好在当初追那条狗进来的时候没有得罪前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呀。盛好了，都来尝尝吧。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好充沛的灵力呀！细滑的口感，牛肉的味道完美融入其中，好像徜徉在放牛的草原上一样。感谢前辈盛情款待，我们几人就不便叨扰了。有空常来做客。好，过些时日，老朽必定来访。我的修为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突破到化神境了。师尊，你突破了？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前辈的庄园流转着浓郁的钢筋大道，剑气冲霄，而且还有9天神鼎烹饪肉汤，诸多因素之下，短时间就能将我的灵力重新淬炼一番，突破化神期也只是顺理成章。好，有了复合肥，就可以在庄园种各种水果吃了。有果子在发光，我去，居然是人参果树！怎么有个人啊？哎呀妈，遇到鬼了！那是什么？竟然变成人形了！加了复合肥，这树是要成精吗？不对，那不是成精，它是在凝聚仙灵。老树下面有精气凝聚人形才是成精的征兆，但老树下面弥漫的是仙气，绝对不是成精，而是成仙了。只有树木聚灵，化形精怪，才会有这种生命精气贯通天地的异象。好强的灵气啊！怎么回事？光华如潮，生命精气冲霄，用树木成精在化血啊！可这如此惊人的动静啊，那得是什么等级的精怪啊？黄继天，那里生命精源如海洋浩荡无边，恐怕这次化形不简单呢。没错，神树化仙灵，也不知道是何方高人，竟有点化神树化灵之能，此人绝非凡人。那里生命精源如海洋浩荡无边，恐怕这次化形不简单呢。没错，神树化仙灵，也不知道是何方高人，竟有点化神树化灵之能，此人绝非凡人。我们也跟着过去瞧瞧。若真的有逆天机缘，搞不好我们这把老骨头也不堪寂寞了。承蒙仙尊点化，凝聚灵身，从此踏入仙途。从今往后，小仙自当以镇守庄园为己任。小仙尚未有名字，还请主人赐名。赐名嘛？你既是人参果树重生，化为仙灵，
算是受大道眷顾，也是你的机缘。而后甘愿镇守庄园，那就赐名镇元吧。镇元，镇元子谢过主人赐名，今后自当竭力守护庄园。喜欢就好，咋就变成镇元子了呢？既然如此，镇守庄园的重任今后就交给你啦。谨遵主人法旨。连仙灵都能凝聚出来，看来这复合肥的效果相当不错呀。仙人就是仙人，居然能让神树成仙，此等手段匪夷所思呀！长老、妖王，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片庄园。这附近有点不对劲儿啊！之前那冲天而起的仙灵之气，有点瘆人啊！10万荒山是妖族地盘，由我出手，没有人敢动我们。啊，也对，妖王阁下气息滔天，神通广大，岂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庄园？没想到这么快来了，不枉我演那出戏。这妖犬看上去倒是有几分实力。这功法好生霸道，居然不修炼就吸收周边灵气，待会儿一定要把这修炼法门搞到手。没想到南荒古域当中，居然还能遇上资质如此惊人的土狗。如此一想，绝对是妖怪当中的天纵奇才啊！若是能收上此狗当灵宠，将来必能成为一大助力。喂，那边那条小狗，你可愿意做我宗门护宗神兽？这好歹也是我妖族，怎可屈于人类之下？小狗，你可愿尊我为主，当本牛魔王的左膀右臂？啊！你要收我为左膀右臂？如你愿意，本王定保你将来裂土封疆，诚惶成圣。就凭你也配？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敢来这儿撒野？狗改不了吃屎，在这也不过给人类看家护院。我吃上喝辣，难道不够好吗？同为妖族，给你个选择。爬过来向我俯首称臣，要么像你这种妖族耻辱，就没必要活着了。我去，这土狗什么情况？你这蠢狗，没想到还有几分实力。有几分实力？要不是我先前受伤还没恢复，轮得到你这小牛妖嘲讽大爷我？有吗？这气息，这土狗居然也是妖王！这怎么可能？哇！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居然有一头妖王！那家伙上次明明就是只贱兮兮的傻狗啊！我不知道啊！等等，能让妖王看家护院，那家伙……哟，你们终于来了！啊！广陵仙门的长老和那牛魔妖王居然全都来了。此人就是与妻子说的那人，明明看上去毫无修为，却可以驱使一头妖王，这里面必定有鬼。就是阁下残害了我门派弟子。哼，一群不长眼的人渣和废物，废了又如何？你说什么？且慢，他居然在故意激怒我们，如此有恃无恐，此人实力恐怕远超我的想象。住！今日我广陵仙门恐怕已到了存亡之际，没想到这盗贼的鸭子还能找到一尊靠山，给我广陵仙门带来如此灾祸，真是可恨至极。早知如此，阁下愿意替那孙玉莲出头，想必也看出了他有不俗的资质，想收入囊中。修仙界实力为尊，我广陵仙门愿意退让。阁下若愿高抬贵手，我等来日定会上门赔罪。啊！我去，这不对吧？他居然不让这冲上来要灭了我！
这家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多谢阁下手下留情，我们这就走。慢着！想走？那我剑玉池怎么办？孙玉莲如今是我徒弟，你们广陵仙门勾结妖魔，灭他满门，对我爱徒犯下如此恶行，你却和我说，居然想这么一走了之，你觉得可能吗？我徒弟，你们广陵仙门勾结妖魔，灭他满门，对我爱徒犯下如此恶行，你却和我说，居然想这么一走了之，你觉得可能吗？武长老，大长老，我早说了，咱们直接灭了他。我看这家伙说不定就是在虚张。我去，什么情况？阁下，我广陵仙门的确承诺将孙玉莲送给了妖王，但灭他满门并不是我下的命令，这都是武长老自作主张，希望他的命能让阁下满意。这家伙好狠的手段，连我的实力都还没真正摸清，就把自己的一个长老叫出来顶罪。哼，这家伙真是心狠手辣到了非人的地步。可这样的广陵仙门，竟然还被人们认为是名门正派，修仙界真是残酷无情。还好如今我为刀俎，他为鱼肉，这种修仙界的重置绝不能放过。好东西，空口无凭，你以为一条人命就能抵消你对我爱徒犯下的罪孽吗？阁下，还请适可而止。一位长老以命谢罪还不够吗？若你还不肯善罢甘休，广陵仙门也只能在这里和你同归于尽。只是为了一个徒弟，何必呢？你说的也对，玉莲毕竟才拜我为师，那么原不原谅你，还是交由他自己断绝吧。不二，如今你的仇人就在面前，你来把他们都灭了。可师父，他们的修为都比我高呀，而我才……你已经领悟了我几分建议，我说你能你就能，去吧。有些仇确实还是自己亲手报的好。今日只要有人能在接下来决斗里战胜我徒弟，我保证不会对他出手，如何？虽然手上的剑是把绝世宝剑，但此女连金丹都不是。前辈此话当真？自然当真。去吧，玉莲。遵命，师尊。广陵仙门，我孙家的血仇，你们休想一笔带过。今日就由我亲自来报。区区小辈，大言不惭！若不是你攀上了靠山，老夫早就……玉西子在，去同他决斗。遵命。孙玉莲，别以为你拿着一把神剑，有人给你撑腰，就能好快的。废话真多。检测到徒弟孙玉莲击溃筑基修士，获得400点剑玉值。玉莲拿的人头也算分，不错不错。剑技确实了得，但修为连金丹都不是。三长老，请吩咐。击败此女，但切记给她留一条命。虽说此人信誓旦旦绝不插手决斗，但就怕他之后以我们灭他弟子为由来报复。可恶的家伙，我广陵仙门何时受过此等屈辱？等这次想办法脱身，日后找到机会，定要此人好看。先废你双手，到时候看你这个师傅还会不会为你这个残废和我们决斗。还算有几下，可惜到此。等等，这偷听的剑意，怎么可能？不好，剑意会呀，身体都不要了。怎么可能？什么？这……我居然真的战胜了一个元婴期，可是为什么他刚才看上去像是吓傻了一样？莫非是师父在暗中助我？检测到徒弟孙玉莲越级击溃元婴修士，获得3000点剑玉值。师父他真的……
者是谁？大长老，刚才到底是不知道。那一剑虽漂亮，但三长老的实力明明足以轻松躲过。可会不会是那家伙暗中？不清楚，但我刚才没有看见那人有任何动作。老四，你去试试，记住，这次尽全力灭了他，不要留手。我吗？可是我的实力连三长老都……三长老说不定只是大意了，还不快去！你不去，难道要我去吗？你这疯狗！你好歹也是堂堂妖王，居然要为一个人类和我拼命！你懂个屁！我这叫识时务者为好狗。哦，那我今日就替妖族灭了你这败类！太小看我了！暗夜领域，暗夜领域，这怎么可能？你在看哪里？就凭你也想要灭我？你难道是暗夜妖王？现在才认出吗？好啊，俺老牛真是没想到，堂堂暗夜妖王居然给人当狗使唤！修炼了不过区区100余年的小辈，你又知道什么？好啊，俺老牛真是没想到，堂堂暗夜妖王居然给人当狗使唤！修炼了不过区区100余年的小辈，你又知道什么？本王没负伤钱，灭你轻而易举，可那能轻而易举灭了我的天蓬妖皇，却……挺好，你和广陵仙门的人勾结在一起干什么？本王根本没兴趣。可孙玉莲如今成了他的徒弟，你还找上门来，就是自取灭亡。这就是你给那人当狗的理由？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等于背叛妖族？现在你还有机会，和我还有广陵仙门一起干掉那个人类，夺回那个有绝佳炉鼎资质的小妞，否则整个南荒的妖族都会知道你背叛的事情，你将自绝于妖族。本来想饶你一命，但看来这货不值得活下去。终于轮到你们了，谁先来？不要怕，我已经弄清楚他的情况了。这个女人一定是悟出了极为可怕的剑意，所以哪怕修为低，却能让人的意识和身体被他的一招一式所蕴含的剑意所震慑。但他的剑意还不精进，一会儿你燃烧神魂，直接拼尽全力，那家伙肯定会出手救自己徒弟，而我会拦住他。我们俩化神期的拼命攻击，他应该拦不下。可是孙玉莲都喊他师傅，他岂不是还要更强？我们真的……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必须有人活着回去。我明白了，孙玉莲，讨教了。这就是化神境吗？比元婴也强了太多。大长老，快！不！你这个……这是……我要你们连灰烬都不剩下！支援！已经解决了，主人。哦，辛苦了。另外，叫我先生就好。一个大男人喊我主人，感觉怪怪的。这怎么可能？那可是一个化神境的自爆，居然就这样被解决了。不对，我现在该逃命才对呀！想跑？急了！仅仅是一片树叶。哎呀，真是够狠的啊！连自己门派的2把手都用这种手段残害。广陵仙门居然还被人当作名门正派。你到底是什么人？这样的实力，修仙界不可能没有你的一点名声。和你这种小人没什么可说的。玉莲，报仇吧。
是牛魔妖王，太好了，说不定我还有救。妖王殿下在这里啊！狗子没打过吗？快救我！救！糟了！一不小心被这家伙逃到这儿，那家伙一会儿不会又以为我没办好事折腾我吧？抓苏玉莲不是我的主意啊，都是那可恶的妖王胁迫我干的。我是为了广陵仙门才不得不替他办事的。你个无耻人类！我可没逼你，是你自己送上门来找我合作的。饶我一命吧！饶我一命吧！我真的当初没有下令灭你全家。不，别听他的，就是他下令灭你全家的，我才是不知情的那个。那时，我的家人也一定向你们求饶了吧？可你给他们机会了吗？爹娘，还有大家，今日我替你们报仇了，替你们报仇了。好了，师傅，不哭，大仇得报，今后你的路还很长呢。那么接下来，饶我一命，我愿俯首称臣，给你们做牛做马。去，解决了，牛妖王的肉大补。这根妖王牛肘已经比普通牛羊好吃太多了，不知道牛排什么口感？哦哟，快准狠，不错哦。若没有师尊暗中助我，复仇之事定没这么容易。大仇得报，今后定当为师尊马首是瞻，师傅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哎，这就不用了。为师给你们做一锅烤牛肉串，下锅，起火，开始撸串。哎呀，真香啊！师尊，人参果好像长大了一些。哦，《西游记》里面人参果可是神果，闻一下就能活3600岁，吃一个就能活47000年。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夸张，但好歹是神果，在这方世界怎么着都能增加点修为吧。人参果可是神果，闻一下就能活3600岁，吃一个就能活47000年。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夸张，但好歹是神果，在这方世界怎么着都能增加点修为吧。味道鲜美，汁多味甜。不过感觉没有增加什么修为啊。果然，毕竟不是真的人参果树，充其量也就是好吃的水果罢了。啊，你们先吃，我去外面看看。这位施主，请问此乃何地呀？老夫在此迷路了。这是什么破演技？什么人都能迷路到南荒古域来？各路妖怪改吃素的了不成？老爷子，你叫什么名字啊？家住哪里？几口人？老夫名叫宋云，就一普通农民。农民？你们这种世外高人就是老不正经，能不能别装成一副普通农民的模样忽悠人呢？啊，我们刚开饭，既然来了，那就进来喝杯水，吃点东西吧。进去还是免了吧。别的修仙者哪一个不是高高在上的？这老头怎么横看竖看就是个农民的模样？你住在这里，难道就不怕被妖怪盯上吗？有妖怪盯上我才好呢。来这儿的妖怪不是给烤了就是给炖了，也只有我是大铁，活了狗命一条。这里可是南荒，敢肆意惹妖怪，难道此人真的是隐士高人？此人居然没有任何灵力波动，还得试探试探。小伙子，既然这么有心，给老头子我一杯水吧。宋老头，不知你想喝点什么？老朽走南闯北，什么玉液琼浆都喝过了，随便就行。这表情真让人不爽，你是来装13的吧？既然这样，那咱们今天就别喝茶了，喝点有意思的吧。
这可是我用各种水果和极品灵药酿造出来的灵酒，看好了你。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就你这小家伙，也好意思在老朽面前炫耀宝物？这是什么酒啊？仅凭酒香就已经让人陶醉了。嘿嘿，不就装13吗？谁还不会了？这小子居然有堪比仙酿的美酒。传说中，修仙界曾经出现过4大仙酿，分别是酒香灵酒、红桑仙酒、红罗仙酒、红尘一丈青。每一种仙酒都可以快速提升修为，甚至进行突破。这美酒若是拿出去，随便一杯都可以换到各仙门的镇宗之宝。冷静，一定要冷静，绝对不能在他面前表现出大惊小怪的样子。卡在化神期巅峰多年的瓶颈，居然突破了！仙酒绝对是堪比4大仙酿的仙酒。此人到底是什么来路？看似普通人，可是拿出来的东西却如此惊人。不行，我不能给他比下去。小兄弟，给你看个宝贝。谁要看你胯下的宝贝了？你且看看我这果子如何？果子？搞半天不就是一荔枝吗？就这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炫耀？此仙果可是我闯入成仙地，拼了老命才得到的圣果。这人这么震惊，也是情理之中。怎么样，小兄弟，想不想要啊？就这东西我想吃，以前可是能吃到吐。什么？这可是玉髓神果，你当这是大白菜？以前还吃到吐，吹牛皮不带这样吹的。也对。虽说这是修仙世界，可也毕竟是古代。听说古时杨贵妃想吃颗新鲜荔枝，都得不远万里送去呢。好，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我的玉髓仙果，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比得上我的仙果。你的水果在我看来实在是太烂大街了。罢了，今天带你见见世面吧。老夫走遍整个修仙界，还有什么世面未见？我倒要看看能有什么。这里是，里面居然别有洞天，随便一片灌木都是稀世珍品。那不是，竟然是传说中的人参仙果。老夫今天竟能有这等奇遇！何人擅闯？哎呦，居然是修成仙灵的人参果树灵！老夫方才鬼迷心窍，失礼了，还望海量。主人啊，不，先生，这家伙方才不问你就想偷摘果子，要怎么处理？什么？实力至少渡劫期的仙灵，居然向这小子行礼，还尊称他为主人。随手都能拿出仙酒，连仙人都要称他为主，难道他是天仙，或者是更高的仙主？怎么了？又来一个土包子！喂，宋老头，你装什么犊子呢？饿了？走不动路了？明明就是修仙高手，却非要装成农民。行吧，看你这么喜欢水果，给你摘一个吧。装什么犊子呢？饿了？走不动路了？明明就是修仙高手，却非要装成农民。行吧，看你这么喜欢水果，给你摘一个吧。你居然要把神果给我？就一普通果子，看把你激动的。这可是能增加寿元的人参果呀！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有剑玉在，我是真的不缺这些东西。唉，而且我也不能修炼，只能尝尝味道。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这是神果，传说中吃一颗就能增加4万年寿元的无上神果。你他喵当神果是大白菜呀！不能走出无敌剑域，孙玉莲实力不足，让狗子出去我也不安。眼前这家伙不就是最好的劳动力？不过
得让这装农民的老家伙心甘情愿。算了，看你这样子，直接收下也心里不安。那你就帮我跑个腿吧。恭敬不如从命，请您开口示下。毕竟是神国呀，这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得到这种机缘？像是这种绝世大佬，说是跑腿，但也绝对不容易做到。不用这么严肃，只是让你帮我弄个200斤猪肉来。毕竟，你看我养了只狗子也不容易。养了只狗子，这居然是一只妖王！他居然把一只堪比分神境的妖王当狗养！仙人，或许真有可能是游玩凡尘的仙人。若真是仙人，那刚才说的跑腿，或许不是简单的买200斤猪肉。毕竟这可是换取人参果，怎么可能这么简单？或许这是上仙对我的考验，若能通过考验，上仙或许就能赐予我天大的机缘。喂，宋老头，你这是怎么了？难道还嫌贵吗？不好！上仙对我犹豫不满，再犹豫下去就要错过这桩绝世机缘。我得站好队，效忠上仙。先生大恩，老朽没齿难忘。我宋云在此立誓，若先生有任何差遣，老朽甘愿效犬马之劳，万死不辞。这家伙是脑补了什么吧？那你去吧。是。没问题吧？既然这是对我的考验，那我必须给上仙玩得漂漂亮亮。上仙要的猪肉，又岂能是普通的猪肉？这样下去不行啊！从宋老头离开开始算，都3天了，都没人自己上门给我加剑域值啊！如果没有剑域值，我自己不能修炼，就只能在这不过半径550米的范围内活动啊！而且获取物资也不方便啊！别人把我当饮食大佬，但我实际上只是一个还需要3餐饮食的凡人呀！这让我去哪儿搞物资啊？狗子实力倒是不错，之前表现的也蛮忠心的。不过这家伙毕竟是妖王，我有些不太放心让他去人类城市。这妮子虽然在大仇得报后就一直修炼动力十足，修炼进展也很快，但还是实力太低了呀。所以就不能有啥办法吸引人来找打吗？什么妖王妖神的我不挑，元婴化神也行啊。我希望不会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吧。有人？那是这里灵气居然如此充沛，那是仙术吧？什么地方啊？文艺，不单单是充沛而已。没想到来这南荒，还能遇上如此机遇。灵气的浓度已经高到化液的程度，有意思。走，下去吧。等等，那不是张凡吗？张凡，没想到你这小子居然还活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变成一个凡人了吗？你这是什么态度？居然敢对我师父如此无礼！师父，小妞长得不错啊，玩得挺花，张凡。不如你喊我师父吧，我可以教你的更多。这家伙，给我上！师父，我自己来处理。我和他们正好有点渊源。哼，真让我没想到啊，张凡啊，我还以为你从宗门狼狈逃离后，已经葬身这南荒之中呢，还能在南荒这种环境下替我攒下这么多灵草仙药，还找到这么一个娇嫩的女孩子，我得好好感谢你啊！我的张凡师弟，翰离宗门前给我留下机缘，来到南荒也想着我，给我准备好这么多好东西。来人，我说，演艺界宗有名的废物公子，和你爷爷大长老同为宗门支持的文艺大公子，你是不是忘了以前的你是怎么被我教训的？我的手啊！
所有人给我上！上少爷，给我干掉他！以前的你是怎么被我教训的？我的手啊！所有人给我上！上少爷，给我干掉他！给我抓活的！我要千刀万剐了他！去。击溃一个筑基形式，建议直加50点。击溃一个筑基，那是顶级的神剑。等等，此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此事是我们演艺剑宗的内部事情，与你有什么？敢侮辱我师父，还想伤人？你和我说这是误会，付出代价吧！人太甚，别以为仗着一柄神剑就能打败我。让你见识一下我苦修了50年的千眼剑。怎么可能？什么，我的文大少爷，现在还嚣张吗？我错了，我错了。算了，我大人有大量，你给我磕100个头，我就让玉莲饶你一命。100个？对不起，饶我一命！对不起，对不起！这家伙的表情啊，他不会又要……对不起，饶我一命！算了，你滚吧。先放我一马。没长耳朵呢？我师父说让你滚，没让你走。张凡，还有那个可恶的女人，你给我等着！等我爷爷来，你们就是跪在我面前求饶，我也不会饶过你们。他喵的，我一条狗都能猜到这小子想干什么了。人类是不是大多数脑子都有坑啊？就看不出来这家伙巴不得你带人来吗？人类修仙的，果然一个个都是内心肮脏的家伙。赵云现在还是缺乏人手啊。我不能出剑域范围，不然就是一个凡人。而玉莲就算修炼体质不凡，但毕竟修炼时间过短，口子要看家护院。不过虽然我不能出剑域范围，但我可以考虑招人替我出去办事啊。对于这个世界的修炼宗门来讲，我这里就是一片仙府，所谓洞天福地都比不上我这里。之前给我送来复合肥的圣剑门还不错，演艺剑宗里，我师傅他们那一脉也还行吧。其他还有谁呢？从我穿越到这个世界也不过几年，接触的人脉还不够多呀。院外有动静，师傅，我去看看。骗不够是吧？你也跟上去看看呀。就会使唤我。宋云，你个贼老六！我真是信了你这老东西的邪，去灭你口中所谓的小小猪妖。你要是不谈我口中的仙人机缘，我怎么说得动你？我分享你机缘，你还怪我？宋爷爷，剑道体，没想到是传闻中的剑道体，这已经被激发，而不是隐匿不见。小姑娘，你愿意跟着我修炼，做我的弟子吗？看得出来是位绝世强者，不过，这位前辈，还是先管管你身上的伤势吧。老夫伤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万年难阵的天赋。假徒弟了还？去你的！宋老头，你找打呀！我出城。孙小姐，我这朋友就一乡下小地主，没见过世面，你不要生气啊！你才找打！这位小姑娘的师傅就是我口中的那位仙人。你和仙人抢弟子，是嫌自己的天劫来得太晚吗？他是仙人的弟子，也难怪小小年纪就有这修为了，不愧是仙人的高徒。那个，两位前辈，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先处理自己身上的伤势吗？对对，先生在里面吗？实不相瞒，老头我此行是来请罪的。请罪？啊？什么情况这是？一副狼狈样，还带了个高手。我去，我只是让他帮我买点猪肉，结果怎么变成了这样？
闯进猪妖窝也没这么惨吧？老爷子，您这是咋了？先生给了我神果，我本想帮先生您弄点猪妖肉回来，本以为和我这老朋友一同出手便可手到擒来，没想到居然失了手。妖肉！看来邵先生没有生气啊，这样就好，养好伤我就和老黄再去一次。哎，老爷子，你这一把年纪就别折腾了。我说怎么这位老爷子帮我买个猪肉，这么多天都没回来？感情他这是想太多，搞事情去了呀。让先生你失望了。不过先生放心，我和这个老不休之后会再去找猪妖，一定帮先生您弄回好吃的猪。不小心拍中了。帮您弄到猪肉。算了，你们这样子，还是先帮你们治伤吧。这是之前广陵仙门那群修士身上弄来的战利品，不过是普通的疗伤丹药。如果我用无敌剑域的力量的话，群修士身上弄来的战利品，不过是普通的疗伤丹药。如果我用无敌剑域的力量的话，你们俩也不要疗伤吧。谢仙人。这果然是仙丹呐！单单是恢复了伤势，我以前的陈年暗伤也都好了。我觉得也排除了身体的部分杂质，资质好像也提升了不少。多谢先生，多亏先生的仙丹，我俩伤势才能转眼就恢复。仙丹？这只是……算了，恢复就好。今天这是怎么了？外面总是传来这种巨响声。会是那只猪妖一路跟着我俩到上仙这边来了吧？好强大的妖气，这甚至是妖皇了！可这陌生的气息来的是哪位？赶紧给我滚出来！让个老色魔！哦，色魔他们。我听闻西域修仙者有一种邪术，可以利用妖怪采阴补阳提升修为。这两个老头莫不是？那个两位老爷子，你们是不是对这猪妖做了什么？先生，你把我们当什么人？我俩怎么说都是个化神大修士，再怎么着也不至于对一个猪妖做什么呀。哦，这倒也是。说不定这俩好这口呢。马三系已经双修了解一下。不过老爷子，你之前说的猪妖，该不会就是外面那只吧？就是它，本来只是一只普通的猪妖，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却觉醒天赋神通，而且颇为厉害。也许和前不久的破天事件有关。自从天空被打破后，近段时间天地灵气似乎增加了不少，不少地方都发生了一些怪异的事情。我不说，就谁都不知道那个鼎是我打下来的。那是只山康，虽然有传闻说山康一族是神界一个神灵的后裔，不过我记得山康一族其实就和普通猪妖差不多，没啥特异，就是吃起来味道比普通猪妖好吃。吃，你们就知道吃，一天到晚就知道吃，你们怎么不做个饭桶啊？我们刚刚是被猪妖骂饭桶。先生，这头猪妖有那么点与众不同，它比较会骂人。比较会骂人？我说俩老头好歹也是化神修士，怎么会躲到凡人庄园里？还是个小年轻，你们还要脸不？不过也的确不要脸，直接闯进我家，打扰我和我老婆们繁衍后代。你们要不叫我怎么修炼的？能脸皮比我猪皮厚？你个畜生！嚣张！两个老不休，
上次你们偷看我和我老婆们生小猪崽，现在又搞偷袭，我你们是不是没吃饱饭呢？哦，我忘了，就你们这教养，肯定从小一个人生活吧？上啊！来吧！主人，这只山康恐怕觉醒了某种天赋神通。我有点好奇，他的天赋神通到底是那一身刀枪不入的猪皮，还是他那张嘴啊？两只昨晚相处时间太长了，才这么有气无力。混账！放肆！我听别的妖说起过，山康一族相比别的妖怪，比起打架更擅长吵架。但我没想到，居然这么擅长。那这山康的防御也太夸张了吧！2个化神大修士居然破不了他的防，哪怕是天赋神通，这猪皮也缩得离谱吧？大概是之前那个老头说的觉醒血脉吧。我记得以前听别的妖说过，山康的体内有妖神的血脉。就像我的暗月体一样，感觉这俩撑不了多久，不然也不会一开始就被撵回来了。不行，看来还得我出马。但剑域目前只笼罩庄园和小半个山头，捉妖的位置很尴尬呀，正好在边缘外。师傅，让我去帮2个老前辈吧。不急，和他耍耍。小子，去给那山康2耳光。把他勾引过来！就会使唤人，不对，使唤狗。混账猪妖！仙人现在一定在鄙夷咱们俩，咱们不能再这么丢人现眼下去了，不能留手了，豁出去！打人都没力气，还敢说自己是修士？可以，借我们这一招看看！这是。八方龙脉，是吗？开玩笑的啊！这，不痛不痒，八方龙脉是吧？还给你们！开玩笑的，这。不痛不痒，八方龙脉是吧？还给你们！不可能！哎，就这，行不行啊？我看你俩老头就是来碰瓷儿的。这皮也太厚了吧！哪个不要脸的偷袭我，还咬我屁股？呸呸呸！你这猪妖几天没洗澡了，真的臭，害我满口的猪骚味儿。这么一个妖王，居然搞背后偷袭，还给人做狗，你还要脸吗？终于上钩了。怎么回事？这狗就找了一个普通凡人，莫非有鬼？这家伙，莫非就是你俩老流氓找的靠山？也许我该稍微谨慎些。来呀，嘿嘿！混账东西！我今天非炖了你吃狗肉不可！就是现在！这可是我祖传的最强防御天赋，化神都破不了。什么？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我在无尽南荒大山中一路横行霸道的防御天赋啊！寻常妖皇都难以匹敌，居然一记就……开放喽！对不起，我错了，我的主人，伟大的主人，就饶过你可怜的宠物吧。这还好我能伸能屈，不然我今天就要变成烤猪了。不愧是上仙，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击破的防御，上仙居然随手就能击破，这条大腿咱们真是抱对了。刚刚说我给人做狗，
那你这甚至还觉醒了血脉神通的妖王呢，怎么也不要脸了？我倒是之前没有认出我的主人在这里呀，是我离开主人您的时间太久了，主人，俺老猪想死你了。咱俩大腿还没抱上，这猪妖先抱上了，臭不要脸，岂有此理！恶心死狗了！这猪妖脸皮真厚。哎呀，这世道真是变了，连猪都比有的人更有眼力劲儿。不过你得给我个不宰了你吃肉的理由。就是，我能给主人看家护院，你这猪留下，除了能造饭还能干什么？要我说，不如还是宰了做烤肉吧。俺啥都能干，俺老猪当年也是10里8乡有名的俊小猪。翻地、打洞、松土、搬货，俺啥都能干，而且保证干得又快又好。多个苦力倒也不错。不对，更重要的是，这家伙嘴炮毒舌能力一流，又不容易被打死，说不定正好替我去监狱外吸引仇恨。行，那你就留下来吧，我给你找个地方搭窝。谢主人。这庄园简直就和仙境一样，到处都是灵草仙药，甚至还有神果。大惊小怪。我说这狗妖王怎么会甘心给人当狗了？这要是能天天吃灵草仙药，换我也愿意做狗。主人，俺老猪就一粗人，哦不对，粗妖。住这儿岂不是玷污了这片洞天福地？更何况您早上起来巡视花园，要是看见我一头猪在这乱拱，那多煞风景啊！您卑微的仆人只求在庄园外挖个坑洞就可以了。哦，这猪也太不要脸了！不管怎么看，还是忍不住想说，这只猪妖是真的不要脸呐！确实不要脸，不然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吃红烧肉了。抱歉，先生，是我俩办事不力，耽搁先生享口福了。没事没事，我本身就是嘴馋了，让你们搞点普通猪肉。哪能想到你们俩老爷子会去南方大山深处惹了这猪妖出来？先生放心，我们这次一定会办好。你们这次别再曲解我的意，不能再让先生失望了，不然我们的成仙机缘就没有了。这两位老爷子真的是急性子。算了，玉莲你继续修炼，狗子你盯着山坑干活，我先睡个午觉。老黄，你回去就把你的那些孙子孙女带上，也好在上仙面前讨个面熟。万一，对吧？你也带上你的徒子徒孙们，有一个像孙小姐那样就好了。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办得漂漂亮亮的。那似乎是演一剑宗的人。演一剑宗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出山门？看他们去的方向，好像是上仙庄园所在的方向。有上仙在，谁敢闹事？演一剑宗的人，演一剑宗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出山门？看他们去的方向，好像是上仙庄园所在的方向。有上仙在，谁敢闹事？可能只是同方向而已。也是，不过要是演一剑宗惹了上仙，倒也是我的一个机会，在上仙面前表现表现。爷爷，那小子就在这里。张凡那小子不知道怎么哄骗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女剑修，在庄园里保护他。你放心，爷爷一定给你报仇。所有人，包围住这个庄园，一只鸟都不能给我飞出去。遵命，大长老。哼，到时候我一定要让张凡那小子跪在我面前。那一定。我还会让那个伤你的女娃子给你暖床，搜刮庄园里所有的灵药，看能不能让你的断手重生。又是你们，演一剑宗的败类！上次饶过你们，这次还敢来？
就是你这小姑娘打伤了我孙儿，年纪轻轻，下手居然如此歹毒。我师父留你那狗孙子一条狗命，没想到你这狗爷爷居然又送上门来，真是自取灭亡！放肆！小心！我说，好家伙，大爷，我刚拉了一坨大便，嘿，简直就是照镜子，这大便可真像你哟！你这无耻的妖类！是，你这人族大修士。哦，不好意思，你看我记性不好，怎么又把你当人看了？你，都给我动手！见证！让这找打的猪妖见识一下得罪我们演艺剑宗的下场！本事不大，口气挺大呀！你这是刚从厕所出来，没擦嘴巴？来吧，一群不像我从小有妈妈教养的崽子们！敢对玉莲小姐出手，你们真是胆大！李唐，剑气！雕虫小技，这两只是妖王。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张凡那小子身边居然还有妖王？我也不知道，我上次来不知道有妖王，这个小子怎么可能能指挥得动妖王啊？哎呦，回去等我好好收拾你！齐大阵，就算你是妖王，我也不信你能挡下。哼，我演艺剑宗名震南荒靠的就是剑阵。来吧！哈哈，你们演艺按摩宗这剑阵按摩的的确舒服。我也不能落后于这只猪妖，不然等会儿主人要说了。怎么可能会连这只猪妖的皮都破不了？慌什么？所有弟子运转功法，由老夫指挥，灵力汇入剑阵。师傅，这群演艺剑宗的人又来了。无妨，我等的就是他来。妖王，剑阵。这波好像玩大了，要我跑路。什么时候？我这刚认的主人也太阴了，一声不吭的。不是，老猪我先上了，我随后跟上。孽畜，守住吧！老子是山坑，祖上可是神。好机会！哼，你们觉得老夫会这么没经验吗？既然如此，老唐，看来你的确不怎么聪明。是不是把我忘了？给我！主人，我这次可亏大了，得好好补一下身体了。不错不错，我会好好赏赐你的。还有狗子，你也干得漂亮啊！哟，大长老，好久不见呀，要我请你下来坐坐吗？哼，小子，你和妖怪勾结，残害同门，我会回去禀报宗主，将你革出宗门，剿灭你。那你也得回得去才行啊。目标进入无敌监狱范围，可就地处决。哎，等一下，要不要放他们回去，再带来些经验？算了，宗主和其他长老人还是不错的，在演艺剑宗做弟子的那段时间也算不错。你们还是留下吧。张凡，哎呀，又是一波大丰收啊！消灭一个出鞘境界的敌人，获得剑域值。你们这段时间表现不错，既然你们都称呼我为主人了，放心，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多谢主人。然后，这是你们这次帮我教训演艺剑宗的奖励。我的血脉在被纯化，我的也是。主人，我的天赋神通好像变得更强了。主人，我也崛起了一个天赋神通。一直羡慕着猪妖的血脉天赋神通，虽然这次他的天赋神通加强了，但现在我也有了。哎，你们都展示一下。
变卖天赋神通。虽然这次他的天赋神通加强了，但现在我也有了。哎，你们都展示一下。我新的天赋神通可以操控土了。怎么样，主人？到时候再和别人打架，老子我一招手就是正义的围殴。好强啊！真好，这么强大的实力，肯定能帮上师傅很多忙。嚯，看来有这头猪在，再也不用担心苦力的问题了。嘿嘿，不压着你，我都不好意思了。主人，你看我的！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子没光了？孙玉莲小姐别怕，是我的天赋神通。以前吸收光源只是单体释放的幻觉，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吞噬周边光芒，可以限制群体视野。好棒啊！我的天赋神通还有另一个效果，嘿嘿，就是像这样潜入到影子里，无法看到我。嘿嘿，这就是在妖族中独霸一方的妖王吗？主人，我能求你一件事情吗？有话快说，别在我面前做出这副姿态。我想回去一趟，把我老婆们和孩子们都接到主人您这边来。我自己不能出去，本来就想着找一群人来替我跑腿。啊，可以啊。哎，狗子，你也可以去把你的族人带来。哎，多谢主人。家人。哎，你师傅我就是你的家人。啊，嗯。还有我们也是你的家人。好啦，就这样吧，你们去把你们族人带来吧。好嘞。等一下，前面有动静，怎么这南荒大山越来越乱？不好，是妖族，是猪妖，师妹们小心！师父，看来我要让你失望了。你们继续跑呀，好像有人要追上来了。妖族和我们人族一直有血仇，为什么这群猪妖不出手？不对，现在不是思考这个的时候。师妹们，快走！你们跑不了的，万花谷的小妹妹们。这里怎么还有一群猪妖？别，你们当我们不存在就好。你们打你们的，我们还有事情。老婆还有崽子们，咱们继续赶路。想走？徒儿们，既然遇到这群猪妖，今晚我们就享福了。这几十只小猪崽儿拿来做烤乳猪肯定很嫩。多谢长老了。你们真的是年纪不大，却急着吃砒霜，去和你们父母团聚啊！我可担心你们下去之后，你们父母会后悔，那晚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生出你们这些玩意儿了？你这猪妖是不想活了？你们给我愣着干嘛？赶紧给我把这群猪妖给我灭了！真是群芝麻地里撒黄豆的杂交种，吃不了打哈欠，张嘴就是臭气。都给我去找你们的家人一起开席去吧！等等，别放屁！什么时候？甘蔗就和你互动，我要把你剥皮抽筋！什么？真是小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你刚刚说什么？谁咬月亮？两个妖王，快跑！我啥都没说。你这是怎么回事？一个没注意，你就和人族修士打起来了。是这群小姑娘被围剿，正好被我撞上。本来不想出手，结果那群崽种非要惹我。我本想跟着主人修身养性的。看来，不单单是修真界乱了，这大山里的妖族都乱了。能被2个妖王喊主人的存在，得多恐怖！那这群人怎么说？把他们放在这南荒里，估计也会没命。要不带回去问问主人，毕竟主人也是人族。
也行。他们的主人是人族修士，或许我可以利用这点，先寻找庇护，再趁机将消息告知宗门。多谢2位妖王伸手援助，我是万花谷真传弟子，我们愿意跟随妖王你们一起走。那就跟我来。什么情况？这，主人，这些女孩是你老婆孩子？你是看不起我老朱吗？啊，我怎么看不起你了？就他们这种马杆身材、丑八怪样的外貌，我老朱怎么可能看得上他们？那你喜欢啥样的？我有些好奇啊，这你都看不上，那你的老婆们是啥样的？那边才是我的老婆和孩子们。爸爸，你在这里啊！爸爸，老公，你倒是等等我们啊！走，跟我进屋。那边才是我的老婆和孩子们。爸爸，你在这里啊！爸爸，老公，你倒是等等我们啊！走，跟我进屋。丰满的身材，天仙一般的容貌，才能入我老朱眼。算了，所以这群女修士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了。哦，看来大山外面的修真界已经非常乱了呀，争斗都波及到南荒中了，所以你就把他们带过来了？是，我和狗子商量了一下，我觉得这群女人虽然丑了点儿，但是伺候主人你还是可以的，还能给你跳个舞，吹个曲儿。师傅才不要他们伺候，师傅有我服侍就够了。跳舞我也可以学。莲小姐，老朱我不是想让他们来和你抢主人。完了，我得罪小姐了。莲小姐会给主人打小报告，给我穿小鞋吗？那个小姐，我们只是想暂时寻求一段时间的庇护，我们已经通告宗门，到时必有后报。不过，大概这位能被2个妖王侍奉的隐士强者，也看不上我们万花谷的报酬吧？报酬就算了吧，反正庄园够大，南荒也不安全，你们留着吧。不得不说，这群万花谷弟子真的好看，一个个气质还都那么好，有点心动他们挥袖起舞的样子。那我们好像报答救命之恩的办法，还真只能奏乐起舞了。姐妹们，谨遵师姐指示。哼，师傅，我也会学怎么跳舞的。我真的不是想看哈，但话说回来，我手下救了他们，想看点好看的怎么了嘛？接着奏乐，接着舞。不愧是以琴棋书画和医术丹药闻名修真界的万花谷。哎呀，山康们把院子整得也可以啊。这里的灵草好丰富，真的就像桃源仙境一样，真好听，真好看啊！我明白勾栏听曲儿的爽了。发生什么事了？这是有2波修士在打斗。这群人真烦，就不能让老朱我老婆热炕头好好过完这辈子吗？臭肥猪拖家带口之后就胸无大志、懒懒散散，我可得跟着主人好好表现，到时候成为妖神妖仙指日可待。那依云好像在我这边来啊，好像真的在往这边来。有人掉下来了。牛皮子，等我师兄弟们来了，就把你骨灰都扬了。看我竟然发现了一块充满灵气的仙土，这么多灵药，居然还有神果，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小娘子，今晚老子可以好好的爽一下了。兄，你没事吧？三长老，你没事就好。
答应我非但没事，还找到一块宝地。小的们，给我都抢回去！一块出手别给我留下！大胆！尔等蛮族是当我玄清法宗无人否？光天化日！哪来的光天化日？你们这群玄清法宗的牛鼻子，抬头看看，满天都是你们这群牛鼻子施展法术招来的雷云！哼！你们蛮族修士不懂天道，是迷修士居然抢抢凡人的东西！兄弟，我们先抢！大师兄慎言！我等正道修士以保护六道众生为己任，岂能容你们在我们眼前犯下罪恶？你看看你都保护了什么？你们打雷的瞄准点吗？啊！不客气的抢啊！还有这更配合的苗圃。师兄，看来这宝地名花有主了。啊！哇，好可惜啊！那个，我们也无法完全控制雷法的落点，毕竟我们多靠法阵和法器来放大雷法的攻击。小兄弟，你放心，你的损失我们玄清法宗会赔偿。你们好像把宗门卖了也赔不起啊！算了，这种憨货还是不跟他计较了。不过这些蛮族修士，哎，你们准备怎么赔偿？赔偿？我族满身吉祥醒来，你们不乖乖献上祭礼，还想要赔偿？破坏了我的屋子，坏了我的灵药，还想抢我东西！不把你们变成我的剑玉池，我就不用活了。师傅，这些狂妄之辈让我来动手。玉莲小姐，还是让我们来吧。毕竟我和这肥猪才是看家护院的，今天有些失职了。又开工了，老婆孩子都带过来了，总得好好表现表现。玉莲小姐，还是让我们来吧。毕竟我和这肥猪才是看家护院的，今天有些失职了。又开工了，老婆孩子都带过来了，总得好好表现表现。这是，漂亮！这小庄园居然有2位妖王，这2位竟然还是这年轻人的仆从。喂，你们下来，我问你们一点事情。你们玄清法宗，我记得不在南荒，怎么和人打架打到这么深的地方来？啊，前辈隐修大山有所不知，我们今日不小心冒犯前辈，是因为屏障破碎，界外灵气涌入，不少老前辈有了突破，都重新出世。还有野心之辈，企图挑起正魔2道大战，这让整个修真界纷乱四起。我当初那一剑影响这么大的吗？3日前，正道之牛耳者太上宗召集我等正道宗门去三清山商讨寻找九州鼎重启阵法以及镇压动乱之事。为了这件大事，师门命我等出山磨砺的同时，清理妖魔邪道。好的，我知道了。你们也是为了正义，就不和你们计较了。走吧。那我们这就离开，去追杀那群侥幸逃离的蛮族修士，不打扰前辈了。啊，既然是我当初惹出来的麻烦，让这个世界变得动乱，我就应该负责。不过无法离开无敌剑域范围，得好好想个办法出来。什么？南荒大山中出现了仙境？没想到鬼窟宗的废物们找到的还真是仙境。看来本尊这副骨头架子也该动一动了。不管是不是真的仙人，我们先邀请对方
来参加大会吧。去通知所有长老和弟子，请出我们镇宗之宝。仙境必定是我们鬼窟洞的。随我来，将那块仙境碎片献给主神。哎呀，我派的歌舞，前辈可满意？哎呀，太满意了。先生，大事不好了！孙老头，怎么了？你俩这么着急？话说后面那是你们的后辈？老头子，我把2个儿子和孙子孙女都带过来了。老黄那家伙只带了孙子孙女和外孙子外孙女来。先生，您这庄园里有灵草仙药还有神果树的事情，已经传遍整个天云大陆了。哦，那又怎么样？意味着这里被那些大宗门和避世修炼的老不死们看上。我和老宋来的路上，就已经听闻有不少宗门和一些老古董朝着公子您这边而来。哦，真有那么多势力过来？我可真的有些等不及了。那个先生，您不担心吗？有什么好担心的？先生实力强大，自然不怕那些渣子。不过我担心他们会打扰先生的隐修，让这里不再安宁。这倒是一个问题。我早就在苦恼没有经验扩大剑域范围了。虽然现在扩大剑域越来越难，不过聊胜于无吧。啊，这个等以后再说吧。沈康，你帮老宋他们安排一下住处。得了。不过一直这么下去，吸引经验宝宝过来，也确实不是个事儿。要是这剑域能搬动就好了。哼，蛮族修士和这群魔道修士果然不安稳了。还有鬼窟族，师傅，你看。哎呦，这不是蛮族的肌肉笨蛋吗？你们这群躲洞里的骷髅，出来不怕被太阳晒成灰吗？嘿嘿嘿，我只奔着仙境来。不过多一具蛮族大修士的尸体收藏，我也非常乐意。哼，一群蛮子和魔道在这说着狂妄之语，宝物有德者居之。哎，我说你们当着主人的面这样开口，真的好吗？当着我的面吹牛，这是一点不把我放眼里啊！看来不过是仗着有2个妖王庇护的凡人而已。正好拿你这座仙境庄园给我们鬼窟洞做赔礼。仙境的确是仙境，这充沛的灵气，这闪烁着耀眼宝光的仙树神果，马上就要是我蛮族囊中之物了。这等洞天福地，怎能落入你们这些不修正道的人手中？小兄弟，你莫慌，我天剑阁在此，就容不得这些人伤害到你。哼，这等洞天福地，怎能落入你们这些不修正道的人手中？小兄弟，你莫慌，我天剑阁在此，就容不得这些人伤害到你。道貌岸然的老东西，还不是让别人加入你们宗门，以保护的名义霸占别人的东西？小子们，我们鬼窟洞行事无所顾忌，与本宗主上！万剑仙门弟子听令，剿灭鬼窟洞这群邪道妖魔，护天云大陆万众生灵。这群混账骷髅架子，小子们，将面前这些碍事的家伙都给我干碎了，抢仙境回去祭祀祖神。这算啥？在我家门口打架，看都不看我这个主人一眼的吗？公子，需要我和老宋前去制止他们吗？我们在天云大陆也算有点名气，在这些宗门前有几分薄面。算了，让他们先打吧，就是有些可惜了。
要是这些人都进了我的监狱，让我来宰了，不知道会给我多少监狱值。天剑阁的老顽固和小崽子们，还有你们这群蛮族，给你们看看我鬼窟洞的正宗之宝——噬魂幡！那是不好，快撤！骷髅真是下血本了。不过我们蛮族祖神即将苏醒，到时候再打回来就是了。现在不宜伤亡过多，撤！老排骨，这次我蛮族先放你一马，但你给我等着，等我族祖神复苏。哼！看来这片仙境，我万剑门是没法独吞了。下次叫其他正道的盟友来，一起灭了这鬼窟洞。这仙境也还有2个妖王，到时候等鬼窟洞和妖王两虎相斗，我再带着弟子来杀个回马枪。我正宗法宝面前，这天云大陆谁能挡？等我把这仙境抢到手，用里面的仙药神果突破境界，加上这正宗之宝噬魂幡，我鬼窟洞将称霸整个天云大陆。你们几个带人下去把那边2帮2世的家伙赶远点，剩下的弟子跟我去下面的仙境。主人，让老猪我来吧。老猪我这几天吃了喝了就睡，嘿嘿，正有点手痒。这位妖王，加入我鬼窟洞如何？让你做我鬼窟洞的大长老。当年我拒绝了你母亲，让你长成了这样，你觉得我现在还会答应你吗？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那我今日就灭了你这猪妖！来呀！我还没被人这样打过，今天俺老猪和你没完！主人，救命啊！打猪也要看主人呐！这鬼窟窿这样打老猪我，是看不起主人你哦！我去，你又来这套！上仙，我俩自从加入您麾下，还从未出过力。我们去帮山康妖王吧。一座小小的庄园里出了2个妖王，居然还有2个化神大修士。不，你们都别动，就让他过来。现在的我实力还是太弱了，面对这样的大战，还是帮不上师傅。有这么多高手又怎样？你们照样无法。后方的声音怎么了？蛮族和天剑阁的又回来了，是回马枪。混账！所有人都不能阻挡我鬼窟洞雄霸天下的道路，千鬼缠身！这老骷髅居然之前一直隐藏着实力，该死，回来早了。这老骨头真阴险，看来这一次只能拼一把。还好有天剑阁的顶着。仙境碎片，仙药神果，一切都是我的。你们所有人都得跪伏在我的面前。来吧，就差一点点距离了，这鬼玩意儿马上就能化作我的剑玉值了。谁？是哪个混蛋偷袭啊？南荒赵家清场，不想灰飞烟灭的，就给我滚！赵家也来了，还不快滚！公子，赵家是南荒修仙世家，实力堪比顶尖宗门。这浮空城可是他们赵家的镇族重器。没想到居然都开到南荒大山中来了。浮空城？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既然监狱不能动，那我可以让这座庄园连带下面的整座小山动起来呀！曾老头，这浮空城非常珍贵吗？非常珍贵。虽然小型飞行法器上都有浮空阵法，但最多也就做到像万剑仙门那样的仙舟。
或者说，浮空阵法能让一座城池悬浮起来，但无法像这赵家的浮空城一样移动。非常珍贵。虽然小型飞行法器上都有浮空阵法，但最多也就做到像万剑仙门那样的仙舟。或者说，浮空阵法能让一座城池悬浮起来，但无法像这赵家的浮空城一样移动。我听说赵家的浮空城，主要是因为他们城池中心的一颗巨大的浮空晶石，听说是此界独一。那看来我必须得得到这座浮空城的核心。这仙境碎片，我赵家势在必得。再走，别怪我不客气。混账！居然被黄雀在后了！现在才登场，还真沉得住气。撤！你们现在乖乖交出仙境，我就放你们活着离开。师傅，我们该怎么办？这浮空城怕是不会下来，现在的距离也够不着。不过我出不了剑域，但是我有办法让剑域的力量出去。哟，这里还有万花谷的地方，你们识相点儿，自己献出这个仙境碎片吧。当然，我们赵家不是邪魔妖道，几位可以加入我赵家，做我赵家的供奉。哈哈哈哈哈哈！又是一个不知道我家主人有多强的蠢货！你这是早上没去茅房那坑里看你的族人，还是忘记照镜子，不知道自己像啥了？一张嘴就一口臭气！你这蠢猪说什么？我本来觉得你只是像我早上在茅房拉的大便，现在看来你脑子里还真的都是。哼，本想饶你们一命，看来你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转世了。给我准备动手！主人，这群人实在太不尊重你了，这是想打我老朱吗？这是在打主人你的脸啊！哦，我倒没觉得我被打脸，我只是有些好奇，要是我不出手，老朱，你准备怎么办？主人，你这是在怀疑我老朱会带着孩子老婆跑路吗？我山康一族愿为主人您世代赴汤蹈火。赴汤蹈火啊？哼，别喝酒烫头就好了。嘿，我懒得对付这种被贪欲迷了眼的人。方老头，你去帮我教训他们吧。这座浮空城让他们给我留下做赔礼。好精纯的剑气，这小小的木剑中竟然蕴含着剑道极致剑意。多谢上仙赐宝，老夫这就去会会他们。来，你们也一人一枚木剑吧。遇到紧急事情就激发里面剑意好了。现在天阴大陆动乱，连我们万花谷弟子都会遭遇袭击。或许我可以让师傅向宗门提建议，赶紧来这里报警，公子大人。我的金剑！主人赐予我们木剑，还有让我们提升修为的意思啊！上仙说了，让你们留下浮空城赔礼道歉，自己离开吧。不过是侥幸得到仙境碎片，靠了几个妖王庇护而已。宋老前辈，你好歹也是化神大修士，就这样认一个小子做上仙？宋前辈，敬你是前辈，还请让开。还没有人能挡住我赵家浮空城。而且，那只猪妖用粗鄙言语侮辱我赵家，此事必须得解决。行吧，既然如此，奉上仙令，赐予你们赵家一个教训。哼，拿着一个小孩玩的木剑当令牌，这宋老前辈不会疯了吧？一柄木剑，笑死我了！这磅礴的剑气，所有人都使出自己全力阻挡！完了，浮空城要掉落了！上仙行善，让你们留下浮空城，可以走了。小爷终于有办法离开这偏僻的南荒大山了。师傅，我们这是准备做什么呀？师傅我准备把这座庄园和附近的土地做成浮空岛。
上仙，你是准备把这座让赵家屹立天云大陆南荒地区万年的浮空城拆了吗？当然拆了，那是赵家的浮空城，又不是我的。这可是堪比仙气的浮空城。啊，这浮空城再好，我又不能把我的剑域搬上去。无所谓了，等我以后无敌剑域的范围更大，比什么浮空城都好。不愧是上仙，对于这堪比仙气，整个天云大陆都没有几座的浮空城视若尘土。不愧是修真界顶级世家，这从浮空城搬出来的丹药宝物，完全可以撑起一个普通门派了。上仙，这就是我们从赵家宝库内搜集到的东西了。让人把这些东西放进山康挖的宝库吧，然后帮我把浮空城拆了。拆了！上仙，这浮空城不说上面的阵纹和各种禁制，就说上面的灵气泉也非常珍贵呀。你觉得我缺这点灵气吗？既然你俩说浮空城阵纹和禁制都很珍贵，那你们研究一下怎么拆了，给我装到我们庄园下面吧。我们这就研究一下。既然你俩说浮空城阵纹和禁制都很珍贵，那你们研究一下怎么拆了，给我装到我们庄园下面吧。我们这就研究一下。哦，对了，拿着这个，这就算是给你俩还有你们后辈的报酬了。多谢上仙，你们用心就好。那些丹药只不过是我刚刚从那堆赵家宝库的丹药里随手拿了2瓶，用剑域改良了一下。上仙，我和老黄只能把浮空城的一部分阵纹和禁制给拆下来，不过浮空晶石和对应阵法都是完好的。这也是我和老宋第一次弄如此珍贵的浮空城，只能感慨浮空晶石不愧是仙宝，而赵家的阵法也的确精妙。好，那今天我们就试试看老宋你们这段时间努力的成果吧。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不枉我们2个人带人没日没夜的研究赵家浮空城阵法，才将浮空城上大部分阵法给完整搬过来。恭喜上仙！摘几枚人参果，再去拿些其他灵果分给大家。是，主人。今天我开心，大家同喜同乐。多谢师傅长，多谢主人。我终于能离开这片南荒大山了。我现在无敌剑域的范围不够大，不能将整座浮空岛给笼罩在领域内，不然都不用老宋他们将浮空城上的防御阵法搬过来了。上仙，我们已经将灵草药田和花园都布置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我带着师妹们用了万花谷的栽培术，那些药田花园也不像庄园里。这个我来解决。我这庄园是被我用剑域能力改造过，还用了息壤，肯定不同。上仙没有怪罪就好。我和师妹们本就受上仙庇护，结果还帮不上上仙一点忙。师傅，宋前辈说防御阵法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呀？玉莲小姐，哼，是万花谷的江元灵，怎么一直在师傅身边？我们一边继续改造浮空岛，一边朝着万花谷前进吧。多谢上仙，我之前发了讯息给师门，但最近万花谷周边其他宗门都有异动，导致他们暂时过不来，还麻烦上仙您送我们一程。只是顺路而已，正好。继续跑，让他也享受一下你们的哀嚎。师兄，你看那是什么？浮空城？不对，这不是赵家的浮空城，这是一座岛。这南荒，不，整个天云大陆没有一座浮空岛。上面有人下来了，谢谢来者之敌。我今天只想骂人，所以不想和你们这群家伙说话。别那么多废话，主人说
不能让这群没人性的魔道修士给跑掉一个。哼哼。检测到宠物山康击溃了一名筑基修士，获得400点剑域值。检测到徒弟孙玉莲击溃金丹修士，获得1500点剑域值。检测到，嘿嘿嘿，感谢榜一大哥赵家送的浮空城，让我能走出南荒，不用再坐在庄园里干等着敌人上门给我送剑域值了。剑域等级提升需要的剑域值太多，还不够啊。我现在先增加范围，将整个浮空岛笼罩在领域内再说。系统，提升剑域范围。无敌剑域范围已增加258米。任重而道远呐。师傅，这群混蛋的魔修一个都没跑掉。干得不错，玉莲，以后路上遇到此类事情，你就带人去解决掉，正好也可以实战磨练你的剑意。弟子明白。好，那我们就继续出发吧。浮空城？不对，不是我们赵家的。什么时候南荒出现了一座浮空岛？该死，那个法阵分明是出自我们赵家之手，谁这么大胆？嘿嘿，果然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啊！哎呀，我得好好感谢赵家，千里送浮空城。嘿嘿，伤心，前方就快到我们万花谷的山门了。还真是有些舍不得你们。帮了我弄药田，还帮我养了许多花，还炼制了不少丹药。只要上仙有需要，以后尽管吩咐我们。我们这段时间一直都受上仙您的庇护，还得了不少好处。哎，不用这么客气。师傅，你不是带着老宋和那些年轻人在铲奸除恶吗？师傅，前面情况不对，好像有魔道宗门在攻打万花谷。宋前辈说对方人很多。而且不止一个宗门，就让我来问问师傅，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师傅，前面情况不对，好像有魔道宗门在攻打万花谷。宋前辈说对方人很多，而且不止一个宗门，就让我来问问师傅，接下来我们怎么办？什么？师门被魔道攻打了？我们万花谷为什么会被攻打？上仙，能否请你出手？玉莲，你先让山康和狗子过去，情况不对就先拖延一下。是师傅。上仙，我和2位妖王前辈他们一同过去。不用，这样不安全。浮空岛马上就快飞到万花谷了。多谢上仙愿意出手帮助我们万花谷。万花谷的小娘子，别在里面躲着了，快出来和大爷快活！不知道小娘子们的血会是什么样？哇哦！出来吧，美人们！谷主，救援已经都发出去了，但不知道有多少同道能赶到。我万花谷一向与世无争，不是悬壶救世，就是和师妹们带着弟子在谷内奏乐起舞，遭此劫难，看来天命如此啊！哼，师姐，我们和他们拼了吧！我万花谷虽然更擅长医术，但也不是不能手提清风上阵冲锋的。师姐，反正我们还有元灵等弟子在外，传承书籍也都藏在了隐秘之处。他们若是能逃过一劫，回到谷中，也知道怎么找到宝库。那就召集所有弟子，准备一下吧。我们全力以赴，能送出多少弟子是多少。出来了，出来了！小娘终于出来了！看来他们等不及大爷进去了。你们看那边是什么？浮空岛。怎么这时候会有浮空岛出现在这里？哪家宗门有浮空岛啊？我只知道南荒赵家有一座浮空城。我奉师傅的令，喝令尔等散去。哎呦，哪来的小姑娘，居然敢这样和我们开口？这孩子，是不是不知道我血煞宗在南荒的凶名？那是2只妖王，一只猪，一只狗。看来来的是传说中的仙境碎片之主。几位道友怎么说？我是不信什么仙人的，不过那座浮空岛得注意一下。动手吧，不然我们4家宗门总不能这样散去。冲！小丫头，猪吧！该服输的人
这是剑气中的剑意，出手之人难道是一位剑圣？怎么，血煞你怕了？哼，放屁！怕个球！别吵了，我们直接起阵吧。以我们4人的实力，汇聚后不用惧怕那股剑意。对，一个剑圣应该是敌人里最强的了，干掉他就行。被魔气挡下了，怎么会这样？好像有点困难，毕竟玉烈的实力还只是金丹。直接浮空岛开路进万花谷吧，正好试一下浮空岛的威力。多谢上仙。这群人真是，明明玉莲小姐都小小出手警告他们了，他们就这么急着和家人去团聚吗？会说话你就多说点。开始吧。注意，敌人要用阵法攻击了。不要慌，我们逆命宗的八荒逆转阵最不怕的就是这种攻击，敌人的一切攻击都会被法阵吸收，化为我们的灵气。我来主导法阵，尽可能吸引他们攻击，等他们能量耗尽后，咱们就冲上去抢了这座岛。什么？这不可能！这个攻击怎么还能带剑意？得快逃啊！看在魔道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去你丫的！逃！快！现在我们，你丫的，别喊了，想活命赶紧收敛气息。哇，我不行了！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别发现我！教主挂了，逃命啊！好啊！这个万花谷的小娘怎么了？歪门邪道，休想逃走！我们万花谷立派以来最大的危机就这么度过了。掌门事件，好像是的。不知道岛上是哪个宗门，我们发出的求援中好像没有哪家有浮空岛。掌门，我们回来了。是园林。你们这时候回来，难道那座浮空岛上的道友是你们请来的救兵？是上仙想去参加太上宗的仙门大会，然后顺路护送我和师妹们回来。没想到正好碰上魔道攻打我们万花谷，上仙就出手了。上仙？园林，你说的是近日南荒传闻中的仙境之主？是的，师父。园林，你带我去上岛，感谢这位上仙。好的，师父随我来。其他人快去布置一下，我们得好好表达一下我们的谢意。菩萨保佑，别被发现！菩萨保佑，别被发现！千万别来搜尸啊！这就是上仙的浮空岛吗？是的，师父。这就是上仙的浮空岛吗？是的，师父。上仙将近段时间引起修仙界轰动的仙境做成了浮空岛，上面的阵法和浮空晶石都来自南荒赵家的浮空城。看来在我们万花谷被魔道宗门攻上门的时候，修仙界发生了许多事情呀。明明我们万花谷也不算小宗门了，结果面对现在动荡的修仙界，还是无法自保啊。师父，这就是上仙。啊！万花谷掌门李珠宇拜见上仙，多谢上仙愿意对我万花谷伸出援手。哎，不用这么郑重。这段时间，园林和他的师妹们也在灵药和炼丹上帮了我不少忙。上仙，我听小徒园林说，上仙您是准备去参加太上宗举办的仙门大会，然后顺路将园林他们送回万花谷。啊，是的。那既然路过彼派，为了报答上仙对我万花谷的救命之恩，我们在谷内摆宴感谢上仙，不知上仙可否赏脸？那就算了。我该怎么开口解释？我完全不敢走出我监狱的范围啊！哦，有了。李掌门，我听闻太上宗召开仙门大会，是为了修补天云大陆的护界大阵。作为大陆众生的一员，
自然应奉献一份力量。上仙高义，现在修仙界这么动荡，还有太上宗的仙门大会，我万花谷被魔道第2次打上门，也不是没可能。上仙，我万花谷原本也准备去参加太上宗的仙门大会，可否和上仙您同道而行？那当然可以，而且李掌门，你们万花谷擅长炼丹，正好可以交流一下。多谢上仙，我这就叫人去准备出行。这李掌门怎么这么急？那个李掌门，你们万花谷这是不是？你们万花谷怎么搞得像是搬家一样？我们万花谷遇此一劫，就明白不能再分散力量。既然要去参加仙门大会，那就一起去吧，不然留守山门的人恐怕会有危险。而这些丹药法器之类的，是我们万花谷对上仙您的谢礼，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能献上微薄之力。不愧是师徒，什么同道而行，哼，一个两个都想霸着我师父的身边。老宋，你去找个地方让李掌门他们住下来，然后我们准备去太上宗。好的，上仙。可惜了，只有我和你活下来了，魔头他们居然就这么没了。没想到传说中的仙境之主实力这么强，我们都没见到人就伤亡过半。如今大家都损失惨重，为了报仇，我们就该将力量合作一股。对，我们去参加魔道大会吧。那仙境之主咱们对付不了，不信那些老魔头还对付不了。走！不愧是8大仙门之一的太上宗仙门，天云大陆修行宗门的执牛耳者。这样的修行界盛世，在整个天云大陆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虽然在我万花谷的典籍中看到过，但还是没有亲眼看到来的震撼呢。太上宗不愧是在8大仙门中实力最强的3大派之一，听说几乎所有修仙宗门和世家都来了。师傅，那我们师傅，您怎么叹气啊？抱着的大腿突然消失不见，你觉得师傅我能不忧愁吗？为了抱上那个前辈的大腿，老夫可是连宗门之宝都送出去了。结果我就回去一趟宗门，刚准备带着大家一起去南荒抱大腿呀，那么大一个庄园就消失不见。他怎么就不见了呢？师傅，只是在那位前辈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我回去就突破到了化神境，在修仙界也算一个大修士了。可这比起大腿算什么呀？师傅，师傅，怎么了？那是那位小姐很眼熟，那次我们去拜访那位前辈时，而且师傅，你看，那只暗夜妖王就跟在这位小姐身后。果然是暗夜妖王和那位小姐。那看来大腿不，上仙也来参加这次盛会了。师傅，这还有别家宗门，注意形象。那看来大腿不，上仙也来参加这次盛会了。师傅，这还有别家宗门，注意形象。修文寺与木兰，你们跟我去吧。这位小姐，我是圣剑宗宗主，不知小姐能否带我们去拜见上仙？小姐，你手中的赤金神剑就是我圣剑宗之前拜访上仙送的礼物，在小姐手中真是她的荣幸啊。师父和我提过，多谢前辈您送来的剑。那个，我师父喜欢清静，所以虽然来了，但没进太上宗。孙小姐，不如我们先回岛上询问上仙要不要见他们吧。这是万花谷的掌门。万花谷不是不理修仙界的杂事吗？他是什么时候抱上前辈大腿的？
可恶啊！这上仙的大腿是抱的人越来越多呀，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呀？哎，玉莲，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了？而且还带了人回来？见过上仙。前几日我带着修文他们前去南荒拜见上仙，没想到上仙您居然已经从那儿离开了，而且离开的还那么彻底。不愧是上仙呐，连搬家都搬得这么令人震撼。哦，是上次送我肥料跟剑的圣剑宗宗主啊，好久不见。你们也参加这次仙门大会了呀？不过你们怎么来我岛上了？哎呀，什么仙门大会，那有抱大腿重要啊！啊，大会等会儿可以参加，知道上仙您来了，特意前来拜见，但时间太过仓促，忘记准备礼物了。没事没事，上次送礼就是想要我罩他，我这出不了岛，也实在不好意思继续收礼物了。啊，是仙门大会，要开始了吗？2个太虚邪魔的气息到这里就都消失了。这里居然有一个被隐藏起来的小世界，但似乎它的保护层已经被破坏了。看来那2个太虚邪魔是通过缝隙进入这个小世界了。不好，这种小世界很少有强者，而且对3000世界根本不了解。要是太虚邪魔进去了，怕是会祸害整个世界。这方世界的天道在抗拒我，是因为还没法承载我的力量吗？可那2个太虚邪魔又是怎么进去的？不行，看来只能先投入一道分身。嘿，来控制这个大陆上的生灵团结起来，进行抵抗了。哎呀呀呀！没想到又能吃到上仙赏赐的佳肴美食啊！嘿嘿，不过是一些普通肉食，用锅慢炖而已。啊，那个上仙，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这锅可是9天神鼎，拿它当锅是不是有些……哦，9天神鼎啊！哎，等等，这就是被我一剑从天上打下来的9天神鼎？啊，是的，上仙你可能不知道。太上宗举行仙门大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寻找9天神鼎，用来修补护界大阵。原来如此，玉莲，你去通知下太上宗他们吧，让他们来岛上开会吧。和他们说鼎在我这儿啊。太上宗宗主，我们不是不愿意修补法阵。万年前一个界外邪魔在天云大陆掀起的大乱，我们门派典籍上都有。但是怎么修，你得有个章程。各位道友，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9天神鼎。老道派了不少弟子下山，但都没找到，只知道曾在南荒出现过，不知道友们可有消息？我也派弟子出去找过。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是你们南荒哪个宗门世家自己藏起来了？你这是在瞧不起我们南荒修士的人品吗？唉，承平万年，这些宗门世家完全忘记了界外威胁。想知道9天神鼎下落的，请随我来。圣剑宗的施道友和万花谷的李道友，怎么会跟在一个小辈身后，还一脸尊敬？尹宗主，我们2人知道9天神鼎的下落。什么？快说，在哪儿？施道友、李道友，还有这位小友，你们真的知道9天神鼎的下落？运气真好啊！我们几乎将南荒翻了一个遍，都没。那是圣剑宗和万花谷。那个小女娃是谁啊？我们的确知道9天神鼎的下落，不过是在一位上仙的岛上。上仙？2位道友莫不是在和老道说笑？我等怎么敢和尹宗主你开玩笑？9天神鼎就在孙小姐师傅的浮空岛上，现在这位上仙就在大赤天山外。不过上仙并不喜欢离开自己的浮空岛，所以让我和李道友跟着上仙的家徒孙小姐下岛来邀请各位道友上岛商议。什么？
让我们上岛，他好大的牌面，为什么不是他下来呀？那人是谁呀？敢自称上仙？尹宗主都不敢这么自称。什么？让我们上岛？他好大的牌面，为什么不是他下来呀？那人是谁呀？敢自称上仙？尹宗主都不敢这么自称。好，我这就随2位道友和这位小友一同上岛。诸位道友，就随老道一同跟着施道友和李道友上岛，去拜访这位小友的师傅，可否？既然尹宗主都这么说了，就听尹宗主的。哼，我们这么多人，谅他也不敢有什么小心思。是那个女人，混账！什么浮空岛，分明是我赵家的浮空城。这浮空岛的阵法看着有些眼熟啊。哎，我怎么看着像是赵家的？你们南荒宗门觉得眼熟吗？呵，说起来，这位上仙，我们都离开太上宗仙门了，也不出来迎接一下吗？哼，我倒是要看看这位上仙到底哪来的脸面。诸位前辈，这就是我师傅的浮空岛了，请随我来。那是神树，万年灵药。这石头都蕴含着至高剑意，可以打造仙兵。我怎么感觉这一整座岛都是天材地宝组成的？啊，这玩意儿怎么洗不干净呢？还一股肉味。等会儿那群修士上来，我怎么解释这股味道？老宋、老黄，你俩懂得多。话说这鼎不是神器吗？怎么就拿来当锅炖了几次，就洗不干净锅灰了？我以前也没见过摸过神器呀，别说9天神鼎这种级别了，一般仙器我们呵护都来不及呀，哪会拿来炖肉炖汤啊？一看这俩老头傻鸟样子，就知道不靠谱。主人，不如让我老朱拿到河里去刷一下，老朱我力气大。也行吧，试试也无妨，大力出奇迹。这可是神器，哪能让这粗鄙的猪妖如此对待？师傅，这么快进来了？2位妖王必然不是孙小友的师傅，那个2位小友和孙小友年龄相差不多，也不可能。剩下的宋云和黄极天，虽说是大修士，但也不可能被李道友和施道友称为上仙。这绝对不是普通修士拥有的气息。难道这位陌生道友真是一位神灵或者仙人？啊，在下太上宗宗主尹玄见过上仙。你拜错了，这位才是我的主人。师傅，这是尹玄前辈，太上宗宗主。让道友见笑了。没想到道友这么年轻就能教出孙小友这样的高徒，实在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尹宗主客气了，你叫我张凡就可以了。是玉莲自己天赋好。还有，这是玄清法宗宗主。孙小友暂时先别介绍了。听各位道友说，9天神鼎就在张道友你手中。怎么了？张道友可是有什么不便言语之处？那个神鼎的确就在我手中，那就是。这真的是9天神鼎？不过这鼎怎么有一股肉味和香料味儿？我之前拿它炖肉了，可能香料放太多了，腌入味了。腌入味儿了？不愧是张道友。这地方还真是一处仙境啊！随便一颗果子都是价值连城，要是能弄到手一些，哪怕不多，咱们宗门岂不是？可是这可都是有主的呀，而且人家实力可强的不像话。想抢的话，先不提抢不抢得过，怕是太上宗宗主也不会放任我们乱来。说什么呢？咱们可是名门正派，怎么能像魔道的粗鄙之人一样强抢？你找个理由发难。那么说到理由，我倒有。诸位，一会儿一起配合我，如何？
各位上岛前，不是觉得这座浮空岛的阵纹和我赵家的浮空城非常相似吗？难道这所谓上仙的浮空岛核心与阵法，都是从你赵家所夺？各位，这小子就是一个无耻之辈，趁我赵家与敌人战斗，偷袭我赵家，才夺走我赵家浮空城，还拆了核心与阵法，改成浮空岛，就说自己的了。居然是这样！哼，听闻赵家在南荒蛮横惯了，怕不是你赵家贪图人家神树，带着浮空城去夺宝被反夺了吧？各位，我就是说，这岛是这小子夺了我赵家浮空城改造，岛上这些东西，哪怕不全给我们，他至少也得拿出大半以作赔偿。我只是想要回我的岛，剩下的……这事要是成了，那可就发了。就算败了，咱们也只是被姓赵的给蒙蔽了，到时候撇清关系就行。可以，干他一把！我等身为名门正派，岂能坐视这等小人行此恶事？张道友，你居然拿着上古神王留下的神鼎炖肉！当时我不是不知道这是9天神鼎吗？放了这么多香料，还用这神鼎炖出来，肉好吃吗？啊？老道只是有些好奇，神器的力量有多强大？除了作为阵法核心外，还有啥作用？我就觉得味道还不错。不过宋老头和老黄他们说这鼎炖出来的肉能炼纯他们的灵力。果然是上古神王留下的神器呀！这老道不会想着从我这边把鼎拿回去，自己偷偷试着去炖肉吧？不过不知张道友是否愿意将这上古神器交于老道管理？我太上宗召集仙门大会，就是为了寻找这9天神鼎来修补护界大阵。这个我没啥不愿意的，这也是我让玉莲去把你们叫来的想法。张道友真是天下楷模，老道代天云大陆众生在此谢过道友了。尹宗主，这小子可不是良善之辈，尹前辈可别被这无耻之友给骗了。不知几位道友为何如此说？张道友实力应该非凡，但我却察觉不到一点气息。或许真像施道友和李道友说的那样，这张道友看似年轻人，实则仙人。尹道长，你不用问了，我知道怎么回事。哎，我记得你是赵家家主吧？上次你赵家来南荒大山，想夺我的庄园，结果被我留下浮空城换你们赵家人的命。这次你带人想干嘛？我就说这阵纹眼熟，果然是赵家浮空城上面的。我还想能支撑这么大一座岛的浮空晶石，就赵家有一块，哪多出来的？原来本就是赵家的。小子，你别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你带着2个妖王，趁我赵家和鬼窟洞南荒蛮族交战时，背后偷袭，夺走浮空城。尹前辈，我可以为赵师兄作证。我相信赵师兄为人，必须把这与魔道和蛮族勾结的恶徒处理了。各位，尹宗主，太上宗为天下正道执牛耳者，行事不能偏颇呀。我们就想为赵家、赵师兄讨回公道。尹道长，这事我自己来处理吧。我说，既然你说这浮空岛原本是你赵家的，那不知道我这岛上的仙药、仙树以及其他天材地宝，是不是也是你赵家的？啊？我赵家传承万年，浮空城宝库中有什么，我也不清楚。不过我赵家有宝库名录，一一对照就可。够无耻！不过我也懒得和你争辩当时的情况。打吧，打赢了，别说浮空岛，我把我的神树都送给你。这年轻人，难道真的是剑仙？劈下我这一剑！好可怕的剑意！张道友，手下留情，给老道我一个面子如何？毕竟是我太上宗邀请了几位道友来参加仙门大会，还请张道友给老道个面子。行吧，
就看在老道长的面子上。可惜了，少了不少剑与之进账。啊！这些剑心姐妹，好大的杀心！那个诸位道友，既然张道友愿意把9天神鼎拿出来，那我们就商量一下如何修补护界大阵吧。云林，各位，这是本岛的人参果，上仙，请大家享用。哇，谢谢上仙，谢谢上仙。多谢张道友招待了，等会儿回太上宗，老道给张道友看些好东西。这老道长看着仙风道骨，该不会是个不正经的人吧？不过老夫也因祸得福。这么多罪，这老东西实力怎么突然变强了？他说自己因祸得福，这是遇到什么机遇了？各位也都是魔道有名的大人物，怎么不敢和正道动手吗？那教主，你准备怎么做？我们直接去太上宗，一路血洗过去。这老魔头疯了吧？各位，只要你们跟我一同前往太上宗，我将给予你们和我一样变强的机会。各位，只要你们跟我一同前往太上宗，我将给予你们和我一样变强的机会。这是什么？我的实力在提升，我居然突破了！现在，你们觉得我的计划怎么样？我赞同。嘿嘿嘿，这个计划我喜欢。早就看太上宗的牛鼻子老道长爽了。那我们这就去召集弟子准备吧。用鲜血祭祀神灵，将生命献给无主。现在这太上宗看起来真有万仙来朝的盛世啊！是不是万仙来朝我不知道，不过那边倒是真的有一位上仙在。就是那位一剑压得所有世家家主和宗派掌门宗主不敢说话的剑仙。老道长，你们开会讨论也太久了吧？唉，没办法，修补护界大阵裂缝的材料珍贵，不是一家宗门所能承担，要分担，自然会各家争论谁多谁少。真不好意思开口说，是我弄出来的裂缝啊。老道长，要不你们看看你们缺啥，我岛上有啥，你们看着拿吧。啊，那老道可不客气了，我可是看上张道友你岛上不少珍贵材料啊。老道长，我们平辈而交，你可别和我客气啊！老道等会儿就带着徒子徒孙来搬空张道友的岛。上仙，尹宗主，魔道数十个宗派组成的联军朝着太上宗山门来了，现在距离太上宗不过100里，一路的世家宗门都被他们全灭了。什么？施道友、李道友，速去召集所有世家家主和宗派掌门来张道友岛上商讨如何应对魔道联军。这回的阵仗有点大呀！还请尹宗主为我风雷剑阁做主。我风雷剑阁已经被灭门，只有我和几个师兄弟在师门长辈掩护下分散突围。魔道什么时候组成的联军？他们这一路来，绝对不单单只有风雷剑阁遭了死灾。诸位道友，为了风雷剑阁等惨遭魔道毒手的同道讨回正义以后再论。即召集大家议事，是为了应对现在正朝着大赤天山而来的魔道联军。诸多同道聚集在此，尹宗主，我们直接和他们魔道大军对阵又如何？尹宗主放心，我已去召集我宗门弟子过来支援了。张道友，老道长放心，为了扶持天下正道，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怎么可能放过这一大笔剑玉值？老道在此谢过张道友。事不宜迟，老道这就布下我太极两仪阵，请各位道友入阵相助。
果然你是真牛逼的老道，还是摆出了他太上宗威名天下的太极两仪阵。不过我们已经不一样了，这老魔头的实力又提升了。嘿嘿，一路破山毁城过来，我们的实力已经提升了不少，都过了太上宗，将整个大陆的生命都吞噬。哈哈哈哈哈！我已经拥有了上神赐予的力量，我将你信与无主，你将会变成我呈现的踏脚石。让我们开始吧！上！魔头恶贼开始进攻了，各位道友做好准备。雕虫小技，这血煞教魔头何时有了这惊天伟地的修为？看来得看你的了吗，张道友？这魔道修士为何感觉连最普通的弟子修为也不低？而血煞教教主等魔头每一个实力都比以往强了不少。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我总觉得这群魔道修士身上有我非常熟悉的气息。差不多了，哈哈哈哈！太极两仪阵不过如此。我想起来了，这血煞教教主身上的气息和我圣剑宗镇压数万年的血魔气息非常相似。上仙，恐怕这群魔道修士背后有界外邪魔的身影啊！啊，我是万万没想到，当初为了自保，下意识全力挥出的剑，会影响到现在啊！既然如此，那我就出手吧。上仙，你们快看，那是什么？那好像是一柄剑。此解释明听着，有2只太虚邪魔逃入了你们的世界。我暂时无法进入你们的世界帮助你们，我以我仙剑暂时禁锢1只。还有1只邪魔，此劫声名万般小细。什么？太虚邪魔？消失了。上仙神威天下，上仙剑出无敌。魔头一出，大家为同道报仇。血煞教教主没了，他背后怎么会是太虚邪魔？兄弟们，山高路远，来日方长，以后我等再共襄大业。那是什么？诸位道友，穷寇莫追，我等先理清一下今日所发生之事。对了，尹宗主，那柄剑该怎么办？贫道天云大陆太上宗尹玄，多谢仙人出手，困住太虚邪魔。道友客气，在下云逆仙界执法使袁启文。追击太虚邪魔本就是我的职责，还得感谢天云大陆的高手帮我消灭太虚邪魔。互相帮助而已。这里贫道还要感谢仙人告知我等太虚邪魔入侵我界之事，不知仙人可愿意与我等去见出手消灭太虚邪魔的仙人？当然愿意。啊！没想到在这不知名的小世界，居然能见到拥有大道剑意的高手，让我忍不住有些感兴趣了。能在虚空自由行动，这样的仙人不知道能给我多少剑域值。不对，我真是想剑域值都快想疯了。这家伙不会在想什么不好的事情吧？见过张凡道友，多谢你出手
助我消灭我一直追击的太虚邪魔。啊哈哈，没事没事。面对这种对万物生灵带来屠戮的邪魔，我辈出手，义不容辞。不过，张道友和天云大陆的各位道友还请小心，我此前追捕的太虚邪魔一共有2只，另一只一同潜入你们天云大陆的邪魔躲得很好，要小心它。袁仙子，不知能否告诉我等这另外一只太虚邪魔的能力？当然可以。太虚邪魔是统称，下面分许多种类，有着各自信仰的邪神。不同信仰的邪魔会有不同能力。今日被张凡道友消灭的邪魔，可以用屠戮换取自己信仰邪神的力量。至于另外一只邪魔，张凡道友和诸位还请小心，他信仰的邪神可以带来瘟疫，并以此提升自己的实力。更重要的是，这种瘟疫的传播是不知不觉的。诸位切记，除恶务尽。等信仰邪神的生灵足够多，就会引来太虚邪神的注视过来。所以，一定要把所有信仰邪神的堕落者都消灭掉。张道友、袁仙子，事情紧迫，刻不容缓。老道这就和诸位同道去安排。一只太虚邪魔就给我带来了50万的剑玉值，这还是虚弱状态的，真的是马无夜草不肥，嘿嘿嘿，让我忍不住有些期待快点找到另外一只邪魔了。张凡道友，你在思考什么？我在想怎么骗更多的太虚邪魔过来。我是说我在想怎么快点把剩下的那只邪魔给消灭掉，以免天云大陆生灵涂炭。这家伙修为我看不透，剑道通天，但怎么感觉跟个二傻子似的？袁灵，上仙叫我有何吩咐？你去我宝库里拿一些灵果和灵药出来，帮我炼制一些治病祛疫的丹药。好的，少仙。这里是张凡道友，您刚才要练什么？仙子叫我名字就行。我要炼制治病祛疫的丹药呀。毕竟你说了，潜伏起来的那只太虚邪魔能带来瘟疫。那张凡，你也称呼我名字就好，仙子什么的太过夸张了。你准备拿这些，就算是在云霓仙界也非常珍贵的灵药，去炼制丹药。对啊，我知道它珍贵，不过对我而言嘛，岛上这样的灵药灵果有不少。你这神果树，即使在云霓仙界也罕有所见，而且这浮空岛灵气充沛，看来这些灵药对你而言的确不算稀有。靠着这波魔道联军和太虚邪魔，我除了可以扩大剑域范围外，还可以给剑域升级了。到时候这些灵果仙药等级会更高。不行，不看了，虽然不是我的，但也太心疼了。既然如此，我先去找那位老道长商量搜捕太虚邪魔的事情去了。劳烦阁下了。正好我也整理一下今天的收获。已成功升级无敌剑域等级，剑域等级3级，获得新的能力不灭剑意。不灭剑意，只要在剑域范围内就可以无限重生。正好我也整理一下今天的收获。已成功升级无敌剑域等级，剑域等级3级，获得新的能力不灭剑意。不灭剑意，只要在剑域范围内就可以无限重生。虽然之前在剑域内我的战力几乎无敌，但自己生命还是会受到威胁，不管是偷袭还是下毒。现在就毫无问题了。要不要自尽一次看看？自尽就算了，不过3级的剑域就有这个能力，让我有点好奇下一级了。希望快点找到那只潜藏的太虚邪魔呀！嘿嘿嘿，只知道屠戮的疯子，果然被这个世界的高手给灭了现世界的身躯，让这个世界变成疫病的温床，
将种子传播出去吧。主将会用他温暖的目光注视你们，他将宽容地包纳所有人，如同慈祥的父亲引领你们。感觉张凡你好像有些不同了。老道也有这种感觉。张道友，你好像变得更加自信了。啊，哈哈，大概是手刃强敌，心有所感，所以实力瓶颈突破了。你所说的强敌，就是被你一剑将形体湮灭的太虚邪魔。哈哈哈！别看只是一剑啊，我已经施展出我所有力量了，最多就留了一点点。算了，我和尹玄道长与众位天云大陆的道友们商量好了，我们要组建仙盟，共同追击那群感染了邪神力量的魔道联军。但他们在追击的同时，也要负责搜捕另一只太虚邪魔的踪迹。而万花谷等擅长医术的宗派将被派到大陆各处，全力寻找发生疫病的地区。那我做什么？道长负责带人保护万花谷等宗门弟子，你和我负责坐镇中央，支援各处。毕竟我的真身还无法进入这个世界，所能发挥的实力非常有限。这样安排也行。你们等一下，尹道长，你将这些木剑分给其他人，上面蕴含我的一道剑意，不过只能使用一次。多谢张道友，老道之前还担心那些追击邪魔的道友们，有了张道友你赠送的木剑，老道就不用牵挂了。张凡，你这已经得了剑道不灭真意啊，恐怕已经能深化剑意，剑意不散，真身不灭了吧？这位缘起文仙子不愧出身仙界，眼界真的不凡啊！不，敌军出征了！见过魔尊，一个废物，拿着我赐予你的魔器，居然也这么狼狈的回来！魔尊饶命，小的不知道这是魔尊您的安排，而且我也没想到天云大陆上居然还会有剑仙。一个被人保护起来的小世界，居然有剑仙！你是不是觉得本尊被封印数万年已经痴呆了？召集你的弟子，追随本尊吧！恭迎魔尊出山。怎么一直看着我？只是好奇，天云大陆在万界之中毫无名气，却没想到居然有你这样一个领悟了大道剑意的仙人。说明我是天才呀！嘿嘿，哎，脸皮还是薄了，没好意思开口说出那句“我张凡这一生全靠自己，深蓝加点”。对了，啊，说起天云大陆，我还有一点疑惑。怎么了？你们天云大陆以前真的没有出过什么绝世强者吗？我对大陆历史不怎么了解，只好奇这个。我发现我小瞧你们天云大陆的护界大阵了。我看到那两只太虚邪魔在我追击下，不过短短时间就进来了，以为很简单，结果我到现在都没进来。这个护界大阵不是有那条裂缝吗？这就是问题了，有裂缝，我却进不来。设下这个大阵的人一定很强，就算在云阴仙界，也是最强的那一批人。原来这个护界大阵这么厉害吗？我居然把它劈了条裂缝，修补起来不会很麻烦吧？说起来，我一开始觉得你们天云大陆是一个万界中非常常见、不知名世界，但现在总觉得好像有些熟悉。这个还是等老道长回来问他吧。说实话，我这人比较懒散，对以前的事情还真不怎么了解。也不知道尹道长他们现在情况如何。哎，你进来这么困难，那两个太虚邪魔为什么这么快就穿过护界大阵了？邪魔的力量体系和我们修炼体系不一样，他们不需要修炼，只需要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奉献给自己的主人，然后像一只狗一样去讨好自己的主人，所以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掉自己的身体，用灵魂进入天云大陆。
这些邪魔还真是诡异。师傅，玄仙子，你们快看那儿！这是邪神的信仰光柱，这代表着那只太虚邪魔已经在吸引它主人的注意力了。师傅，玄仙子，你们快看那儿！这是邪神的信仰光柱，这代表着那只太虚邪魔已经在吸引它主人的注意力了。要是不快点解决，邪神的目光就会投向这个世界。云仙子，张少仙，师祖发回宗门讯息，南环和东岭交界发现邪魔踪迹，但那里已经变成一片疫病爆发区。你们带上丹药，跟随太上宗的弟子先去支援张道长。是主人。老宋、老黄，你们操控浮空岛阵法，传送到张道长设立的标点。遵令。救救他！这颗丹药先顶住。这光柱。尹宗主，下面弟子已经在附近10几座城池里发现了疫病的患者，我们人手不够了。将所有擅长医术和炼丹的弟子都派出去，将擅长功法的宗门世家调回来。尹宗主，使不得！城里的那些平民已经不像是人类，一个个都妖魔化了。我们修士居然被他们给拦住了。各位家主掌门，别忘了我们来之前袁仙子说的话，我们也都上吧！在所不辞。希望袁仙子和张道友能尽快赶到。老道内心总觉得不安呐。小心！收起对他们的怜悯，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会给我们天云大陆带来灾难的祸源。杀！宗主，情况有点不妙。本来我们想抽取派去其他地方的道友过来帮忙，但他们那边也陷入苦战了。唉，老道已经想着尽快修补护界大阵的裂缝，没想到还是慢了一步。现在只能头痛医头了。尹宗主，先别考虑那个了，我们有麻烦了。这可真是个大麻烦。先让弟子们后撤，在城外用法阵构建防线。众弟子后撤城外。起阵，太极两仪阵，准备支援尹宗主。此界的生灵，快投入父神的怀抱吧！他将用自己宽容的胸怀容纳你们。可恶！进攻！进攻！诸位道友，幸存平民都送出去了吗？尹宗主放心，太年幼弟子护送他们走了。那诸位道友麻烦你们了，再随老道辛苦一回吧。快追随我，让我赐予你们父神的恩惠。现在张道友怎么还不来？是张道友和袁仙子他们来了。我来出手。来吧，快投入！这就是剑仙的大道基地，不愧是张道友啊！恭迎张上仙和袁仙子。下面的难民，有劳张道友了。老道我万万没想到这域外邪魔会如此厉害。果然单单看典籍，无法想象数万年前的浩劫，天云大陆有多惨。道长，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若是不能尽快处理掉这道光柱，恐怕很快那只潜藏太虚邪魔就可以以此为道标，引来邪神的力量了。到时候，这个世界将会变成那个邪神的后花园，遍地都是各种病毒，疫情扩散。老道这就带着诸位同道前去破敌。张凡，
我本体力量还不能大幅度传送进来，这次只能靠你了。交给我吧，守护天云大陆，我辈义不容辞。玉莲，师傅。玉莲，你带着老宗他们去会合老朱和狗子他们，帮助老道长清除平民体内被邪魔感染的魔气。玉莲小姐，切莫心慈，有些时候，你是在帮他们从痛苦中解脱，也是拯救更多生命。哼，不用你假作好心提醒。你不是我们天云大陆的人，自然可以说的事不关己。好了，玉莲，你走吧。师傅，我先走了。不好意思啊，启文，我家玉莲……看得出来，玉莲小姐很黏你这位师傅。玉莲是因为家中遇到突变，所以才会没有安全感，不是故意针对你。倒也是苦命的孩子。张道友，我来出手。果然是大道剑，能领悟出这样的剑意的招法，真的会是这偏僻小世界的原住民吗？不过就算是真的，以后万界也会热闹了。邪魔吃我这招！不愧是上仙。不对，下面那些感染的村民怎么回事？邪魔吃我这招！不愧是上仙。不对，下面那些感染的村民怎么回事？卑微蝼蚁，竟敢打断父神的恩赐！多谢剑仙拯救天下苍生。也没什么，下意识就出手了。新来的那只很厉害吗？剑域之奖励也就那么回事。见过上仙和元仙子。不愧是上仙呐，出手一道剑气就消灭了那只让我等修士束手无策的太虚邪魔。哎呀，圣剑宗这家伙，看着白眉长须仙风道骨，结果是个马屁精。这位上仙可是我圣剑宗的救命恩主，这么粗的大腿都不知道赶紧抱住，活该你们讨不到好处。哼！哈哈哈！都是天云大陆的人，自然不能袖手旁观。而且我也没那么厉害啦。啊，对了，大家都辛苦了，这是我准备的灵果，大家纷纷补充一下吧。天哪，这是仙果，里面居然蕴含仙灵之气！谢上仙赐宝。圣剑宗的老不休手里拿着的仙果更好，原来上仙也喜欢听人拍马屁呀。好了，张凡，现在还不是我们放松的时候。你刚刚只是消灭了那只太虚邪魔的分身。啊，我知道。啊，我看到系统给的剑域值远远不如上一只太虚邪魔，我就猜到了。你居然知道？张凡真的是越来越神秘了。照道理，这个天云大陆的世界不应该了解太虚邪魔呀。既然张凡你知道，那我也不多解释了。天云大陆的诸位也看到了，这只太虚邪魔不同于上一只，它的破坏力非常大。这座小城的百姓不少已经无法逆转的变成了邪魔，剩下的就算救回来，身体也已经千疮百孔，恐怕寿命都不会太长。因为这只太虚邪魔信奉的邪神就是一个以散发疫病、沉迷改造和所谓进化的邪神。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对方，万界中曾经有一个小世界被这个邪神攻下。等到我们云霓仙界和其他仙界神界联军夺回这个小世界的时候，里面已经没有一个正常生灵，整个世界空气中都弥漫着疫病，整个世界都被废弃了。这元仙子，之前若不是上仙出手，我等都不能解决这邪魔的分身，哪有资格去小觑对方啊？好了，元仙子的意思我也明白，大家服用了仙果休息一番后就出发吧。是，谨遵尹宗主法令。
也多谢少仙赏赐和元仙子指点。老道长怎么了？只要诸位道友找到那只邪魔的踪迹，引发我给的木剑，我就能隔空出手，暂时困住对方，然后过去彻底解决他。老道不是担心这个，有张道友你这样的剑仙在，又有来自仙界见多识广的元仙子帮助，我并不担心让那只邪魔逃脱，但老道担心的是我天云大陆的未来啊！恐怕在凌霄仙帝庇护下，过了数万年安宁生活的天云大陆，以后也不得安宁了。凌霄仙帝，仙帝，天云大陆竟然出过仙帝，这事也就我天云大陆中传承数万年的大宗门才有典籍记载，其他人都将神鼎当作仙器，想要相互争夺。也只有我们才知道，这对于我们天云大陆意味着什么。当年发生了什么，无人知道。我也只知道太上宗祖师留下的典籍记载，凌霄仙帝构造大阵，以仙帝留下的法器为阵眼，必有天云大陆，让天云大陆从万界视线中消失。我说呢，难怪一个我在云霓仙界从未听闻的世界，居然能将我一个仙人挡在护界大阵外。原来这里出过一个仙帝，能出张凡你这样领悟大道剑意的世界，必然是中年敏秀之地。哎，哪有，我张凡能有现在的实力，全靠自己拼搏努力。那是自然，张道友你这么年轻就能悟通剑道，掌握大道剑意，登临仙位，必然付出了我们外人无法想象的汗水和辛苦。对，尹前辈说的对，师父有这样的实力，肯定是付出了我们不知道的努力。我也要向师父学习。道长，先不说我，你接着说之前的话题。就算张道友你找回了护界神器九天神鼎，我太上宗主之下带着诸多同道修补好了护界大阵，但就怕为时已晚啊！万年前，只是我天云大陆有魔头妄图偷取九天神鼎，让护界大阵动荡，就有血魔等外界邪魔进入天云大陆。万年前，只是我天云大陆有魔头妄图偷取九天神鼎，让护界大阵动荡，就有血魔等外界邪魔进入天云大陆。如今这一条裂缝，恐怕除了元仙子追击这两只太虚邪魔外，万界中不知道多少邪魔会进入我天云大陆。尹道长又何必担心？先不说我没有及时抓捕到那两只太虚邪魔，让他们进入天云大陆，本就要负责任。你们天云大陆还有张凡呢。元仙子过誉了呀。不过老道长放心，我肯定不会不管的。顾闯下的祸，看来必须尽快处理好啊。老道长，那我们必须加快追捕剩下那只太虚邪魔的事情了。事了后就马上修补护界大阵的裂缝。有什么事情，老道长尽管差遣我就是。好，那张道友和元仙子就先坐镇此处，老道先去会合其他同道，搜寻那只太虚邪魔，处理一行。恭贺魔尊恢复领袖，重现天云大陆！如今天云大陆护界大阵破裂，太虚邪魔侵袭大陆，那群正道正忙着追击太虚邪魔，正是本尊出山之日。我等愿追随魔尊大人。出发！公主，您突然召集大家是？飞升仙界的祖师突然传来吩咐，你们速去召集弟子，准备迎接祖师。请昭明仙王下令。10万年前震动万界的那位凌霄仙帝，
出身一个小世界，而凌霄仙帝莫名陨落后，这个小世界也神秘消失不见了。也就是数万年前突然出现过一次，现在这个小世界似乎又出现了。你们8人带人速速去查探。遵先王令。能出凌霄仙帝那样人物的世界，终于让我找到了。只要掌握那位凌霄仙帝如此强大的秘密，我彻底统一上章仙界，征服万界的霸业。大魔征召，出征天元大陆。出征。元仙子，张道友，找到那只太虚邪魔的本体了。哦，正好，我的本体已经适应天云大陆这边的法则，可以通过凌霄仙帝设下的护戒大阵了。那太好了，多谢元仙子伸出援手。我先离开了。那我们也马上出发。老宋，麻烦你和老黄操控浮空岛，立即赶去支援。这边来！我带着太上宗和诸位同道，也只能勉强抵抗。而且还有不少宗门在追击其他魔道，人手不足，还得麻烦张小友你了。老道长放心，交给我就。嘿，太虚邪魔，你休想通过这里！给你仙界的家伙，还有这个世界的孩子们，迎接父神的慈爱吧！不好，快撤！裂缝变大了。以数10万生灵作为祭品，父神已经给予了我在这个世界发挥全力的能力。你仙界的小姑娘，我这么一路，来不及了。妖魔该诛！这下麻烦大了。张道友，既然元仙子对付那只太虚邪魔，那我们必须拦住这支妖魔大军。玉莲，你和老朱他们去帮老道长。是师父。老宋，你和老黄主持浮空岛阵法，辅助我。遵令。是主人。放弃挣扎，投入父神的怀抱吧！不能继续让这太虚邪魔勾连他信仰的邪神了，不然这个通道真的将连接到太虚邪神的领域。正气浩然，天威荡荡，神剑已知，一战鬼神，毁灭吧！快看，是元仙子！不好，通道已经形成了。天灵大陆，下次归来，一定会让这个世界融入父神的花园中。这裂缝现在还能补救吗？裂缝本就难以修补，如今又被那邪魔强行打开了。连接太虚境的通道，恐怕再难修复了。这裂缝现在还能补救吗？裂缝本就难以修补，如今又被那邪魔强行打开了，连接太虚境的通道，恐怕再难修复了。啊，看来我们这天云大陆，以后恐怕会真的变得无比热闹了。看来有邪魔先来到了这里，通知仙王，然后我们立即进入这个世界，不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召集所有人，组成大军，替父神征讨天云大陆。拜见上仙和仙子。这次天云大陆遭遇危机，
多亏张道友和袁仙子两位出手啊，不然天云大陆必定生灵涂炭。这次多亏张凡，不然被护戒大阵拦在界外的我，不能及时伸手。唉，不过虽然解决了这个邪魔，但我们天云大陆现在也只是暂时过了一个风波，更大的麻烦恐怕还在后面。是啊，修补恐怕来不及了。经过太虚邪魔的破坏，护戒大阵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我觉得，与其想着修补，不如抓紧时间修炼。你的意思是，只要修为高，不管是什么敌人来了，也不用怕？对，护戒大阵既是保护，也是限制。如今这个世界的灵力浓度正在飞速提升，相信很快就会出现一批强者来。天云大陆也不是人人都像张道友那样天资卓越，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我们也懂，但只怕时间……嘿，老道长放心，在我倒下前，我一定尽可能守护天云大陆。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开口就是。好，老道导师肯定不会客气，只要张道友不嫌弃老道经常上岛叨扰就是了。不过老道和诸位道友也就先不打扰张道友了。邪魔刚被消灭，老道还得带人去救治下面百姓。好了，接下来就好好犒劳你们一番吧。大家都辛苦了。我们都只是出了一番小力，全靠上仙你。我都看在眼里，不用客气。那我也很期待啊。之前一段时间就在你这看到不少好东西，可惜我一直都是灵气化身，不能好好享受一番。那就好好享受我这儿的特产，看看和云林仙界有什么不同。开动吧！居然能让我体内的仙灵之气增加，而且我的资质也略微提升了一丝。这是什么仙果？这仙果……啊，没事，尽管吃就是。我这里别的不多，果子管够。我的实力在提升，我的资质也得到了提升。我成为妖皇了，我也成为妖皇了，多谢主人。多谢上仙，我们也都突破了。这都是你们这段时间努力的回报。守护天云大陆，我也不能一直单打独斗，还是得这样提升他们的实力才行。对了，张法，我之前都没找到机会开口啊？怎么了？我因为担心天云大陆挡不住2只太虚邪魔的入侵，一开始就通知了云霓仙界。本来是我师父准备带人手来支援，不过这时候上张仙界忽然主动提出来支援了，人已经在路上了。更重要的是，我那些之前跟我同样一直在追踪太虚邪魔的师兄和其他仙界的好友都发来讯息，有一支魔族大军朝着天云大陆而来。加快速度，仙王就等我们凯旋。我和仙界联盟那边说了，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将驻守天云大陆，帮你们抵挡魔界的侵袭。哎，怎么，觉得我是因为内心愧疚，就不能是我馋你的人参果和其他灵果了？要真是因为如此，那你敞开吃，我不会舍不得。那就好，我还以为某人不舍得分享人参果呢。总觉得今日的你和平时给我的感觉有些不一样，没那么冷了。我很喜欢你这里的氛围，而且我单纯只是想出力而已。张凡，有个事情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你们天云大陆出生的那位凌霄仙帝，以前在万界似乎很不一般，很多人都在追寻他的踪迹，怀疑他未陨落，或者就是想知道他为何那么强大。所以以后天云大陆，诸天万界嘛，仙界、魔界、仙神、妖魔，就用我手中这剑解释万界阴劫吧。我也想见识一下万界阴豪。
这里就是凌霄仙帝出生的天云大陆，灵气勉强还行，而且毫无仙机，遍地都是蝼蚁。算了，早点找到凌霄仙帝的信息，完成先王陛下交代的任务。报告，你们快去通知隐宗主，不，快去通知上仙和元仙子。算了，早点找到凌霄仙帝的信息，完成先王陛下交代的任务。报告，你们快去通知隐宗主，不，快去通知上仙和元仙子。蝼蚁，告诉我凌霄仙帝的地灵在哪儿？凌霄仙帝的地灵，晚辈从没听说过。算了，我自己探查一下吧。没想到云霓仙界近来声名鹤起的袁启文，比我们早一步来到这天云大陆。听说这儿还有一个剑仙，他手里有件东西，似乎和凌霄仙帝有关。就这天云大陆明显衰落到低谷的世界，也想出一个剑仙？老大，你缠住袁启文的凶婆娘，这个世界的所谓剑仙就交给我吧。好，你们通知其他人可以进入天云大陆了。我们这就出发去找对方。必须赶紧去通知其他宗门，去帮助上仙。怎么？是上章仙界的神将来了，但似乎来者不善。管他善不善，无非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剑域内是无敌，但对于剑域外，我是真的毫无掌控力啊！连对方靠近浮空岛了，我都完全不知道。本以为会是魔界那些妖魔先来的，没想到会是仙界的人先来找麻烦。不过也好，正好帮我扩大剑域。这衰败世界竟然有仙灵之气存在。大哥，你看，那株果树灵机完全超过我上章仙界任何一种仙果。而且这岛上还有这么多灵果仙药，灵气充沛。把它搬回上章仙界，我们修炼速度也会加快许多。按捺住你们的贪欲，我们首要目标还是找到凌霄仙帝地灵的线索，之后我们再好好分享这次收获。师傅，我们该怎么办？这可是仙人。你面前就有一位仙子啊，仙人有什么稀奇的？而且有我在。师傅，那是主人，您可是万界第一剑仙，袁仙子上次那一剑也是让老猪我心神激荡，仿佛剑斗那一剑开天，万方中伏啊！少拍马屁！尔等还不速速迎接仙人降临，还站在那儿干嘛？这是万界中所有仙界都这样，还是只有这什么上章仙界出来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客？这么不知礼数！哼，不尊仙人，该罚！小子，你就是这天云大陆蝼蚁口中的剑仙。你们到了天云大陆，不是直接来我这里，还对其他人出手了？不过是不成仙的蝼蚁而已。别浪费时间，直接拿下他们拷问一番，我就啥都知道了。你们这么做，不怕诸天仙界的先帝仙王惩戒你们上章仙界吗？可恶，这群仙人已经到了。就算如此，我也必须去帮助上仙和仙子。诸天仙界，仙帝仙王。哈哈哈！只要在这凌霄仙帝出世的天云大陆找到他的地灵，找到他变强的机缘，以后诸天仙界就是我上章仙界为首。原来你们是这打算，但你们似乎忘了，我还在这里。再又如何？这袁启文不愧是诸天仙界有名的天才，我单独对不过。你们两人跟我一起，其他人拿下那个小子。上！张凡，你们小心！小子乖乖听话，将凌霄仙帝遗留之物交出来。再奉上那仙树和这座浮空岛，
不然屠尽你这所有人！当着我的面想动我的人，还想让我双手奉上宝物？这小子竟然挡下了我的攻击！是不是你这老书呆子没用力呀？我虽然只用了3分力，但能挡下我的攻击。这小子就算不是剑仙，怕是也有底牌。或许他得了仙王想要的凌霄仙帝机缘也不一定。你们不要轻敌，一起上！赶紧拿下他们，去帮助大哥。那我就多谢你们千里迢迢穿过虚空，不辞辛苦的自己送上门了。小子，就算你真的在这小世界成仙，也挡不住我们5人全力出手。上！来！师傅，上仙！哈哈哈哈哈！任凭你刚才多嚣张，天资多出众，在这落魄世界成仙，面对我等仙人还是犹如蝼蚁。哈，原来这就是仙人的手段吗？看来不过如此。我还以为你们仙人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我就放心了。什么？既然我接下了你们这一招，现在轮到你们了。不好，这招威势不凡，快闪开！这家伙一剑斩灭4个仙人，还拥有超越这世界法则的力量，撕裂空间。不好，这招威势不凡，快闪开！这家伙一剑斩灭4个仙人，还拥有超越这世界法则的力量，撕裂空间。大哥，4个兄弟没了，我们快撤，将此事禀告仙王，让仙王再遣更强的仙将下来。什么？这小子真的是这天云大陆小世界出身的剑仙？速退，回去禀告仙王陛下。想走？各位是把我的浮空岛和天云大陆当成什么地方了？你们问过我手中的剑了吗？这是大道剑意。我们是上章仙界的仙将，你灭了我们，依然得罪张明仙王，仙王大人不会饶了你。对，小子，你能在这仙级隐世的小世界成仙，必然天资不凡。要是找到凌霄仙帝的地灵，和我们仙王大人联手，必然能一统万界。喂，说完了吗？你，那就让你们的仙王亲自来吧。管你是仙人还是邪魔，只要是为了进这天云大陆，都先问问我手中的剑。不好，仙人们都被这人灭了，快回去禀报！休想逃！跪下！没想到这所谓的援军，反倒变成了敌人。之后我天云大陆该怎么面对张明仙界和其他万界？哼，这群张明仙界的人，我会交给我云霓仙界的仙帝陛下。诸天仙界联盟必然会对张明仙界做出惩戒。但就怕在这期间，我天云大陆又遭劫难了。那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就算没有仙界，我也会用我手中剑护着天云大陆众生。上仙，不愧是张道友啊！消灭8名仙将，获得800万剑玉值。8个仙将都是玄仙，给了我800万的剑玉值。果然马无夜草不肥，下次来的再多一点吧。混账！8个废物！来人！见过仙王。说传，天云大陆一个下界修士，号称自己是大道剑仙，还灭了我派去的8个仙将。你替我去收拾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大道剑仙，哈哈，那就让我去试试他剑有我的剑力吧。张道友、袁仙子，你们准备怎么办？本以为是援军的张明仙界，居然心怀歹意。我天云大陆现在非但没有援军，还被一个仙界盯上了。道长不用担心，我已经传信我的师父，我们云霓仙界会派人过来。但邪魔动乱，诸天仙人正和4个魔界邪魔对战，没法派更多人来。
无妨，能有多少援军都无所谓。麻烦启文你了。多谢理解，不过我会一直和你一起战斗。至于彰明仙界或者邪魔，我会处理。师傅，你准备怎么处理啊？修补大阵和天云大陆的事情就麻烦老道长了。我准备把浮空岛放到裂缝中。什么？管你是仙人还是邪魔，想进天云大陆，就先问问我手中剑。张道友，凌霄仙帝的消息传出，谁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势力对我天云大陆有？老道长不相信我吗？哼，我和元仙子正等万界豪杰来施剑呢。唉，仙人大德，老道在此替天云大陆众生谢过2位仙人，上仙圣德。天云大陆众生谢过上仙。我等也要勤加修炼，早日修为突破，去浮空岛上驻守，帮助上仙守卫着天云大陆众生。给我冲进这个世界，让它变成父神的花园！啊，这什么情况？主人，你这是不是挑的日子不对呀？还是你这是偷偷摸摸找来邪魔，让我们早点适应在虚空中的战斗啊？好，那就当做你们的磨练。山康，你带头上。看来之前被我们消灭的那个太虚邪魔复仇心切呀。太虚邪魔本就无法用正常思维去理解。哼，没关系，没关系。正好我初来乍到，总得向诸天万界表现一下自己，萌新报道嘛。张凡，你想要做什么？没什么。天云大陆已经消失在诸天万界视线里这么久，现在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天云大陆。主人，救命啊！主人，这些邪魔实力和我们在大战内遇到的完全不一样。在凌霄仙帝设下的大阵内，我们都受到实力压制，邪魔自然也不例外。有受到压制吗？我怎么一点感受都没有？算了，我先解决这些邪魔吧，正好这波邪魔能让我凑齐剑域值。这就是张凡的大道剑意吗？难得的近距离领域机会。这就是张凡的大道剑意了，难得的近距离领域机会。要不是我闪得快，主人的剑气就得砍在我身上了。主人神威浩大，尔等邪魔还不快速速跪下求饶！还不给我滚回来！是。主人，老猪刚刚可是卖命帮您把那些邪魔给引出来，汇聚到了一起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啊，表现不错，多谢主人夸奖。这主要是真的厚脸皮呀！这小世界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剑仙？仙界的小姑娘，天云大陆的小家伙，我回来复仇了！孩子们，让这个世界回归父神的怀抱吧，让迷途的孩子重新得到父神的爱吧！上仙，邪魔大军来势浩大，浮空岛的防御法阵恐怕挡不住。没关系，有我在。不经过小爷同意就进入天云大陆，还在我的地盘上搞事情。小爷还没去找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小爷也好久没有全力发挥过了。我会在父神的花园里等你迷茫的灵魂回归。安师兄，你觉得袁师妹说的这位剑仙实力如何？浩大的剑意，仿佛直指剑之大道。没想到消失于诸天万界数万年的天云大陆重新出现，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剑仙。没想到这附近居然躲着这么多人。
和我们云霓仙界没有牵扯，我们只是来支援袁师妹而已。凌霄仙帝的一切事务和我们也无关，去岛上吧。不过，有些人的阴暗企划恐怕难了。主人一剑灭敌，堪称无敌呀！找机会趁主人不注意暴揍这猪妖，太不要脸了！山口，给我让开！我要向师傅请教剑道。玉莲小姐干得漂亮！师傅，能教我怎么领悟剑道吗？那是当然，你可是我唯一的弟子。多谢师傅。哎呦！谁都别想独占主人！你们几个是吃饱了准备早点去投胎是吧？既然你们俩想早点投胎，今晚我夜宵就是烤猪排和红烧狗肉了。玉莲小姐，我错了，老子我再也不敢了。别跑！小姐站住！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我觉得很有活力，这样很好，大家一点都不拘束。我师兄他们来了。云霓仙界安然奉师门命令前来援助天云大陆。张仙人，久闻你的大名了。我在诸天万界已经这么有名了吗？毕竟这里曾经走出过凌霄仙帝那样的大人物，自然会引得诸天万界的关注。那个张凡道友，闲话我就不多说了，小弟我先在这儿代替师门道歉。接到师妹的传信，师门派出人手来这对付妖魔，但现在整个云霓仙界都抽不出多余力量了。安师兄，现在前线已经这么紧张了吗？18魔帝突然同时出击，9天仙界的大部分仙人都前去前线支援。现在没人知道魔界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前线现在已经到处都是战场。师父他也去前线了吧？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对了，张凡道友，你要小心。我在带着师弟们来天云大陆的路上，看到不少世界的人朝着天云大陆而来，其中有不少魔界、妖魔，甚至还有仙界的人。哼，估计又是上张仙界的家伙心有不甘，肯定是为了凌霄仙帝的秘密而来。多谢安师兄的提醒。这小子是跟着袁师妹的口吻喊我们师兄，他俩不用谢，我们本来就是来支援你们天云大陆，自然不希望你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安师兄和师兄们稍等，我先让人带其他兄弟们去休息。多谢张师弟。这边请。对了，秋文、张凡道友，我这还有一个消息要和你们说。上张仙界派出了他们年轻一代最强的仙人墨川，正朝天云大陆而来。墨川？安师兄，你确定这个消息是真的吗？那个墨川那是谁啊？墨川，上张仙界年轻一辈最强仙人，被视为上张仙界下一代仙王继承者。他被上张仙界宣扬成诸天万界剑道第一天才。剑道第一天才，正好，我也早就想见见这位一直被师父拿来和我相比的剑道天才。剑道第一天才，正好，我也早就想见见这位一直被师父拿来和我相比的剑道天才。你们小心就行。墨川除了带着任务外，肯定也是奔着你们来的。麻烦张凡道友了，我们先去休息。明日我们师兄弟再布置一个临时防护阵法。你们世界的护界大阵裂缝一直没有修补，又缺乏阵眼，力量一直不停流失，恐怕坚持不了太久了。我相信，等到护界大阵真的撑不住时，天云大陆的大家都成长起来了，而我会更强。我不怕来敌强大，敌人强大，我的剑也未尝不强。张道友好胆魄。安师兄、张师弟、袁师妹，好像有人朝着天云大陆靠近。
这些人来自上章仙界，以及上章仙界下属世界。这就是天云大陆嘛，灵气缺乏，令人失望。哼，这样的世界能出什么人物？不过没想到袁奇文，我俩终于见面了。墨川，你们上章仙界的人来这里想做什么？当然是带回凌霄仙帝的传承，顺便我要击败你，让诸天都知道，年轻一代剑道我最强。哇，这浓厚的中二气氛，这仙界的人怎么也和那些二愣子一样，都这么无脑的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眼瞎，没看到我站在这儿呢？能站在诸天仙界年轻一代追捧的剑仙子袁奇文身边，这小子就是仙王所说的这个世界的剑仙了吧？但身上毫无气息，就和凡人一样，恐怕不过是一个凡人而已，见到仙人还不跪下迎接？哼，不愧是你们上章仙界的人，又一次让我见识到了你们的有眼无珠和张狂。蝼蚁岂敢狂言！我上章仙界岂能容你这等下等世界出身的凡人欺辱？哼，也好，让这些不服我的人替我去试试对方，要对方真的厉害，也省得以后我回仙界还要自己动手。蝼蚁，拿命来！那恐怕你还没这个本事。饶命啊！这样的小世界，怎么可能出现如此强大的剑仙？不可能！这一往无前，这带着无敌的剑意，不可能！这诸天万界除了我，绝不可能有人能领悟这样的剑意。莫大人，我们要不还是先回仙界吧？不，这万界中绝无可能有比我更强的剑仙，我不信！我才是诸天万界最强剑仙，让我来见识一下你的剑道吧！哟呵，不愧是上章仙界的人，真的是不要脸，一个个都道貌岸然，出手阴险就算了，还敢偷袭！啊，这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啊？这小子什么来头？除了那些仙界老怪物大人物，从没有人这么轻松接下莫大人的剑。既然你出手了，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剑道。不好！七剑！他竟然能一剑破灭一支剑队组成的防护大阵！莫大人，我们快走！我们等回去禀报先王陛下，再来复仇。就算不是第一次见，但还是令人震撼啊！谢谢夸奖。怎么了？见面不如闻名啊！这上章仙界的墨川被人鼓吹和我为年轻一代双星，结果他的剑道真是令人失望，偏激，还带着一种狂傲，完全是剑走偏锋的剑道。也不用如此失望，张师弟这样的剑道天才在身边，你还担心无道之孤？这倒是。张凡，且看剑道谁为锋。好啊，不过我的剑道可是无敌天下。真好，我们继续去加强一下防护阵法吧。张师弟这一剑，起码天云大陆可以安静一段时间了。而且师傅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需要我们去帮忙了。魔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近在战场疯狂发起攻击。我担忧的是，似乎邪魔中年轻一代出了不少天才，而且最近那位动作似乎有些频繁。这位邪神可是以狡诈出名，真是令人不安呐！将消息发回后方，让诸天仙界之主去头疼吧。而且告诉他们，血渊战场需要支援，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天才。这一次邪魔的突然进攻，恐怕不少战场都需要支援。张师弟、袁师妹，
天云大陆的防护大阵，我们完全布置好了。辛苦几位师兄了。不辛苦，而且这段时间看张师弟和云师妹你们两人练剑，我们剑道也大有进展。张师弟、云师妹，天云大陆的防护大阵，我们完全布置好了。辛苦几位师兄了。不辛苦，而且这段时间看张师弟和云师妹你们两人练剑，我们剑道也大有进展。不过，恐怕我们师兄弟在天云大陆也待不了多久了。安师兄，难道师傅那边有什么消息传回来了吗？啊？怎么了？诸天万界最大势力就是9大魔界，由云离仙界和诸天仙界组成的仙界联盟，两方水火不容。在虚空以及两方势力交界的小世界，有着无数战场。天云大陆现在有了一个防护阵，前段时间我的武力展示也能震慑一些心有歹意的势力。或许我可以去战场获取一些剑域值。是师父的飞剑传信。诸天仙界仙帝们发出号令，让所有仙界的年轻一代天才前去前线战场支援。哼，好机会，正好趁机去见识一下诸天万界的天才们。斩妖除魔本来就是我的职责，正好趁此机会见识一下仙魔双方的天骄们。大家快去准备，我们要离开天云大陆。你真的准备去仙魔战场？那当然，你没有听到安师兄说的吗？仙界联盟将会召集各方天才前去支援战场，根据表现给予优秀者丰厚奖励。先不说奖励如何，我想在那仙魔战场上，这一次肯定能见到各方天骄了。你不期待吗？我当然很期待。那不正好，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这诸天万界的天骄。再说了，怎么了？请问你不觉得我的浮空岛悬浮在这天云大陆之上，对于某些人来说，就像头顶悬挂着一柄利剑，让他们不敢动弹吗？你就不怕玩脱了？不怕，我留下了不少手段，而且我还担心他们闹得不够大。啊？这道剑气虽然强大，但也宣告一个剑仙的暂时离开。不知道这天下会有多少人如张道友说的那般一样，不甘心地跳出来啊！恐怕凌霄仙帝的地灵也隐藏不了多久了。现在这天云大陆再无人可以抵挡我，只要我重回巅峰，我尊天下无敌。凌霄仙帝，你守护的世界终将毁灭在我的手里。出发，目标：仙魔大陆。遵命。你就是这样完成我给你的任务？仙王，不是我等不效力，实在是没想到。我不需要理由。哼，沃川，你不是号称自己年轻一代无敌吗？给我滚吧，一群废物！仙王张凡，你们给我带来的羞辱，我绝对会给你们一个个算清楚。想要变强了？什么人？我们还没到仙魔战场吗？毕竟这是虚空，除了仙人或者仙界制造的渡空战船能横穿虚空，穿梭万界之中，常人进入虚空即亡。像张师弟你这样直接带着浮空岛出来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虽然我不擅长炼气之道，但还是能感受出张师弟你这座浮空岛的珍贵，恐怕已经不下于仙王之气了。毕竟这岛我可是花了大精力的。我不知道什么是仙王之气，但有无敌界域的范围笼罩住，横渡虚空倒也轻轻松松。就快到仙魔战场之一的血渊战场了，
前面就是我们宗门的一个后勤要塞。啊，这就是仙界联盟在这里的后勤点，好壮观！这得多少修士啊！这只是我们云霓仙界负责的其中一个要塞，类似的要塞在整条防线上数不胜数。这座古城运用了我云霓仙界所有炼气宗门顶尖技术，阵法师在上面布置层层禁法。正是一座座这样的宏伟要塞，我们才把太虚邪魔拦在防线外，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个世界。上界的战争规模竟然如此的浩大，对比天云大陆上的争斗，咱们可真是小孩子过家家呀。等我把剑域等级提升上去，然后学习强力劲法，到时候我的浮空岛也会超过这座古城。张师弟，我已经传书给我师傅，我们等会儿直接进去吧。不过浮空岛太大了，恐怕不能进古城的。没事，还好靠着上张仙界的大哥们送福利升到4级的剑域，如今可以让我在周身维持小规模剑域出岛，不然我还真不敢离岛。哼！张师弟，我已经传书给我师傅，我们等会儿直接进去吧。不过浮空岛太大了，恐怕不能进古城的。没事，还好靠着上张仙界的大哥们送福利升到4级的剑域，如今可以让我在周身维持小规模剑域出岛，不然我还真不敢离岛。哼！那我们进城吧。师傅。好，然而你们下去休息吧。启文，你和这位张小友在这殿内稍等我片刻。这是我师父，云霓仙界归藏剑宗的宗主陈毅。你放心，我师父脾气很好的，就是看着冷漠而已。我听得到，不用担心，我不会怎么这位张小友的。就像你说的，我只是看着比较不易近人而已。在下张凡，谢过陈前辈。我的身份，启文已经跟你介绍了，我就不多说了。你们想去战场的申请，我已经提交，并且已经通过了。你们呐，不要小瞧万界天骄，此次仙魔战场形势突变，诸位先帝也忽然拿出丰厚的赏赐，肯定会吸引很多人。你们到了战场，一定要小心。师父放心，徒儿磨练许久，自然懂得这些道理。请前辈放心，我和启文在战场上一定守望相助。你们知道就好。你们从天云大陆远道而来，先去休息吧。明日我就会安排你们跟随一支补给船队前往血渊战场。多谢师父。多谢前辈。诸位先帝，此次的万界天骄争霸，真的只是为了对抗魔界攻势吗？就怕后方仙界出问题呀！哎，张师弟、师妹，师门急令，我们得暂时离开了。祝你们两人在战场上大展风采。也祝几位师兄任务顺利。嚯，不愧是诸天万界的霸主之一啊！走吧，我们也要跟上船队前往战场了。这浮空岛就是属于最近几日在万界传名的那个谁来着？张凡，就是他。师门一剑击败了上张仙剑的墨川。墨川，不过是下24天的所谓天才，击败这样的人算什么？到时候到战场，我再让这个来自小世界的乡巴佬见见世面。唉，行军漫长，在那岛上的确比在这船上舒服。师姐，那不如我们去夺来。算了，会被师傅骂的。而且不过是一个没见识的傻小子而已，欺负他也没什么意思。这群家伙，现在领着魔枪了。在战场上能增强1分实力，就多1分安全。啊？怎么突然看着我笑？我脸上有脏东西？我只是想
你最近名声远扬，而且浮空岛又如此张扬，等到了战场，恐怕张凡你会遇到不少人，到时候你可有的好受了。我倒是巴不得如此，甚至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发生什么了？一袭！前方遭遇埋伏，后方船阵，做好战斗准备。右翼立即前突，援助前营。左翼船阵有异，警戒四周。大军缓慢前进，迎击敌军。老宋，操纵浮空岛出击！不知道是哪个仙界的大少爷来战场，居然还带着浮空岛。估计现在看到战场就已经傻了吧？让我们给这些仙界的大少爷、大小姐们上上课。你们去把这些小邪魔处理掉。老宋，你们守护浮空岛。九恩，和我一同见识一下战场。与君一行，顺便让一些人改正一下自己的目光。小崽子们，让我看看谁给你们的勇气这么嚣张！真是个喜欢作怪的家伙。我们就来比比谁消灭邪魔更多吧。那就来比比吧。不好，是云霓仙界的元气纹。哎呦，不错哦。这里有个落单仙人，快抓住他，让我品尝一下人类修仙者肉的味道。看来我也不能落后于奇闻呀，得好好表现，以后让邪魔见到我都得落荒而逃。我来了！那是谁？好强的剑意！那好像是最近诸天仙界内扬名的一个剑仙，听说来自一个小世界，前段时间击败了上章仙界的墨川。从这一家来看，的确有这个实力。看来又出一个天骄了，看他方向是准备去战场中央了。不知道那9大仙界的天骄见到此人会如何？那是谁？好强的剑意！那好像是最近诸天仙界内扬名的一个剑仙，听说来自一个小世界，前段时间击败了上章仙界的墨川。从这一家来看，的确有这个实力。看来又出一个天骄了，看他方向是准备去战场中央了。不知道那9大仙界的天骄见到此人会如何？算了，那是他们天骄之间的事情。跟我们关系不大。传令，其他战舰跟随我，继续清剿附近邪魔。好强大的剑气！这是谁啊？剑道修为如此高深，好一个一往无前、无可匹敌的剑意。不过就这样，可别想胜过我。金凤剑气，那是云霓仙界归藏剑宗的元启文元仙子，不愧是上9界的天骄。看来本小姐都是小强的元启文和来自小世界的张凡了。哼，元启文也就罢了，没想到那张凡还真有点实力。那么我也得展现一下我的实力。好，这些仙界隐藏的天骄，果然照主人所说，一个个出现在了前线战场，绽放出你们更加耀眼的光芒吧！互相争吵，互相厮打，证明你们中只有一个人才是最耀眼的天骄。刚刚好像有谁在探场呢？张仙人剑道无敌，仙子英姿大赏。这次就算平手吧。不过下次我一定会赢。哦，我倒觉得会是我。不过这次魔界的伏击总给我虎头蛇尾的感觉。第一次到战场，我也不了解邪魔，不过仔细回想，的确……哎，说起来，我刚才战斗的时候，总觉得好像有人在窥视，在那个方向，你有这种感觉吗？有人窥视你？我并没有这种感觉，
或许是你的灵觉比我敏感，但若是真的如此，恐怕魔界之自伏击是另有企图了。算了，这种事情暂时还是让那些仙界大人物去头疼吧。我之后会把这些事情和我师父说，还是交给他老人家处理吧。主人，师父，主人，没想到和这些邪魔在虚空中战斗还挺麻烦的。在虚空战斗真的好麻烦，我们不能出岛像师父你们一样到虚空中去，只能一同浮空岛，让一些本来我一剑就能灭的妖魔给跑了。你们多加修炼，早日位列仙班，不就没这种麻烦了？我们也能成仙？这当然可以，我会给你们提供帮助的。张法，就像我之前说的，有人盯上你了。朱雀仙界的刘若霞，南极仙界神霄玉清宗的徐冲。唉，袁姐姐就不能在介绍我的时候给我加一些修饰词吗？这位就是来自天云大陆的张凡小哥哥吧？刚刚我看到了哦，好强的剑道！一般一般，也就跟齐文打了个平手。哼，张凡是吧？你今日的表现值得我记住你的名字了。小爷我的身份，袁奇文已经和你说了。到了仙魔战场，你别让我失望。张凡小哥哥，袁姐姐，我也先走了。我很看好张凡小哥哥你之后在仙魔战场上的表现哦。不过到时候请小心一点。之前那片雷海和那朵红莲，就是这两人吧？是的，别看名声没之前墨川大，不过这只是上九界将自家天骄隐藏起来，名声不扬而已。实力的确不凡，看来这次仙界联盟动作很大呀。我对接下来的仙魔战场更加感兴趣了。到时候不单单你我分出个胜负，也能和上九界、下24界的仙界天骄们比个高下。这个世界就是仙魔战场之一血渊战场吗？是的，血渊战场。这座战场除了最古老的几个仙界，无人知道存在了多久，数十万年。漫长的岁月，无数仙魔陨落在这座战场，诞生了这片血雾。虽然血雾基本上都在大陆周围，但战场最中心就是血雾源头。血雾能迷惑人心智，遇到一定要避开。多谢仙子提醒。不愧是仙魔战场，这直接拿一个小世界作为战场啊！这里本来也是一个正常的小世界，邪魔入侵这个世界，仙界联盟只来得及撤离这个世界的原住民，随后无数次的大战，让这个世界彻底毁灭。若是之前没有击败那只太虚邪魔，天云大陆也有可能变成这样。是的，大家都要加油啊！天云大陆还要靠你们呢。师父，我一定会在仙魔战场好好磨练自己。哎，主人，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请上仙放心。这就是我们仙界联盟在轩辕战场的要塞，也是指挥部。那我们好好休息一番，然后就是期待仙魔战场了。这就是我们仙界联盟在轩辕战场的要塞，也是指挥部。那我们好好休息一番，然后就是期待仙魔战场了。诸天仙帝有令，战场表现优异者将获取33天仙界的奖励。你们这些天骄，可别让老道和诸天仙帝仙王失望。准备出征，讨伐邪魔。谨遵道先生令。我们也出发吧。这就是仙魔战场吗？大家等会都小心，战场上注意保护自己。师傅，我们也上了。遇到紧急情况就使用我留给你们的东西，保命要紧。仙魔战场因为陨落太多仙人和太虚邪魔，这里大到规则凌乱，对所有人都会有压制。你也要注意安全。你也是，
不过正好我们也继续之前没有分出胜负的比赛。不管先帝们的奖励好不好，现在就是我收割剑玉值、增强自己实力的时候。嗯，到了战场上的表现还是那么不错，不愧是天骄。毕竟都是上九天仙界全力培养的天选之子。继续吧，可别到了最后连他们都比不过，更别说和我比斗了。哼，那看来我从现在开始得发挥全力了。从别的战场传来消息，仙界的天骄都纷纷到战场了。我只想好好战斗，享受撕裂敌人的胜利。我不管你们这群家伙有什么阴暗的想法，别打扰我享受战斗的快乐。嘿嘿嘿，大人你不会失望的。接下来血缘战场会来更多的敌人，会让大人你尽兴的。最好如此，让我一定把你们这群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渣子砸成碎片。都来吧，都汇聚到战场上，绽放出你们的光芒。这座战场将会成为你们最后的舞台。怎么又感觉有视线在看着我，而且是从邪魔那边传来的，还有些熟悉。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下吧，每人拿一个。那，多谢师傅。启文，你师父那边有消息传来吗？难道今天你又感受到了之前那种被窥视的感觉了？而且这次能明显感受到这窥视感来自邪魔那一边。你是担心魔界之前的异动，我们来世的伏击，都在证明邪魔有阴谋。你说邪魔会不会是故意让仙界将人手调集到前线战场来？故意将人手调集到前线来？我先前听师傅说，不单单是血渊战场，其他几个仙魔战场也都有33天仙界的天骄过去。各方战场都有天骄，你说邪魔会不会就是想对这些仙界天骄出手？当然，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阴谋。你说的很有可能，只是现在后方有动乱，师傅去救援师兄他们无力插手这边。我们先把这些猜想告诉镇守使道玄圣人吧。也只能暂时如此了。而且这些也都只是我们的猜想，以后在战场上小心一些吧。感谢袁师姐和张师兄的提醒，道玄圣人让我告诉二位，他们之后会多加注意邪魔的动向。召唤武有何事？主人，有人察觉到战场的不对劲，道玄那家伙可能会有所应对。放心，一切棋子都已经布下，这盘棋局谁都无法阻挡。让他上来吧。铁无主，祝魔尊安好。你们四邪神向来和我们其他魔界两相安好，互不打扰。现在你们是准备做什么？我们都是那些人口中的邪魔，以前互不来往，不代表不能彼此合作。好一个甜言蜜语的女娃，好想把你夺过来，让你加入我们魔界，成为姐妹。不加入魔界，我也能和魔尊大人你成为姐妹。那就不必了，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不过是一个仙界的小男孩，我出手肯定将他收入群下。我也会精心准备，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主人和魔帝也正等我们的好消息。上仙，玉莲她能成功吗？那是自然，这可是我的徒弟，不过成个仙，多简单的事情。不愧是上仙。你们啊，都好好加油吧。成功了，玉莲也成为剑仙了。恭喜玉莲小姐！恭喜师傅！
喜玉莲小姐，多谢师傅。没给师傅我丢脸。以后啊，也好好表现啊。不愧是我们各仙界的天骄，战场表现就是不错。但没想到，血渊战场会有一个小世界的天才表现不下于仙界天骄。好像是叫张凡是吧？张凡，我一定会报仇的。但现在我需要继续隐忍等待机会。掌柜，你见过一个英俊秀朗、带着锋利气质的男子吗？我们九四没这样的人。你要是想找人，我可以帮你找。我在找墨川大人，我是一个小世界飞升上来的，见过墨川大人一面。听闻他最近消失了。墨川那个废物！墨川大人才不是废物，我相信他一定会击败那个什么张凡。哼！这是我的追随者。可恶的墨川，一个废物，居然能让这么漂亮的仙子倾慕。仙子留步，你为何要找我？墨川大人，你刚刚就在九四。川哥哥，你一定会成为仙界大人物，一定能打败那个张凡的。那是当然，我可是上张仙界剑道天资第一的墨川。我相信川哥哥一定可以。我师门有双修功法。如果是川哥哥的话，我愿意。我会好好珍惜你的，也会永远记得你对我的帮助。倾慕于我，哼，就看最后是谁利用谁了。镇守使倒悬圣人让联军收兵撤退了。近段时间的魔界联军里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年轻一代，你说我们的猜想会不会是错的？或者只是在迷惑我们，又或者有人并不介意将自己这边的天骄也一起送了。也对，毕竟是邪魔，坑盟友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有些东西还是我们自己调查一下吧。我对邪魔想做什么还真的有些好奇。对了，我从云云仙界其他宗门得到消息，又有新的援军要到轩辕战场，其中有上张仙界的人。又是上张仙界的人啊，好麻烦。哎，刚刚才聊到他们，结果一转眼他们就出现在我面前了。那家伙我记得叫啥来着？墨川。之前被你一剑击退。居然派了这家伙来，不知道上张仙界又准备做什么。川哥哥，怎么了？你看到哪个熟人了？没什么，随便看看。熟人？哼，这段时间我对这两人的恨意那是发自内心，的确称得上是刻骨铭心的熟人。墨川，这可是先王陛下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这废物可别再坏事了，不然亲手解决你。哼哼，也不知道仙子你看中这废物什么，还跟着他来战场。走吧。废物，哼，希望你以后别后悔。川哥哥，只要拿到我偶然得到的那张宝图上的洞府，你一定修为大进，到时候好好教训这群人。好的，我不管你想做什么，哼，只要能让我实力大涨，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幻蝶魔尊传来消息，他已经来到轩辕战场了。很好，一切都照着计划进行。不过我主让我好奇问一句，你家主人去哪儿了？我的主人当然是寻找能满足他欲望、能给他带来艺术享受的人去了。你家主人不会针对对面上九天中的某个仙帝出手了吧？这批援军的到来，我们在战场上力量就超过魔界联军了。
而且之前云霓仙界的小姑娘和那个小家伙的提醒，也让我很在意。避免夜长梦多，我们准备直接发起决战吧。镇守使准备全力发起进攻，一举结束血渊战场的战斗。召集我和你去镇守府。援军刚到就发起进攻吗？大概镇守使察觉到邪魔真的在搞什么阴谋诡计吧。你们到时候自己小心，这次不要冲动，首先是保护好自己。师傅放心，我们到时候会依托浮空岛战斗，一有危险就跑回来。晚辈张凡，晚辈袁启文，见过镇守使道玄圣人。之前魔界联军异动，我派人调查发现，邪魔似乎蕴藏阴谋。现在援军到来，我准备立即发起进攻。辛苦你们几个刚到就要上战场，但为避免夜长梦多，立即进攻能让邪魔猝不及防，就算不成，也能让邪魔露出马脚。之后我会为你们请功。谨遵圣人法令。辛苦你们几个刚到就要上战场，但为避免夜长梦多，立即进攻能让邪魔猝不及防，就算不成，也能让邪魔露出马脚。之后我会为你们请功。谨遵圣人法令。你们也要好好表现，现在可是天骄争霸时刻。若能彻底结束血渊战场的存在，你们的评价将会远远超过其他天骄。是。之前你们表现都不错，这一次就让我们彻底分出高下。小爷我可要发挥全力了。袁姐姐，这次妹妹我可也不会让你了哦。啊，我们也走吧，回去准备。一群家伙，竟然完全当本公子不存在。哼。虽然不知道那个女人想做什么，但张凡、袁启文，我现在实力可是已经远远超过以前了。仙界突袭了，快去报告各位大王啊！道玄老头，你们仙界联军竟然自食没落！所有人立即发起攻击，这个魔头由老夫来挡住。道玄老头，你只以为我们一点防备都没有吗？邪魔怎么会知道我要发起进攻？大爷才不管那些阴沟里的老鼠！现在道玄老头，你先和我分出胜负吧！只能期望邪魔想不到我会全军出动。张凡，你们可别让我失望了。看来邪魔在仙界联军里有内应。那又如何？联军进攻蓄势待发，已经不可能停下，上吧！袁姐姐，他们出发了哦！小爷又怎么能在这时候退缩？下令所有人跟我冲进去！直接从这里攻入城堡内部。启文，你帮我掩护。小心一些，我总觉得这次总攻邪魔的反应有点奇怪。哪来的仙界小辈敢在这里嚣张？弱小的羔羊，你只能成为无主脚下大地的泥土。用你的鲜血和恐惧去取悦伟大的武神啊！锋锐的剑气，我刚刚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哼，竟能扛下我一剑，你似乎不简单呢。张凡，这座偏殿可能有问题。啊？怎么了？如此强大的对手，干掉你肯定能取悦无主。拿命来！那我先解决这只太虚邪魔，好好把这里查一下。就是这股剑气，就是这直通大道的剑意。快跑！老大被干掉了！你发现什么问题了？看那，我也是刚刚发现，这座偏殿下面有这样一个阵法。这阵法什么效果？
吸收生命精气血气，但好像还有别的效果。别的效果不管，吸收生命精气血气，然后呢？将这些精气血气吸收汇聚，能发挥很多作用。作为阵法、仙气的力量来源，以及直接增强一个人的实力。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整个魔界联军城堡下面都有这样的阵法，以及邪魔准备做什么？而且这样的阵法布置花费时间必然很久，魔界的这个阴谋准备到哪个地步了？恐怕魔界早就知道我们准备发起总攻，甚至有可能这次大战本就是他们的预谋。镇守使无空抽手，我们先去别的地方查镇，同时通知后方吧。现在担心更多也没用了，而且你放心，有我在。我们带人分头探查，在那座高处的大殿汇合。好，各位兄弟，事情危急，接下来还请各位随我冲锋。这座偏殿果然也有阵法，恐怕真的整个城堡都布下了阵法。不用追击残敌，立即去下个大殿。我去打通其他大殿。不知道启文那边情况如何了？元仙子已经击败大魔，诸位兄弟，别让这群邪魔跑了！连续2座偏殿都有阵法，这群邪魔到底想做什么？所有人立即撤离城堡，回到船上。这座城堡恐怕已经变成了一个陷阱。张凡，你这里情况怎么样？每座偏殿都有阵纹，无论仙魔、血气，都在被这座大阵汲取。事情严重，我必须亲自告知几位长辈。2个新进的小家伙，恐怕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事情严重，我必须亲自告知几位长辈。2个新进的小家伙，恐怕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启文，你去汇报吧，这里交给我来处理。那你小心，张凡。小家伙，你是不是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我说我来处理，你就给我待在这里。这小子似乎有些不对劲，我们一起上。小子，虽然你看起来有点本事，但你太狂妄了。本座最喜欢灭你这样的天才了。我的剑域投影范围还小，还好你们4个傻子自己撞进来了。哼！这样的力量怎么可能在这个小辈身上？启文离开了，那我就先看看这个大概率是辅助阵眼的大殿里是什么情况。刚刚那是什么？居然让我忽然浮现出一些久远的记忆。大人，您刚刚发现了什么？或许我找到了一个老朋友的继承者了，真是有趣。外面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几个给我过去看看。不用去了，我自己进来看看你们邪魔到底在做什么。哼，你来到这座大殿，就说明前面那群废物都被你们仙界的人干掉了吧？果然，这座大殿就是脚下这座大阵的阵眼之一了吧？没想到你们仙界这么快就发现这个阵法了。不过，小弟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对啊，我觉得我一个人就够了。哼，狂妄的小家伙，你去冥土为你的年轻接受后悔吧！上！小子，你到底是什么来历？
算了，你的实力很强，看来我无法阻挡你。不过我有个建议，这里发生的事情不是小家伙你能掺和的，不如先考虑逃离这里，保住自己的小命吧。我有说可以离开了吗？你做了什么？先来说说你的邪魔到底在做什么吧。不自我坦白，只要你饶了我，我马上告诉你。魔界至高中有人准备炸了轩辕战场，拿走世界本源。不要！伟大的主人，放过您卑微的仆人！救救我！世界的本源，看来这轩辕战场背后的阴谋，比我和齐文想象的还要复杂。前面发生什么事了？仙界有天骄攻破了前面的防守，正在朝这边而来。你确定？我已经派人过去处理了，先帮这个仙界小子完成改造吧。什么？这是我派去处理前面事情的手下，外面这是发生了什么？你们邪魔就不能把建筑内弄得明亮一点？只有一个人，绝不能让这小子破坏主人和魔神他们的计划。我们一起上！小子，哪里来？一个九幽邪魔，一个太虚邪魔，你们这招待未免也太热情了吧？哦，我记得你们邪魔也是分成两类，彼此互不来往的吧？算了，我对你们邪魔怎么样不感兴趣。不过我真是没想到啊，会在你们邪魔的城堡里见到曾经的手下败将。张凡，我也没想到，你居然能来到这里。张凡，你绝对无法想象我经历了什么。等我完成这次改造，我会让你跪在我面前求饶。张凡、袁奇文，你们都给我等着！你们邪魔找人做内奸的时候，能不能找个正常人啊，而不是这种脑子发育不良的？事关主人和你家陛下的大事，魔君还请全力出手。小子，你的确很强，但我已经召唤了魔尊，我一定要让你小子知道，什么叫做自寻末路。我倒是很期待你把你们这位魔尊快点召唤过来。这小子不会是疯了吧？还是脑子天生有问题？魔君，领主大人不好了！外面又有仙界的两个年轻人带人打过来了。你们仙界的天骄是不是都有问题？一个两个都这么喜欢逞威风吗？没想到追着一个大魔，居然能有意外发现。没想到追着一个大魔，居然能有意外发现。刘师妹，这里有一个魔君和一个魅魔领主。许师兄，我们先把这几只追了一路的大魔给处理掉吧。不过战果是谁的，就看谁手快了。这几个仙界天骄都不简单，恐怕我们得先撤。为了魔神和陛下的荣光，都给我上！走，带上墨川。不好，这辆魔头要带着墨川这小子跑路。刘师妹小心，这气息有魔尊过来了。不好，神霄护身。百鸟朝凤。这俩倒霉孩子，搞得和拆家专业户一样。徐师兄，刘师妹，你们两个没事吧？张师兄，张师兄，快走！这里有魔尊级别的太虚邪魔。先不管魔尊的事情。果然，
这几个家伙趁乱跑了。抢走弱小的蝼蚁！你们竟然敢打扰伟大主人的计划！交出你们的性命当做赎罪吧！看来我们3个只能联手拼一下了。要是实在不行，你们2个先走，我会拖住他。放心，有我在。而且我现在需要马上去向镇守使他们汇报一些情况。人族的小子，是不是太不把我这个魔蛛当盘菜了？少爷，我现在没空理睬你。这怎么可能？张凡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居然一剑就把那家伙灭了！哎，张师兄，你刚刚说有事情要和镇守使他们汇报，是你发现什么了吗？事情紧急，我们边走边说。哇，这就是张师兄的浮空岛啊！仙姬灵气充沛，真是仙家福地。上仙，您怎么突然回到了岛上？我有事要去找镇守使他们。这2枚果子你们先服下疗伤，然后我们再出发。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副镇守使大人已经知道你们到来，让我带你们进去，跟我来。副镇守使大人正和其他大人商讨如何应对邪魔可能的阴谋，你们几位还请在这里稍待片刻。张凡，你怎么也来了？还是和徐师兄、刘师妹2位一起过来？在祁文你离开后，我击败了那几只大邪魔，然后进攻了镇压邪魔大阵辅助阵营的大殿中。期间，我抓住了一只魅魔，那只魅魔在被我逼迫说出邪魔的阴谋真相时，突然化作灰烬。但我还是得到了一些残缺的情报。除了邪魔们收集战场上的血气之外，有魔界中的至高者预谋掠夺走血渊战场这个小世界的本源。什么？你说的可是句句属实？绝无疑据，王爷。副镇守使大人，若这个情报是真，恐怕整个血渊战场的联军都处于危机之中。立即鸣金收兵，让那些长老们随我一同出手击退嗜血魔尊，让道玄大人过来主持大局。你们送来的情报很重要也很及时，事后道玄大人一定会给你们论功奖励。张凡，你刚才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总觉得你刚刚好像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现在手里也没有证据，所以有些事情不能说出来。难道和上章仙界有关？是墨川吗？不愧是祁文你，果然冰雪聪明，让你猜中了。哎，那个上章仙界的墨川，我记得和袁姐姐你齐名，她怎么了？之后再说吧。我们先去准备撤军的事情。卑鄙的仙界伪君子，竟然以多欺少！所有联军士兵听令，全军撤出城堡。不愧是我仙界的英杰，多亏你们发现的情报了。你们的功劳，事后我会上报仙界。你们先好好休息吧。立即组织大军撤离，通知后方留守部队放弃所有物资，暂时离开血渊战场。莫公子回来了，多亏莫公子断后，不然我等不能如此轻松撤离，躲避邪魔的阻击。多谢莫公子救命之恩。大家都是同袍，战场上互帮互助乃是道义，不用如此。我们也先离开主舰吧，这里人多势杂。徐师兄和刘师妹要是不介意，不如去我岛上休整一番。哼，那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对张师兄你岛上的仙果可是非常感兴趣呢。老宋，你们操控浮空岛，跟随大军撤离血渊战场，做好防备。我觉得邪魔不会这么轻易让我们离开。张师弟，那个上章仙界的墨川怎么了？张师弟，
那个上章仙界的墨川怎么了？你们都记得那座大殿吧？就是我和刘师妹与张师弟你相遇的那座大殿吗？我和齐文发现了邪魔在整座城堡下布置的阵法，那座大殿就是整座阵法的辅助阵眼之一。在你离开后，我进入了那座大殿，在阵眼中心看到了墨川，一个魅魔领主和一个魔君在为他护法。当时我正准备出手，你和刘师妹就来了，再然后就是来了一个魔尊，局势混乱。魅魔领主和魔君带着墨川偷偷溜走了。啊！这件事情必须上报镇守使。我们没有证据，只有张师兄看到了。而且刚才你也见到了，墨川他貌似在战场上表现很不错。本公子最烦的就是这群搞阴谋诡计的家伙了。一个领主和一个魔君，给一个仙界天骄护法，邪魔的图谋恐怕不小。上仙，前面仙界联军遭到邪魔攻击。哼，果然邪魔有所准备，不会轻易让我们离开。所有人不要惊慌，全军突击，随我击破邪魔！张凡公子无敌！兄弟们，冲！哇哦！不愧是张师兄，直接一人一剑就击穿了邪魔的阻击。看来邪魔还想把我们留下。毕竟布下这个大阵，邪魔肯定花了不少精力。所有人不要与敌人纠缠，立即撤离。传令大军到太虚后停下休整，让战争古城也尽快离开血渊战场，与我们会合。啊，大军怎么停了？大概是为了等战争古城和留守的部队前来会合。我那边有人传来讯息，镇守使大人想将战争古城留在血渊战场外的太虚，到时候还会留一部分人在这里，防止血渊战场的世界本源被邪魔夺走。师傅，你们快看，战争古城和最后部队跟上来了。嚯，不愧是仙界为了仙魔战争打造的战争武器，的确强大。哎，那是什么？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这整个血渊战场居然爆炸了！这些邪魔居然连自己的人都不放过吗？战争古城还有去接应的舰队都没有跑出来，邪魔宁愿牺牲血渊战场数以百万的底层邪魔和无数大魔，也要夺取世界本源。他们之后的阴谋算计，恐怕所求甚大。邪魔居然把整个血渊战场给炸了，战争古城和部队都没来得及逃出来。直接撤军吧，邪魔已经达成自己在血渊战场的谋划了。此事重大，我会亲自回仙界禀报。联军到了据点就解散吧。各位英杰，镇守使大人有令，此地局势复杂，大军立即撤往后方据点。张师兄、袁师姐，你们不去别的战场了吗？我师门还有一些事情，我需要去帮忙。那张师弟呢？我出身的小世界天云大陆，本身也有些麻烦需要解决，而且我带来了不少人，他们也需要回去休整一下，消化一下自己在战场上的收获。好吧，这也没办法。不过我准备在战场上磨砺一段时间。我和徐师兄一样，大概也会去别的战场磨砺一段时间，到时候就看我和徐师兄谁更厉害啦。那我和奇文就在后方等着你们名扬诸天万界啦。你准备回天云大陆？是的，玉莲刚成仙，也需要沉淀一下。好吧，那我们也要暂时分别一段时间。我有点担心安师兄那边的情况。啊，这些人参果你带着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记得告诉我，我一定来帮忙。好，若是遇到麻烦，我一定会找你。小子，你就是天云大陆的张凡吧？
这位前辈，不知你阻拦我等是有何事吩咐？哼，云霓仙界的小女娃，这事和你无关。老夫只是对你身边这个小子有些感兴趣。小子，你身上有让我怀念的气息，你师从何人？我感觉这人不怀好意。我全是自己修炼，并没有拜师。哼，老夫也有些怀念曾经的友人，让我亲手来感受一下。好匹夫，遮头挡脸不敢露相的鼠辈，在这嚣张什么？怎么可能？我的无敌剑域一直纵横到现在，从未遇到敌手。很强大的剑意，不过似乎和他的力量有些不太像。老匹夫，且再吃我一剑！或许是继承了他的剑道，但真让我失望了。只学了皮毛的小子，怎么会？或许是继承了他的剑道，但真让我失望了。只学了皮毛的小子，怎么会？剑域遭受强大力量攻击，超越宿主承载上限，系统将启动紧急避险功能。没想到居然有人能从老夫手下逃走。算了，本就顺手而为，算那小子好运。张凡，你受伤严重吗？师傅，你没事吧？没事，我有大道剑意护体，没怎么受伤。那就好。这个神秘的黑袍人似乎对张凡你的传承很熟悉。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自己身上的传承，完全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被这个神秘黑袍人针对。我这无敌剑域哪来的传承？就一个系统而已。张凡，你近段时间要小心一点。根据他的话，这个神秘黑袍人这段时间必定一直在暗中观察轩辕战场，或许和邪魔的阴谋有关。需要我留下来先帮你的话，不用，你先去忙师门的事情吧。安师兄那边应该情况挺急的。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你放心好了。那你注意安全。我们回天云大陆的南荒吧，大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消化一下自己在战场的收获。我先回去休息一下。上仙放心，我这就操控浮空岛回天云大陆。师傅他会不会受伤很重，却瞒着我们？玉莲小姐放心，这段时间我们会守护好浮空岛的。系统，打开面板。剑域遭受外力重创，需要能源恢复，现在只能保证初始状态，紧急补偿宿主一个功能——剑域化身。我辛辛苦苦升级得到的功能居然都失效了。不过还好给了我一个化身。对了，系统，我该去哪寻找能源来修补剑域受到的重创？这个位置是东岭沿海地区，貌似离凌渊古城和天云大陆10大险地无尽渊海很近。为什么剑域需求的能源会在那里？算了，去一趟就知道了。而且我也真的很好奇，无敌剑域到底是什么力量体系，还能给那个神秘黑袍人一种熟悉的感觉。尊主，传闻离开天云大陆飞升仙界的剑仙浮空岛，最近南荒又有人看到了。不过有人勘察发现，浮空岛开启了防护阵法，连太上宗的弟子都进不去，里面也没人出来。尊主，您说？没人进得去，
面也没人出来。算了，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但派人时刻盯着那边动静。是。之前不是说浮空岛上那个剑仙小子被叫去传闻中的仙魔战场？莫非在仙魔战场上受到重创了？张小友的浮空岛虽然回来了，但这闭门不出的状态，恐怕反而会刺激到一些人的野心了。不行，不能等下去了，准备礼物，老道准备上门拜访张小友，还有通知所有太上宗弟子，紧盯那些魔道的动静。还好没被这群人发现。沈刚，走，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嚯！以前就听说凌渊古城是有名的修士之城，的确名不虚传。主人，咱们来这儿是有什么事情吗？还记得上章仙界派人来我们天云大陆是为了什么？我有点怀疑我的传承和凌霄仙帝有关。我们去这凌渊古城里买地图和物资，然后就去无尽渊海吧。这就是天云大陆的10大险境，来的修士的确不少。主人，您说那位大人的墓真的会在这里吗？哼，我当然，也不确定。毕竟我又不是那位大帝的后人，我只是怀疑我的传承和大帝有关，而我对这边有感应。好吧。之后除非情况紧急，都你来出手。我怀疑早有其他世界的修士潜入天云大陆，四处寻找凌霄大帝的陵墓了。主人，你放心，有我老朱在，这些人一个个都给他们收拾妥当。我怀疑早有其他世界的修士潜入天云大陆，四处寻找凌霄大帝的陵墓了。主人，你放心，有我老朱在，这些人一个个都给他们收拾妥当。大家准备，无尽渊海快打开了！按照我们凌渊古城所有宗门的公约，进渊海后各凭天命。但在进去和出来后，谁敢随意出手抢夺他人之物，就是与我们凌渊古城为敌。渊海开启，各位道友请有序进入，提前祝各位天命垂怜，收获丰厚。走吧，进入后照我的指示行动，小心所有人。老朱，往东南方向走，我们直接越过上面几层，去渊海底层。这气息是妖族。一诀通知大人，又有别的势力来到无尽渊海了。两位，这里暂时不欢迎新人，请二位暂时离开这里。一群藏头藏尾、不敢露面的鼠辈，也敢在你们爷爷面前装腔作势！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家伙，竟然不愿意离开，你们俩就永远留在这渊海中吧！呀！一群人打2个都不敢立即动手，你们会不会修仙呢？可恶！上！法术无力，一剑不精，谁给你们的勇气在渊海这么嚣张？看看，你们完全打不破我防御，努力又无力的表现，真是蝼蚁一般的存在。喂，主人，你干嘛踹我？走吧，没时间和他们浪费。在仙魔战场，我不是谁都打不过，只能憋着。刚刚不小心就玩嗨了。
哎呀，这边聚集了这么多人，是不是发现什么宝贝了？见者有份儿啊！你们没有派人拦住他们？看来我安排在7层入口的人都被二位干掉了。二位这是来者不善呐！又是一群聚集在一起的。别浪费时间了，我的目标就在里面。真是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我们都在这里花费这么久精力，都不想被人捣乱吧？我等花费无数心力，能让他人不劳而获，真是唧唧歪歪！不给爷爷让开！好强大的妖力，这怕不是要成为妖仙了？不好，我们被耍了！所有人都给我攻击石柱，把他们都给我拆了！一群修行都修到狗身上的废物，爷爷我看着憨厚，就真把爷爷当汉子了是吧？你们加油！可恶，竟然被那个家伙骗了！这两个家伙该不会知道里面的宝库到底有什么吧？这些石柱法术让我觉得有些熟悉，而且那张令人愤怒的贱嘴。你的意思是，这个憨厚汉子可能是南边那位身边那只猪妖化形的？那岂不是说，刚刚那个青年就是？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那能让那位心动的宝库里面的东西恐怕……看来这个消息是瞒不住了，必须得考虑如何才能利润巨大化。这是张明陛下派往天云大陆的密探发回来的消息。难道那个小子刚回天云大陆就引发什么大事了？什么？疑似天云剑仙那小子的人物出现在无尽渊海中，有可能是先帝陵墓的宝库前。这消息必须尽快传回上章仙界，务必让先王陛下带人过来。主人，我们现在进来了，但该做些什么呢？自从进入这个渊海之后，就一直感觉有什么在吸引我。在这个传说可能是祖龙的龙头内，这种感觉更强烈。山刚，跟上我。灵觉告诉我，就在这深处。主人，那外面那些人……虽然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但还是能隐约感觉到一些。后面那些人愿意跟着，倒霉了也和我无关。主人，这里不会真的是凌霄仙帝的陵墓吧？我怎么感觉有点阴森呢？凌霄，近10万年过去了，为何你还要置我于此地？凌霄，近10万年过去了，为何你还要置我于此地？主人，这里不是凌霄仙帝的陵墓，反而可能是他镇压敌人的地方。那我们还不快？你怕什么？被一个仙帝动用手段镇压这么长时间，你觉得有谁还能够活得好好的？主人放心，接下来老猪我给你开路。凌霄，这里难道真的是凌霄仙帝之墓？那些仙界仙人不惜穿越虚空，也要来到我天云大陆寻找的仙帝传承，莫非就在这里？快去通知宗主，将消息传出去，防止那些大宗门封锁此地。主人，我们不会是到地府了吧？哼，就算到了地府又怎么样？那主人，你说我们会不会走过桥就回不来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跟上我，凌霄仙帝留下的这个墓地恐怕不简单。小小之辈，这个暗中出手，有本事现身与我老猪正面打一架！
不过是同样蜡枪图，呵呵，难怪只敢躲到暗处。老猪别管他，我们继续前进。主人，你的样子突然变了。你放心，你现在也像个猪尸一样。主人，我们这样不会真的没了吧？这只是一种假象，或许凌霄仙帝曾经想用这种方式以死代生，隐瞒天道。过了甬道，就算是真的进入这座陵墓了。走吧。看来到了。主人，这大帝为何在这甬道里布置这么多的棺椁，而且好像里面都有厉鬼啊？大概是大帝镇压的邪魔，希望后来者不要太过贪婪，打开棺椁。我都有点想留下来看好戏了。这感觉像是我在演绎剑宗时一本典籍里记载的镇龙台。看来这里真的不是陵墓，而是凌霄大帝镇压某物的地方。主人，你刚刚说的话让我瘆得慌啊！让一个大帝镇压的存在，你说他会不会等会儿突然出来呀？终于有人进入这座陵墓了。凌霄老贼，占据传承之人的身躯，逍遥万界。小子，得到凌霄老贼的传承，就兴冲冲的冲进秘境。感谢凌霄老贼呀！一个被镇压几万年的废物，也敢这么嚣张的和我主人说话！被凌霄选中的小家伙，不会被本大爷吓得不会说话。哼，我很好奇，你被镇压数万年，还能发挥出多少实力？小辈也敢小觑于我！你要禁锢你的元神，让你看着我用你的身躯走出这座镇龙台，称霸天云大陆。果然是被镇压了几万年，憋坏了脑子。小子，向我献出你的身体吧！什么？小子，你这剑意，你果然就是凌霄老贼的传承之人。等我找到更好的身躯，必将你挫骨扬灰。这是……这是……该死的凌霄老贼，居然早就留下了对付我的手段。啊！本以为还要消耗剑域分身仅剩不多的力量，没想到镇龙台本身就有镇压这运气黑龙的布置。没想到过了快10万年，才有人进到这里。凌霄，我就知道你早留下了手段对付我。留了手段是的确，不过倒不是为了对付你。小家伙，你很不错。刚刚就算我没出手，想必你也能轻松镇压这条小蚯蚓吧？啊，不过是一条失去肉体、被镇压了数万年的……放屁！大爷岂会被这没毛小孩给打败？虽然我只是他的一缕念头所化，但寡人允许你开口了吗？好了，小家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在外面得到他的传承和一部分力量的。不过既然你来了，我也该完成我的使命。哎呦！哇！主人，这么大一条龙就变成这样了。小老贼，你准备做什么？我错了，放过我，我会安稳待在这镇龙台中。哇！主人，这么大一条龙就变成这样了。我不会再多嘴了。觉醒了血脉之力，而且似乎还净化了血脉之力，
你身边这只小猪天赋也不错。肥头大耳的山康，在您老人家口里竟然变成了一只小猪。啊，算了，您是老大，您说了算。小家伙，我察觉到你体内还有另一股力量，这颗龙珠正好可以帮助你修补它的本源。这是他汇聚前半生所学的天云剑经，也算是凌霄剑经的前置功法。别因为我是他的一缕念头所化，就小瞧了我的剑识。小子张凡，在此正式拜谢凌霄先帝。张凡是吧？小家伙是个俊杰，你做他的传人，那我也放心了。先帝，您这话的意思？我本就是他一缕残念所化，任务就是引导前来此处的传人。你来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自然也该消失了。不过，我也含有他留下的一缕力量，正好离开这个世界前帮你一把。啊，这是……那好像是无尽深渊的方向。这究竟是谁啊？难道我天云大陆又出一位剑仙了吗？或许是剑道仙宝，速去此处。张凡，这凌霄剑经我不及他万分，你要加油，不要坠了他的名声。他真正的传承，其所在之地，我也传入你识海之中。张凡，祝你五运昌隆。走吧，我们也该回去岛上了。哇，主人你看！走吧，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们现在就回岛上。凌霄大帝的气息，果然就在这天云大陆。得在其他势力到来之前，找到先帝陵墓。天云大陆出现在万界视线中，犹如小舟行于涛海，不知何时就会倾覆啊！师傅，你回来了，这次出行顺利吗？啊，一切目的都达成了。接下来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玉烈，浮空岛就交给你守护一段时间。刚刚师傅把浮空岛交给我守护，是不是证明在师傅心中，我已经变得非常可靠，能帮上他了？是啊，我也要努力加油，追上玉莲了，不然都帮不上上仙了。系统已获得能源修补损伤，所有功能都已恢复。察觉到宿主获得直通大道的剑经，宿主剑道修为将对系统等级提升有加成。系统的意思是，我现在也能修炼，并且修炼也能获得经验来提升系统了。因为剑域的能力，我这段时间一直使用大道剑意，这让我感悟天云剑经速度非常快，修为得以飞快提升。接下来我要全身心修炼，这样就算系统再受到重创，也不至于毫无自保能力。各位，别忘了这里可是天云大陆，张凡已经从仙魔战场归来，我们可无法在这里待太久时间。大家都已经确定，这股气息就是10万年前莫名消失，可能已经陨落的凌霄仙帝，那就各凭本事吧。好，本公子也赞同。各位，被我得了凌霄仙帝的传承，可别怪你们背后的大人物怪罪你们。明明是我天云大陆的机缘，却被这些天外势力霸占。哼！那领头的都是仙人，我天云大陆到现在只有南荒那位剑仙，面对诸天万界自然无力。等我成为那位剑仙一样的仙人，我一定会守在界外，不让这群人肆意的行走在我们天云大陆。啊！那些仙人是在下面直接打起来了。难道他
他们真的找到凌霄仙帝的陵墓了！可恶，究竟是谁？各位，已经有人在我们前面进入了秘境，拿走了凌霄仙帝的传承。你们之后决定怎么办呢？你觉得会是谁？若是那位张凡，我们恐怕得先离开天云大陆了。我倒不觉得。各位都是修炼千万年才位列仙班，难道要在一个小辈面前仓皇逃走吗？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得到的是什么命令，我必须找到凌霄仙帝的传承。各位都是修炼千万年才位列仙班，难道要在一个小辈面前仓皇逃走吗？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得到的是什么命令，我必须找到凌霄仙帝的传承。各位，那不如我们派人先暗中去南荒调查，然后我们去域外好好商讨一下。域外仙人恐怕不会就此放弃，看来老道得去南荒见张道友一番了。师傅，这里就是那位剑仙的浮空岛吗？周围隐藏着好多气息，他们都是些宵小之辈，无妨。倒是张道友的浮空岛，怎么自从域外归来就一直开着防护阵法？难道在域外受了伤？但传闻他也去过无尽渊海。吾辈不争气，只能靠张道友平添天云大陆。走吧，我们先上岛。什么？这时候张凡他闭关了？师父他带着山康去了一趟无尽渊海，回来就直接闭关了。不过尹前辈，你放心，我现在也是位列仙班，已经突破到散仙修为了。没想到去了一趟仙魔战场，玉莲小友，你居然也飞升成仙了，这真是……看着玉莲小友，忍不住感慨老道这千年修行真是为了狗。我现在局势有点复杂，玉莲小友这段时间就要麻烦你了。道长放心，本小姐正想找人试剑呢。若是你师父出关了，请告知老道，无尽渊海那边降临了不少域外势力，老道得去召集正道宗门，商讨如何应对。第一次见到师父这么严肃的闭关。仙人传来情报，天云大陆第一宗太上宗宗主南荒返回太上宗，随即召集正道宗门。看来那位名扬33仙界的天云剑仙出了差错，我们接下来可以暂时忽视这位的存在了。本大爷还想和这小子交手一下，看看这小子是不是真的天骄呢。各位，准备一下吧。凌霄仙帝传承出世的消息已经传回了仙界，若是我等出手慢了，恐怕到时候争夺的人更多了。本公子早已安排了下面的人，就先走一步了。哼，陛下筹谋多年，又岂会让你们背后之人染指凌霄仙帝的传承？哈哈，所有人都无法逃脱陛下的谋划。噬魂，准备许久，你该按照计划开始行动起来了。本座早已安排好下手，就等使者您传来命令。那就好，事后我会向大人和陛下请功的。真的把本座当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家犬了吗？诸位上仙，老道天云大陆太上宗尹玄，代表天云大陆修仙界见过诸位仙人。老道长客气，各位道友今天来这里是不放心我们吧？上仙开玩笑了，天云大陆避世数万年，诸位上仙降临，乃我修行界大事，自然得好好招待各位上仙。
哼哼，招待那就不用了，老道长放心，我们也是仙界联盟管辖内的势力，同属正道，自然不会在你们天云大陆恣意妄为。老道自然不会怀疑诸位上仙，老道唯恐招待不周，若是上仙有事需要帮忙，开口便是。天云大陆的这些正道巨擘们果然都来了，哼，计划开始得很顺利。魔尊大人，所有人都已经按照计划开始行事了。嘿嘿，尹玄那个牛鼻子老道，现在带人在无尽深渊，正道群龙无首，不愧是魔尊大人，算无一策。小家伙，事成之后，本座不会亏待你的。去吧，接下来的事情不用向我汇报了。是，魔尊大人，那小的就先告退了。天云剑仙，等我事成，整个天云大陆都将握在我的手里。众弟子再坚持片刻，我已将本观遭受魔道袭击的消息传给周围同道宗门。受惊老家伙，放弃吧！你们不会有援兵的。你以为就你们正一观被我们围困吗？什么？你们魔道难道？受惊老家伙，放弃吧！你们不会有援兵的。你以为就你们正一观被我们围困吗？什么？你们魔道难道？魔尊大人破风而出多时，一直隐身不出，暗中谋划，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虚伪的正道宗门放弃警惕，以待时机。不好，魔道所图甚大，还有那个什么魔尊的存在，竟然已经暗中一统魔道。人道渺渺，仙道茫茫，众弟子，我等修道是为了渡己，也是渡人，为了天云大陆苍生，我等该护道现身了。你们两个是我正一观年轻弟子中最强大的，我会率所有弟子掩护你们，必须把这里的事情告知在无尽渊海的观主和其他正道宗门。长老，老道等会儿就会舍身爆发，为你们创造机会。速走！哼，想跑？快走！走，你要让长老他们的牺牲毫无意义。长老，有2只漏网之鱼逃出去了，要不要弟子带人去？不用了，就算尹玄那个牛鼻子老道知道了，也已经迟了。继续按照计划行事吧。这些域外仙人这段时间什么都不做，却更让老道内心不安了。宗主，诸位前辈，大事不好了！凡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一路星于左而目不顺。宗主，正一观东北原无数正道宗门突然遭受魔道袭击，正一观内留守弟子只有2人逃出来到灵渊古城，其他宗门暂无消息。什么？到何时暗中恢复了力量？如此动静潜伏的暗子，竟然毫无情报传回吗？正一观究竟如何了？我那2弟子现在何处？伤势如何？弟子已经安排他们疗伤。他们一位师姐昏迷前告知弟子，正一观已经覆灭。留守长老率众人掩护他们，带着一柄正一观长老的剑逃出。观主师兄，有魔尊破风而不为人知，他暗中掌握整个魔道，正攻打我正道宗门。师弟无能，未守住正一观，只能请师兄和诸位同道为我正一观报仇了。
殷宗主，我宗就在正义观附近，我宗门内留守的弟子和长老们。立即向所有正道宗门世家发出警告：魔道来势凶猛，不知其中内情。附近宗门世家暂时先联合防守。老道前往南荒，诸位道友集合正道所有力量，若是情况不妙，退守南荒。大人，投靠我们的天云大陆宗门传来情报，天云大陆魔道突然袭击正道宗门，已经有数十个宗门失去联系，已被灭门。哦，这天云大陆有那个张凡在，魔道居然还能壮大到灭亡数十家正道宗门。这事情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而且我们最近几日也没有找到一点关于凌霄仙帝传承去向的线索。天云大陆正魔相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而且我觉得这或许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之前有线索，疑似张凡曾幻化他人，出现在无尽渊海。现在又有传闻他闭关道上不出，我怀疑传承就在他手中。若是这天云大陆魔道能压过正道，你说残余正道势力会不会求援南荒？到时这天云大陆的魔道就能……到时候那位所谓的魔尊就能帮我们试探出这小子是否得了传承，没有自然不用撕破脸皮。若是真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假意帮助天云大陆消灭魔道，趁乱夺取传承。你们这些人算计真的多，我以后得和你们保持些距离。哼，一群被他人玩弄于掌心的废物。什么？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魔尊？老道来之前翻看了宗门典籍，恐怕是曾经被凌霄仙帝离开天云大陆前镇压的一个魔头，名叫噬魂。他本应该早就被封印消磨而亡，但没想到他能在封印中存活数万年，还破封而出，不为人知。张凡他……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师傅闭关修炼这么久。张凡他……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师傅闭关修炼这么久。没想到短短10日，魔道竟然在我们有防备的情况攻破数十家宗门世家。我们这些前辈无能，只能拜托玉莲小友你了。尹宗主，这是什么话？我也是天云大陆众生之一，请尹宗主放心。不好，尹宗主，你快看，其他3个方向也有魔道大军。看来魔道是想把我们一击而灭，不知那位噬魂魔尊是否也来了？他肯定来了，我感知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不愧是天云剑仙唯一的弟子，竟然能察觉到本座的存在。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仙，天资不凡呐！小家伙，不如投效本座。这小女娃居然成仙了！哼，就你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也想替代我师傅？桀骜的小家伙，很不错。本座之后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除了那个小女娃，其他人一个不留。出发！看来天云大陆魔道的确有些契合。诸位别忘了我们的计划，若是正道联军败了，帮他们打开南边缺口，让他们逃到南荒。那是自然。看来不是上章仙界的这家伙帮助天云大陆的魔道，那又是哪个势力暗中插手了？
不知玉莲小友能否扛住噬魂魔尊？魔头，本小姐正好拿你试剑。这小女娃居然真的成仙了，而且还是剑仙。不错的实力，不过还伤不到本座。哼，没想到你居然也已经成魔。什么？这位魔尊居然已经成为与仙一样的魔！哈哈哈哈！小家伙，那就让你见识我真正的力量吧！本座若非被凌霄镇压损耗本源，小家伙，你岂能站在我的面前？师父，玉莲受伤了。对不起，尹前辈，让你失望了。身为天云大陆正道魁首的老道，我更该愧疚才是。而且谁能想到，被镇压数万年的魔头还能保留下这样的修为？现在整个天云大陆恐怕危在旦夕。等师父出关后，我的表现会让他失望吧？明明已经成为仙人，却还是无法独当一面。不好！魔头在汇聚整个天云大陆的气运，他想要做什么？噬魂！你如此行为，欲为何事？你这是不把我上张仙界放在眼里吗？哼！你可别忘了，是谁把你从凌霄仙帝的封印下救出来，又帮你恢复伤势的？本座很感谢张明那小子的帮助，所以等我大事办成后，会亲自带人去上张仙界感谢他的。哼，狂妄之徒！待我通知我师兄，看你如何面对他。噬魂，你做了什么？你居然将天云大陆和万界隔开！哈哈哈哈！本座既然敢行此事，又岂会毫无准备？待我汇聚整个天云大陆的气运，伤势恢复，修为突破，我将成为第2个凌霄。你们上张仙界想要做什么？事关我上张仙界万年谋划，怎么能让你们把消息传回仙界？那个所谓噬魂魔尊，是你们上张仙界释放培养出来的。你利用我们摒除外力干扰，让他有机会统一整个天云大陆。你们上张仙界就不怕反噬吗？哼，不过是陛下养的一条狗而已，有什么好怕的？等他统一整个天云大陆，有他帮助，自然能帮我更快拿到凌霄仙帝的传承。几位在这多待一段时间吧，我会好好招待你们的。你们上张仙界迟早会受到报应的。等我回到仙界，必将此事通报其他仙界。你们上张仙界迟早会受到报应的。等我回到仙界，必将此事通报其他仙界。这魔头汇聚天云大陆气运，必定有阴谋，恐怕只有张凡能够阻挡了。但他现在还在闭关。啊！是张道友出关了，看来修为大进。师父，师父，你终于出关了。辛苦你了，在我闭关的时候受了委屈，我却没法及时帮你。师父，你都知道了。老道长放心，我虽然闭关，但还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算不为了天云大陆，有人欺负我的徒弟玉莲，我也是要回报对方的。有张凡你出手，那老道可就放心了。就是不知你准备何时动手。
那当然是等对方上门找我。等他到了最膨胀的时候，背后那些渣子，次人都会一个个跳出来。本座的伤势正在快速恢复。我尊威满天云，一统诸天。你们做好准备吧，随时听我号令出征南荒。是，魔宗大人。等到我掌控整个天云大陆，上张仙界，争你先王，我将成为先帝。现在挡在我面前的，只剩下南荒中的你了，天云剑仙。噬魂他想做什么？他疯了吗？他已经汇聚了除了南荒之外所有天云大陆的气运。气运加深的情况下，噬魂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也在快速恢复伤势和修为。噬魂就是一条白眼狼，他完全忘记了我们上张仙界对他的帮助，我们必须给他一点教训。我会给他教训的，让他知道仙界的威严不是他这种小世界出身的乡巴佬可以挑衅。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再等等，到时候我会给你机会让你收拾他的。我要让他为之前的所作所为后悔。放心，不用等太久的，噬魂的野心让他忍不了多久了。已经过去数天了，恐怕噬魂那个魔头的实力已经在气运加身下提升了不少。真的要坐等噬魂试打，等他上门吗？老道长放心，想要携带大势，不敢直接上门挑战我。对方本身心理上就对我有畏惧之心了。噬魂虽然一直被镇压，但也依旧是不知道存活了多久的魔头。好了，老道长，看来对方已经等不及喽。老道这就去召唤其他同道，等到噬魂魔头出现，还要麻烦张道友你了。玉莲，师傅我最近可是见到有不小的突破，等会儿好好看着。顺便，师傅给你报仇，谁给他的胆子欺负我徒弟？诸位不用畏惧，魔头的确强大，但我们也有天云剑仙在此。天云剑仙出世以来外方一敌，上仙从没败绩，这次也一定如此。一群残兵败将，苟延残喘地躲在一个无毛小儿身后，真是让本座大开眼界啊！张凡，你天资非凡，在本座至今见过之人中，你可谓是凌霄之下第一人，效忠本座如何？那还倒真是让人有些觉得荣幸。不过，你不觉得你的脸有点大吗？看来天赋给了你底气，但小家伙，现在的你才成长多久？又如何比得上从凌霄老家伙手下活下来的本座？算了，只是得到凌霄老贼一部分传承的你，无法知道本座的强大。汇聚一个世界的气运，让本座的伤势迅速恢复。而等到我彻底掌控天云大陆这个世界的本源，所有想操控我、觉得能让我臣服的人都将跪在我的面前。掌控天云大陆的世界本源，你是从哪儿得知的方法去掌控世界本源？哦，你居然知道世界本源！看来凌霄老贼的传承教给了你许多知识，但怎么回事？师傅，这是地龙翻动了吗？不是，是噬魂魔头即将掌控世界本源。怎么回事？
师傅，这是地龙翻动了吗？不是，是噬魂魔头即将掌控世界本源。世界本源，按照本宗祖师们的记载，若是掌控世界本源，将会让那人气运加深，修为突破关隘。张道友，我们难道就这样看着这个魔头彻底掌控天云大陆世界本源吗？我只是有些好奇。现在诸天万界中已经出现一种办法，可以直接强行抽取世界本源，代价则是那个世界的毁灭。那我们不是更应该快点阻止噬魂这个魔头？老道长，我的意思是，诸天万界中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现在仙界对各个世界的世界本源都很关注，加上之前凌霄仙帝传承出事的事情，天云大陆更应受到关注才对。我现在很好奇，这些仙界的人现在怎么毫无动静？他们当然不会有任何动静。几个仗着仙界出生的小毛头，就觉得能用仙界的名头压服本尊，想把我当做棋子，却不知道他们都不过是我的掌中物而已。哦，哎，师魂，你口中的小毛头，不会是上张仙界那个张明老王八的手下吧？哎，真是一群没脑子的废物，居然被你这么轻易的利用。哈哈哈，的确是一帮废物，还在本座面前趾高气昂。之后我就会好好收拾他们。至于现在，张凡，本座再问你一句，是否愿意效忠本座？我将让你成为本座座下第一人，保你亲友的安危。就不需要魔尊大人您如此厚爱了。而且我更看好我在仙界的前途，可不想堕落和您一同成为邪魔。哦，好见识！没想到居然天云大陆还有人能看出本座已经真的成为邪魔了。既然你小子顽固不堪，那本座也就留你不得了。齐阵，天云大陆正道气运，在此一战。不过是一群蝼蚁，还企图抵抗本座。张道友，看来我辈修士还是只能依靠你了。小子，现在只剩你一个人了，还不臣服于本座？我说你能不能别喊得这么大声？虽然我很感谢你刚才对我评价很高，不过我真的很想说一句话。哦，不如说出来，让本座听听。我想说的就是，你这所谓魔尊，不过是一只被凌霄大帝之手镇压，只能躲在阴暗角落的败家之犬。所以啊，你到底在嚣张什么呀？无知小辈，竟然如此冒犯本座，看来是我刚才表现太过宽容了。小子，我将会囚禁你的灵魂，让你日日夜夜在本座手中的藩中哀嚎得不到解脱。这熟悉的剑意，这小子明明得到凌霄老贼的传承才没多久，怎么可能？这一剑居然能斩破我的气运化身！不过是一个汇聚了天云大陆巨大部分气运，才敢踏入南荒的胆怯之徒，真是毫无自知之明。小子，看来本座就算用尽一切办法，也必须把你扼杀在此了。就算带着天云大陆一起消亡，也是值得的。哼，本来还想留你一条狗命，让你说出背后的人，现在看来只能算了。本座修行数万年，有天云大陆气运加身，掌控世界本源，岂是你一个小子能击败？仅仅一剑就……这不可能！
我刚从凌霄老贼的封印中逃出，就遇到了你这个堪称凌霄在世的凌霄传人。本座争霸诸天的梦想。就你这么弱的废物，还想着争霸诸天，真是丑人多作怪。可恶！魔头被消灭了，天云剑仙无敌，我们天元大陆得救了。怎么可能？魔尊大人居然被一个后辈击败了，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跑了？快追击那些魔修，还我天云大陆一个朗朗乾坤！张凡，老道这就带人将这些魔道铲除干净。老道长别急，现在这事情还没完呢。老道长别急，现在这事情还没完呢。这不是上张仙界的旗帜吗？怎么这群杂碎又来我们天云大陆了？哼，或许他们从来就没离开过呢。张凡，你的意思是，噬魂魔头的背后就有他们的参与？那不是肯定的吗？老道长，你让其他人去追剿魔修和安抚大陆吧。好吧，看来这群所谓仙人又是来者不善，只能怪我们天云大陆实力太弱了。哼，这个噬魂之前如此嚣张猖狂，结果却是一个废物。他若是真的废物，那你又算什么？那是我一时不察，才落入他的阴谋。正视敌人实力和本领，张凡能击败墨川，就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墨川那小子也就是靠仙王陛下赏识资源堆出来的，你就看好吧，不过是一个幸运的乡下小子。等会儿我就让他乖乖交出凌霄仙帝的传承。天云大陆的各位，我代表我上张仙界的张明仙王陛下，前来帮助各位消灭企图毁灭天云大陆的邪魔。哎呀，真是冠冕堂皇！等到主人你都消灭噬魂那个魔头了，这没毛小子才出现，这脸皮比我这猪腰还厚。不过一个小小妖族，竟敢冒犯我这位上界使者！张凡，你御下不严，就由我来帮你这个手下吧。你这是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啊！张凡，虽然我们是来晚了，不过我想你也明白，我等上界仙人千里迢迢来帮你们下界，总不能空手而归。哦，你想从我这边得到什么？哼，自然是你仗之击败噬魂魔头的凌霄仙帝传承。我想张凡你应该明白，知时务者为俊杰。我要是不给呢？那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不愧是击败我上张仙界墨川的天骄，张凡，你的实力果然名不虚传。怎么，你也要来试试我的本事？我和师弟的本事差不多，就不自取其辱了。不过张凡，你觉得你现在就能纵横诸天万界了？不如投靠我们上张仙界，还能庇护你们天云大陆。毕竟凌霄大帝的传承可不单单我上张仙界在寻找，诸天万界不知多少势力垂涎。刚刚我也看到了张凡你消灭噬魂魔头的表现，所以到时候确认传承在你身上的消息传出去。嘿，多谢这位兄弟的告知了。你让我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今天你们上张仙界的人，一个都别想离开这里。张凡，你不要自取灭亡，我身上可有陛下的信物。哼，那又如何？说的好像他直接来我天云大陆一样。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了。好胆！
先王陛下，陛下，请救属下！师傅小心！怎么会有仙王隔空出手？不愧是你们上章仙界，真是牢牢贯彻了无耻之道的大道真意。黄口小儿，胆大妄为！哼，不过是一个只会躲在背后阴谋算计的老贼罢了。本王今天必将让你知道何为天外有天。啊？哼，看来老贼你的实力也不怎么样嘛。怎么可能？他居然不单单挡住了陛下的隔空一击，而且还赢了。看来你们的先王陛下也救不了你们了。张凡，你要知道，我们背后可是强大的上章仙界，惹怒一个24下仙界之一的后果，不是你们天云大陆一个小世界可以承受的。那就不是你们这种对我们天云大陆心怀不轨的家伙需要思考的了。师傅，小心你的背后！我就知道，你这样的阴险老贼肯定会偷袭。哼，张凡，这一次是本王无法亲身降临，不过本王已经记住你了。我会让你以后为今日辱本王的举动而后悔终生。以后，呵呵。张凡，放过我们，我愿意效忠你。师傅，你太厉害了！你居然能和一个仙王隔空交手，还战胜他。老宗，你和老黄准备一下，开启浮空岛大阵。张凡，你难道能够做到穿透虚空？是否三思而行？毕竟对方是一个大仙界。张凡，你难道能够做到穿透虚空？是否三思而行？毕竟对方是一个大仙界。什么仙界？大家不过都是诸天万界之一而已。张明那个老贼三番几次谋算，不给点回礼，怎么对得起他？张凡这么做，我们天云大陆的修士以后看来压力不会小了。张明老贼，来而不往，非礼也。刚刚那是张凡的声音，难道上章仙界的张明仙王隔空出手，还被这小子击败了？他甚至还敢反击！张明老贼，来而不往，非礼也。受我一剑！猖狂小子，竟然如此胆大妄为！究竟是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胆冒犯我们上章仙界？仙王陛下绝对不会饶恕他的。上章仙界岂是你小子能冒犯？吾日后必当亲身降临天云大陆，将你枭首，传世万界。这剑气的主人究竟是谁啊？竟然能和仙王陛下对上一招？哼，还不是被陛下击败了？一个成仙未久的小子，竟然能伤到我的身体！陛下，此人如此猖狂，究竟是何人？陛下，难道这剑气的主人是曾经击败墨川的那个张凡？怎么可能？那小子就算是天骄，也不过成仙出世多久？看来真的是击败墨川的那个张凡。墨川，你现在是否有信心击败曾经打败你的对手？有。好，吾给你令牌，你自己去宝库挑选修炼资源和仙器。不要再让孤失望，你只有一次机会了。我会用张凡的鲜血来洗涤我剑心上的瑕疵，重新证明我自己。张凡，不愧是凌霄大帝的剑道传承，能让一个小子有能力伤到我。
等我得到了传承。唉，本以为除了张凡你这样的剑仙，我天云大陆就算护界大阵失去了作用，以后也可以变得更加强盛。结果没想到，现在反而是多事之秋。唉，毕竟我们天云大陆曾经出过凌霄大帝那样的人物，自然会有人窥视。哦，对了，老道长，我觉得天云大陆不能只靠我，必须大家全都强大起来。老道和诸位同道都很惭愧，明明身为修道前辈，却比不过张凡你。老道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呀，想对天云大陆的正道宗门世家开放我浮空岛上的修炼资源，比如灵果之类的，但需要先筛选掉不合格的人。张凡，你愿意开放这岛上的资源？我说话自然是金口玉言。好，好，老道一定会筛选出优秀的后辈，好好培养他们。老道长，你也别忘了你这样的优秀前辈，毕竟还需要你们给后辈们遮风挡雨。没想到老道也有成仙的希望啊！就算现在已经修复好剑域，我在剑域内是无敌，但敌人像上次那个神秘人一样，从剑域外向我攻击呢。而且面对越来越动乱的诸天万界，我也需要帮手。这就是师兄他们调查的玄风大陆吗？看上去一切正常，也不知道那家伙有没有恢复伤势了。若不是师门任务紧急，我应该在这段时间守护天云大陆的。诸位，别躲躲藏藏了，你们埋伏在这里，就说明我师兄他们遇到大麻烦了。毕竟元仙子你的诸位同门也都是云霓仙界的骄子，更别说现在到来的元仙子你了。我们自然是好好准备了一番，才能招待你们。如此了解一个上九天的仙界，看来你的身份很不一般，让我见见你的真面目吧。好好招待这位元仙子，不能让他离开玄风大陆。对方早有埋伏，恐怕一般的飞剑通讯也无法传出玄风大陆，只能拜托张凡了吗？一群邪魔的走狗，凭你们也想拦住我？趁现在！师父，这是玄天宗宗主送来的灵茶，说是为了感谢你为玄天宗的弟子提供仙果等珍贵资源。我也只是达则兼济天下而已。毕竟我也是天云大陆出身，自然希望天云大陆越来越好。上仙真的胸怀天下，大仁大义。我也只是达则兼济天下而已。毕竟我也是天云大陆出身，自然希望天云大陆越来越好。上仙真的胸怀天下，大仁大义。说起来，袁姐姐离开天云也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她的师门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应该会很顺利吧。毕竟启文的宗门可是执掌云霓仙界上百万年的仙帝宗，一个曾经出过仙帝的圣地，岂是一般仙界宗门可以相比？更不用说这个圣地现在就有一位仙帝。师父又开始想袁姐姐了，哼！明明是我先来到师父身边的。圣仙、玉莲，你们快看那是什么？啊，那是，好像是我和启文约定的特殊通讯方式，非紧急不使用。师父，你的意思是，袁姐姐用这枚玉佩传讯，就意味着她遇到了麻烦？张凡，我在玄风大陆遇到埋伏，现已被困。替我向师门求援。师父，袁姐姐真的遇到麻烦了，不知道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当然是直接去救她。啊，可是袁姐姐让我们帮她向师门求援，
我们和云霓仙界又没有直接传信的方式，而且也不熟悉。写文的师傅也不知道现在在何处，不能苦等云霓仙界那边确认身份。可是，玉莲，天云就靠你守护一段时间了。师傅要出趟远门，救你袁姐姐。师傅，我上一次就失败了，这一次……玉莲，我相信你。我真的可以吗？还好把玉莲糊弄过去了。不过，看着玉莲这激动的样子，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的剑域新功能能让我不管多远，直接回到剑域。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你们帮助玉莲守护好天云和浮空岛，也要加速修炼。资源呢，为玉莲调用就行。那就先这样，事情紧急，我先走了。主人，路上小心！这就是启文传出讯息的世界。先进去看看。在那儿。哼，这群渣渣，难道不知道看起来太过正常也是一种不正常吗？就让我看看你们到底准备做什么吧。强壮的体魄，而且蕴含很强大的力量。看来这个世界的修行主要是体修啊。小哥，你是不是前段时间出现在海外的界外修士？哈哈，这里人多眼杂，还有那些人的眼线。小哥，你先跟我来。好。这个玄风大陆现在看起来貌似很有趣啊。魏江明，玄风大陆修士。刚才环境复杂，没来得及向小哥自我介绍，请多见谅。张凡，海外。张凡小哥不用遮掩，我们玄风大陆人物风情都和你们界外世界不同，一眼就能分辨出。这位大哥，你刚才说前段时间在你们岛的海外出现了界外修士，是怎么回事？知道他的下落吗？我们玄风大陆有人堕落，引来了界外邪魔，在我们大部分修士还未察觉的时候，就腐蚀诱化了很多人。魏大哥，我现在只关心那位界外修士的下落，而且很多事情我会自己观察判断。也是，小哥你这么急匆匆的就来到我们玄风大陆，肯定心急，我这就带你去见他们。他们？我们玄风大陆有很多人不愿意堕落成为邪魔，组建了反抗会。之前那群界外修士受伤了，就是被我们反抗会救下了。哦，那看来你们反抗会的势力范围不小啊。毕竟我那些同伴就是察觉到你们玄风大陆有异动，才被仙界联盟派过来调查的。那些邪魔肯定动静很大，不然不会被注意到。那是自然。毕竟邪魔鬼怪人人见而诛之，愿意反抗邪魔的意识自然不少。这是传送法阵，穿过去就是我们反抗会的一个秘密洞府，请随我来。好。哎，你们……张师弟，你怎么也被骗到了此处？哦，安然师兄。我本以为你们的下场会很惨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其实过得也蛮舒服的嘛。小子，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逃不走了，就开始乖乖准备，等着做俘虏了。我做好准备了，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就麻烦你们照顾了。用风镜石将这小子法力锁住，我们走。这家伙这就走了，我还以为还会拷打我呢。用风镜石将这小子法力锁住，我们走。这家伙这就走了，我还以为还会拷打我呢。张师弟，你和袁师妹不是去仙魔战场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嗨，和安师兄你们离开后，发生了很多事情。看来安师兄你们被软禁的时间不短呢。我们前来调查，发现旋风大陆的确有邪魔，还控制了高层。有不愿意被邪魔控制的本土修士组建了反抗会。哦，看来这个套路他们用了很多次了呀。嘿嘿，我刚刚也是这么被骗进来的。哦，对了，我先和你们说说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吧。什么？九幽邪魔居然炸了整个血缘战场，强行剥夺了世界本源？是的，而且这样的事情其实在天云大陆也差点发生，不过没那么暴力，最后也被我阻止了。那我明白旋风大陆发生什么了。邪魔偷偷控制旋风大陆，大概也是在谋取世界本源。哦，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和你们说。张师弟，你的确还未告诉我们，你为何会来这里？启文也来旋风大陆了，并且向我发了我和他约定的紧急传讯，让我向你们师门求援。袁师妹来旋风大陆了？什么时候的事情？你们师父让他来支援你们。启文在离开仙魔战场后就来旋风大陆了。我本以为我被带到这里能见到他。我们完全没有收到这个消息，而且我们被软禁的这段时间也没有见到袁师妹。安师兄，你们休息了这么一段时间，被关了这么久，也憋坏了吧？张师弟，我们都戴上了和你一样的方镜手环，动用不了法力。小玩具而已。虽然没找到启文，不过正好带上安师兄你们一起帮我找。而且我很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家伙能让启文对我发出求援信号。伤势不算严重，而且这几天也恢复了不少，追军看来也甩掉了。那凌厉的感觉是张凡的剑影，只是他怎么会来旋风大陆？这家伙该不会都没等传信给我师门，就自己过来了吧？真是的，来到一个完全陌生还充满敌意的世界，这家伙也这么张扬。张凡这也是在向躲避追边的我发出信号，告诉我他来了。不过我看到了，也意味着邪魔和爪牙们也看到了。我能猜到张师弟你想做什么。袁师妹肯定也看到了你这道剑气，不过启文能看到，那邪魔和那些投靠邪魔的爪牙们肯定也能看到。安师兄，你看，他们这就来了。毕竟邪魔潜入旋风大陆多年，这里已经基本上被他们掌控，肯定来得比袁师妹快。张师弟，刚刚安师兄没来得及和你说，我们虽然没受到折磨，但一直被禁锢法力，也受到了不少影响。现在我们基本发挥不出多少实力。没事，不过是一群投靠邪魔的渣子而已，我能解决。真是一个狂妄的小子！本想在大人们将你们献祭之前，让你们舒舒服服的活着，没想到你们自己活得不耐烦了呀！一群没有自我坚持，只会投靠邪魔走捷径，却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什么的可怜家伙。只会逞口舌之力，让这些界外修士见识一下我们从大人那边获得的力量吧。你们这群界外修士肯定不会知道我们变得多么强大，被我们的力量震撼，然后在痛苦中哀嚎而亡吧！怎么可能？就这点力量？怎么可能？大人们给予的力量，加上我们旋风的体修力量，我们的防御是无敌的。可恶！哎呀！撤退！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大人们。看来还有一些不得了的发现。怎么了？这些家伙恐怕不知道，他们的身体已经被妖魔侵蚀，不是他们自己的了。
这个我们也知道。我的意思是，邪魔直接控制了他们的身体，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傀儡和化身了。你是说，玄风大陆的这些堕落修士已经被邪魔们变成傀儡和化身，而他们还一点不知道？还有，那个为啥来着的家伙说的话，让我觉得，甚至玄风大陆的修士在邪魔的阴谋里，也会变成什么献祭仪式里的祭品。那真是悲哀啊！不过放跑真的好吗？我们还没恢复，他们逃回去后，肯定会带更多人来。那更好，这就是我所期望的。那真是悲哀啊！不过放跑真的好吗？我们还没恢复，他们逃回去后，肯定会带更多人来。那更好，这就是我所期望的。张师弟，你到底准备做什么？你故意打草惊蛇，是想引那些邪魔出来？安师兄，你们倒是不想打草惊蛇，潜入这个世界进行调查，但结局如何？那个我们一时大意，也没想到玄风大陆居然不声不响，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时候，早已被邪魔控制了。所以，邪魔既然已经掌控了玄风大陆，我们几乎无所遁形。那为什么不直接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打了草，才能看清这草里到底是条什么蛇。张凡，你果然在这里。九恩，都收到你的紧急传信，我自然要过来一趟。你一丁连禀报都没有就来了吧？安师兄，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还和张凡在一起？我们刚来到玄风大陆，就中了敌人奸计，被监禁了。是张师弟救出了我们。袁师妹，你是什么时候来到玄风大陆的？我和师弟们一直被软禁，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在师兄你们失去联系后不久，师门就给我发了任务。我们先离开这里，找个地方休整一下吧。详细的事情之后再说。谢谢你，张凡。啊，启文这是不好意思啊，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样的表情。在我对诸天万界不了解的时候，你也一直在帮我。我和你之间不需要说这些了。张凡，我没猜错的话，按照你的想法，我们就在这等邪魔上门了。张师弟都没和袁师妹说起过自己的想法，袁师妹就能猜到张师弟想做什么，太默契了吧？那边的院子是之前那个微江明的据点，我们直接去那休整吧，正好也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在等那边反应的时候，启文，你先和我们说说你这几天的经历吧。祭司大人，不是小的不谨慎，是那小子狡诈呀！你的事情我暂时不会上报给大人们，我给你人手，你去将功补过。若是再失败，小的绝对不会辜负祭司大人您的。您放心，要是再失败，小的就自愿做祭品。哼，再失败，就算你自己不跳进去，我也会把你丢进去做祭品的。滚吧！小的这就去把他们抓回来。你们带人跟在后面，我倒要看看是谁敢破坏大人们的计划。是。看来这边的人是嫌自己的命太硬了呀。若不是活得太舒服，也不会去投靠邪魔。有人来了，安师兄、袁师妹，敌人来了。我还以为会来更大的鱼呢，结果还是这家伙。小子，你拒绝了本大爷的好意，现在我要让你后悔莫及。把这群人都给我抓起来，送给祭司，献给大人们。又是一群不知道自己结局会如何的可怜虫。张师弟，先让我好好出口气。本大爷在云霓仙界，好歹也是仙帝门下弟子，被你们这么软禁着，不教训你们，大爷以后怎么在其他仙界抬起头？
你们这群家伙，擅自来我们玄风大陆，还如此不知好歹，想破坏我们的飞升大计，现在还敢反抗？都给我用全力！事后回去，我会向祭司表功，修补你们身体并奖赏你们的。干掉他们！祭司和大人们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这副人不人魔不魔的模样，真是丑陋。怎么可能？他们都穿上了大人们祝福过的神甲，还被一剑消灭，这小子什么来头？留在这里绝对和他们同样下场。我得逃！不，我不能回去，我要找地方躲起来。一方想跑，要放回去吗？都可以，不过一个小卒而已。幸好祭司派我们过来了，你这个废物果然办事不可靠。神位大人，饶了我！我刚刚只是想回去救人。哼，废物不用解释。把这个废物带回去，丢进祭坛里。将军，饶了我，让我去救救祭司。看来这次来的人总算有点地位了，不过还没达到你的要求，对吧？我本以为就算不来邪魔本体，也会来邪魔爪牙的首领，现在看来，要么这些玄风大陆的修士已经狂大到了失去理智，要么邪魔所求甚大，而且到了关键时刻。就怕是后者啊！我之前浪费太多时间了。要么这些玄风大陆的修士已经狂大到了失去理智，要么邪魔所求甚大，而且到了关键时刻。就怕是后者啊！我之前浪费太多时间了。狂妄的界外修士，现在跪下祈祷，请求神灵们的原谅还来得及。打了草，虽然想抓的大蛇没窜出来，不过我们也能找到这条蛇的踪迹了。那冰柜神速，安师兄，你们等下全力出手，我们准备直捣黄龙了。你们两个怎么只是一句话就知道对方的想法了？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啊！负隅顽抗的一群蠢货，你们永远无法理解神灵们的伟大。哼！灭了这群违抗神灵大人的界外修士吧！神位大人，乖乖听话，等会带我们去拜见你们的神灵。在得到凌霄仙帝的传承后，剑域不单单修复，还有了新的技能。不过现在还不是使用的时候，毕竟一天才只能用一次。这几个界外修士到底什么来历？明明之前魏江明抓住其中几个的时候毫不费力啊！师妹，张师弟，你们准备让这家伙带我们去他们老巢，确定可行吗？小的愿意为各位仙师赴汤蹈火。你们这群界外修士果然无法明白神灵的威力是多么强大，正好你们自寻死路，这样在神灵面前，我还是办事可靠的信徒。只要我们够快，什么都不是问题。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出发。神灵刚刚传来神谕，让我们准备祭品，仪式即将开始了。一切准备妥当，请祭司大人放心。那就行，那就只要等魏江明将那几个界外修士的血气提取。报！发生什么，让你在祭司大人面前如此失礼？副首领，外面，那几个界外修士击败了神卫大军，正在攻打护阵，大阵恐怕挡不了。这就是你们这群邪魔走狗的老巢？就是他们！你们居然这么快就打破我们的大阵，看来不单单魏江明失败了。不过你们自投罗网也好。神谕的仪式即将开始，你们将荣幸地成为我们献给神灵的祭品。为
此感到光荣吧！神灵降临旋风大陆，将带领我们一同飞升。你们这些界外修士居然妄图夺取我旋风大陆的机缘，你们真是妄想！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的大计，我会代表神灵惩罚你们。自身不甘进取，企图走捷径，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张师弟，于师妹，直接动手吧！我还想看看究竟是什么邪魔算计了我和师弟们。哼，看来你们的确有些本事。神灵加持你们，所有人都给我上！抓住这群负隅顽抗之徒！神灵注视着我们，真是一群丑陋又可怜的家伙。嘿，为什么神灵大人的护持会？看来本祭司是小瞧你们了，难怪我派出的人都失败了。你们这些界外修士对于神灵大人们为例，看起来不是毫无了解，但你们还是无法阻挡我们。伟大的主上啊，请听我的祈祷，回应我的祈求吧，神灵们，请降临吧！你们都跑不掉的，神灵们马上就回应我的呼唤，降临到这里。你们恐惧、哀嚎，你们为什么就这样站着？你们不应该挣扎吗？你们来攻击我，企图打断我呀！那个，我要配合一下吗？哼，你就恶趣味吧。你们这群蔑视我、蔑视神灵的家伙，你们快向我求饶，快逃跑，快发出哀嚎！真是聒噪，本来还想多留你一会儿的。既然你这么想试试我的剑，那就试试吧。这你也没用啊！值了！真是一群废物。不过没想到仙界联盟派来的，居然一直都是你们这些小辈。这些邪魔终于出现了。你们仙界联盟还是老样子，反应迟钝，高高在上。不过你们已经晚了，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旋风大陆的世界本源将落入我们的手中。哼，正好。你们几个仙人的血魂之力可以拿来加速我们提取世界本源。你们邪魔还真的是眼睛不好，不会挑人呢。年轻的仙人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就算小子你实力强，也来不及阻止我们了。我们已经开始夺取旋风大陆的世界本源，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世界被我们毁灭。我们已经开始剥取旋风大陆的世界本源，你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世界被我们毁灭。师妹，郑师弟，我们现在怎么办？当然是顺着他来的通道，直接去阻止那些邪魔。我们九幽真魔擅长的空间通道技术，怎么可能是你这样的小辈能轻易破解？这家伙已经没用了，直接灭了吧。怎么可能？你怎么能打开？真是小瞧你们了，但是想灭了我，你们做不到。站住！让他跑了。师兄，你不会真觉得张凡随手一剑就能打开传送，找到那些邪魔吗？啊！好了，现在我们赶紧跟着这个邪魔的传送过去吧。好，我们必须阻止这群邪魔。你们这群不知好歹的小辈，居然还真的如此大胆的追上来了！你居然被几个仙界小辈给重伤了，真是丢我们九幽的脸！这几个小家伙的灵魂吃起来一定很爽口吧？来到旋风大陆执行那些大人物的计划，我已经许久没尝过仙人的味道了。好了，既然这几个小家伙自己送上门，那也正好。
用血迹污染这个本源，我们也能轻松一点，把他们捉起来。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邪魔？这下完了。安师兄放心，我看这些邪魔如猪狗而已。这小子怕不是被吓疯了，给他们一个痛快吧。看这几个小家伙都吓得不会动了，就看谁先得手，谁就能享受最美味的灵魂。动手吧！赢！张师弟、师妹，你们去阻止这些邪魔夺取世界本源。至于这些邪魔，我和师弟们会帮你们拦住。你们这些仙人真的令人烦躁。一是留下一半人，其他人给我上。国子大人这么说了，那让我们好好炮制这些小辈仙人们。终于让我们找到你们这群邪魔了，让小爷好好发泄一下。张师弟，你们快点冲过去，这些邪魔小爷来处理。师兄，你们小心！难怪仙界联盟会派这几个小辈过来，本以为是不重视，没想到还有些本事。三王子殿下，这两个小家伙就我来出手吧。您还要主持仪式呢。那小子直接献祭吧，倒是这个小妞送到我面前来，保证让王子殿下你满意。你们到此为止，乖乖投降，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小子，你表现得很嚣张啊！等会被献祭时，我要看你如何哀嚎。小子，看来你还真的有些本事。接下来我要出真本事了。真是蛤蟆张大嘴，小爷我懒得和你们磨叽了。希文，我们要尽快冲过去，这些邪魔快成功了。我绝不会让这些邪魔成功。两个废物！暂停仪式，先把这群扰人的蝼蚁们给灭了。是。张师弟、师妹，邪魔数量有点多，而且现在他们停下仪式，准备全力出手了。本殿下是小瞧你们了，不过你们也就到此为止了。张师弟，你这个指导黄龙计划好像有点完蛋了。起码不用费心思再把这些邪魔都一个个找出来，让这些仙界的家伙后悔打扰本王子的计划吧！给我好好收拾他们！最大的美味灵魂的味道。刚刚那几个倒霉家伙的份儿，就由我来品尝吧。张凡，你这么自信，肯定有做好准备吧？启文聪明，就让这些邪魔见识一下我新掌握的剑经。剑域系统，召唤剑域投影。系统，将剑域投影在地府范围内，显出半透明的剑域。这是怎么回事？好像是那仙界小子的领域。装腔作势，把这个小子的灵魂先抽出来了。哼，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凌霄仙帝的传承吧！邪魔，拿命来！